如作为表法观心，未时不是一种解说，但强调观心，就到达了破坏事相。如论大正85127以下1272上说，住行相者，即是一切众生求佛道，所谓修诸觉行，仿原作仿像如来，其浅著写经同之作也。众生愚痴钝根，不解如来真实之意，为将外火烧于世间审谈熏录执爱之香者，希望福报，云何可得？若如来令诸众生简洁增彩，复损草木以为散花，无有是处。方便通经的大乘无生方便门解说经文，也有同样的情形，如论大正85126上1277下说，大方广是心，华严是色，心如是智，色如是慧，是智慧经。经是心，刚是色，心如是智，色如是慧，是智慧经。菩萨断取3000大千世界，贪是大千，田是中千，痴是小千，用不思议断贪田痴转入如，直过恒河沙世界之外。恒河沙是烦恼，超过烦恼即是直过恒河沙世界之外。这样的通经是很特别的。解说《金刚经》与《法华经》文句的解说灵鹫山不是同一类型吗？这一类的解说坛经也一样的在使用，如大正4834义中下说，是人自色身是尘，眼耳鼻舌身即是尘门，外有5缘物作6门，内有1门，心即是地，性即是王，自性悟，众生即是佛，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是智，能尽是释迦，平直是弥勒。人我是虚拟，邪心是大海，烦恼是波浪，毒心是恶龙，尘劳是鱼鳖，虚妄即是神鬼，三毒即是地狱，愚痴即是畜生。坛经所说如与上引的法华经文句对照，不是非常类似的吗？然天台的观心事仅是4事之一，而禅者却专以此来解说一切，称为破相，实际是对存在于人间的佛教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承认慧能为6祖的宝堂宗教行不拘，而废除佛教的一切行仪法制，不是一极端的实例吗？对教内并不太好，对外的影响更大。以自己身心来说成说王，外道们尽量的加以利用，于是莲池、八功德水、舍利子、转法轮等佛教术语都被自由的解说成为自己身上的什么东西。坛经以自己身心来解说迷成秽土，物即净土，不谈事实上国土的秽与净，而专在自己身心上说，禅者都有此倾向。曾出家而还俗的魏元松，在北周天和2年567上书请废佛教。他的解说与禅者的别解也是异曲同工的，如广弘明集卷7大正52132上说，松请造延平大寺，容住4海万姓，不劝力屈见伽蓝，偏安2圣5部。
夫延平寺者，无选道俗，往则亲疏。以城隍为寺塔，及州主事如来。用郭邑作僧房，和夫妻位甚重。推令得作三纲，尊其老位上座，选人制作国士，求踊跃作法师。非审安其巢穴，水陆任其长生。中国重现实人生的是如是，重玄谈而轻礼法制度的是道者。破相观心这一类解说，对佛教来说未必有益，却适合中国儒道的兴趣。这所以大家听了，以西方于刹那目前便见，会坐下文说，赞声彻天了。第5章曹溪慧能大师。第1节慧能年代考。被尊为六祖的曹溪慧能大师，在禅宗中的地位极为重要。慧能的一生事迹，有关慧能的一切传说，对禅宗史都有极大的关系，应做审慎的考察。从事慧能事迹的研究，先要处理的是出生、得法、出家开法、去世的年代。这些在传说中是极不一致的。现在根据早期西元820年请为止的文献来做详细的考察。生卒年代。慧能于先天2年8月3日灭度，春秋70有6，这是坛经以来的一致传说。先天2年为西元713年，依此推算，春秋76岁，慧能应生于唐贞观12年638。但在传说中，也有引起一说的可能性，如《柳宗元传》曹溪第6祖次世大鉴禅师碑全唐文卷587说，赵氏大鉴禅师，塔曰灵照之塔，元和10年10月13日。大鉴去世百有6年，乃经始告天子的大事。刘禹锡所传曹溪六祖大鉴禅师第2碑也说百有6年而逝，全唐文卷610。宪宗的次世是元和10年815。如元和10年为慧能去世的百有6年，那慧能的入灭应该是睿宗景云元年710了。我以为这不是一说，只是年代推算上的错误。柳宗元与刘禹锡为有名的文学家，对于百有6年而逝，不一定经过自己的精密推算，而只是依据禅者的传说，极可能是根据当时流行的曹溪大师别传，简称别传。别传的年代极不正确，却是当时盛行的传说。别传序146486说，大师在日受戒开法度人萨6年，先天2年壬子岁灭度，至唐建中2年，即当71年。先天2年是癸丑岁，别传勿作人子。从先天2年713到建中2年781，只有69年，但别传却误记为71年。依据这一当时盛行的传说为依据，再从建中2年到元和10年815，首尾共35年。这样71+35，不恰是106年吗？
百有6年而逝的传说，我以为是根据错误的计算，是不足采信的。略序全唐文卷915说，父卢氏，讳行，王家养，母李氏。但师于贞观12年戊戌2月8日子时。2月8日中夜，是经中所说的佛诞日，中国人换算历法，推定为4月8日。得法与出家开法的年代。慧能生卒的年代，可说是从无一说的。但说到去黄梅的法及出家开法的年代，就不免一说纷纭。研究起来，某些传说不外乎为了满足宗教传说的某种目的，由于这类传说才引起纷乱。如除去这些根源于信仰的传说，得法与开法的年代，在古典的文记中就会明白地发现出来。现在先从王维的六祖能禅师碑铭并序全唐文卷327说起，如说：临终遂密授以祖师袈裟，谓之曰：勿忌独贤，人恶出己，欲切死矣，汝其行乎？禅师遂怀抱弥邦，销声抑郁。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边人，世事是度门，混农伤于牢狱，如此积16载。南海有印宗法师讲涅盘经，禅师听于座下，因问大义，只以真诚，既不能酬，翻从请意，遂领徒属，进一禅居，奉为挂衣，亲自宣法。于是大兴法语，普洒课程。王维卒于761年，神会卒于762年。王维的能禅师碑是应菏泽神会的请求而做的。当时离慧能的去世还不过40多年。王维碑所传的慧能事迹，是菏泽神会及门下所有的传说。碑文有3项重要的传说：一、临终密授，在弘忍临终那1年，才将依法付给慧能。二、隐遁16年，慧能得法以后，出家开法以前，过了16年的隐遁生活。三、见印宗而出家开法。这3项都是神会门下的传说，而传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慧能受弘忍的付法传依，弘忍是上元2年675神会系的传说去世的。如那时675付法传依，再过16年的隐遁生活，才会见印宗出家开法，那末出家与开法应该是690年的事。到慧能入灭713，不过24年，这是神会门下所绝不能同意的。所以临终密授与隐遁16年是矛盾的，不能并存的。自相矛盾的传说存在于神会门下，王维不经意的采录，也就不免陷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菏泽门下的传说是分别的加以检讨。一、神会语录石井本末所附的6代祖师传记，是被称为师资邪脉传的为菏泽神会的初期传说。语录说到慧能22岁去黄梅见弘忍，没有说到16年隐遁，也没有说会见印宗。
只是说能禅师过岭至韶州，居曹溪山，来往40年。这是简略的初期传说。2. 历代法宝记有关慧能的事迹，是陈寿菏泽所传的。文有2段，第一段与神会语录相近，也是22岁去黄梅。但是说能禅师至韶州曹溪40余年开化，大正51182中40余年与40年大概是传写的不同。历代法宝记的第2段说到与印宗相见的情形，明白说到出家以前常隐在山林，或在新州，或在韶州，17年在俗，亦不说法。大正51183下，菏泽门下的归风完全继承了这一传说，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序14277说，新州奴行者，年22，来谒忍大师，在始兴南海2郡的法来16年，静默开法。这都是22岁得法，到出家开法有一长时期的隐遁，这就是隐遁16年说。历代法宝记的17年是计算或传写的不同而已。3. 略序六祖大师缘起外记肯定16年隐遁说，而多少修正了初期的菏泽系的传说。全唐文卷915如说，年24，闻经有甚，往黄梅参礼。五祖弃之，复依法，令4祖位，时龙朔元年辛酉岁焉。南归隐遁16年，至仪凤元年丙子正月8日，会印宗法师。是月15日，普会4众，为师至法。龙朔元年661， 24岁。到仪凤元年676，中间隐遁的时间，首尾恰好16年。这一传说出家的时间与光孝寺一法塔记全唐文卷912相合。菏泽门下所传的16年隐遁说，到底有什么根据？这是菏泽初期传说所没有的。原来弘忍于上元2年675去世，慧能于仪凤元年676出家开法，这是符合菏泽神会所说一代一人主持佛法的观念。为了这一目的，推定为仪凤元年出家，再推算到22岁659，中间恰好16年，这是隐遁16年的根据。略序修正为24岁去黄梅，与一般的纪年法首尾合计更为相合。然这不是菏泽的初期传说，因为仪凤元年676出家，到先天2年713去世，首尾不过38年，就与神会语录的来往40年，历代法宝记的40余年说不合。可见菏泽神会的初期传说是没有16年隐遁说的。菏泽系主流的传说是否定临终密寿，而主张22或24岁去黄梅参礼弘忍的。然在菏泽门下，临终密寿说也传说起来。王维作《能禅师碑》已采录了这一传说。
传说成熟，增入新的事迹而编辑成书的是《曹溪大师别传》序1464834。别传所说的事迹与年代是这样：宜30岁来曹溪，2修道3年，3 34岁，咸亨5年参礼五祖，4隐居4会，怀集监5年，5仪凤元年39岁，遇应宗法师而出家，6先天2年8月入灭，7大师开法度人萨6年。别传所说的年代异常混乱，如仪凤元年676出家，先天2年713入灭，应为38年，与开法度人萨6年说不合。又仪凤元年为39岁，纳咸亨5年，慧能应为37岁，不是34。来曹溪时也应该是33岁，而不是30岁。从咸亨5年674得法，到仪凤元年676出家，首尾只有3年，也与隐居5年说不合。别传的年代为什么这样的混乱？那是由于采用了略序所说的仪凤元年39岁出家说。39岁出家以前有5年的隐居，所以改得法的咸亨5年为34岁，并改出道曹溪为30岁。其实仪凤元年39岁出家是另一不同的传说，与别传的传说原是不合，而且是不能调和的。如不用仪凤元年39岁出家说，那么别传的年代完全适当，内部没有矛盾，而另成一系，那就是33岁来曹溪，咸亨元年670 37岁参弘忍，咸亨5年674隐遁首尾5年674 678时为3年，41岁出家，仪凤3年678 76岁去世，先天2年713。从678到713恰好开法度人36年。别传是推重神会的，以神会为正传的，但有关慧能的事迹与年代与菏泽系主流的传说非常不同。对慧能的得法与出家，别传是临终密授与5年隐遁的。据别传说，慧能于咸亨5年到黄梅来，得法以后就回到南方去。慧能去了3天，弘忍就去世了，所以别传的咸亨5年到黄梅是符合临终密授的目的。临终密授正是一代艺人的次第附主，在佛教的传说中有着古老而深远的意义，到下复法中再说。这也是符合于宗教的目的而成立，与16年隐遁说一样。别传原可以自成体系，由于引用了仪凤元年出家说，这才造成了自身的众多矛盾。16年隐遁、临终密授、仪凤元年出家，这些传说早在神会晚年就存在了。其后形成菏泽门下的2大流，互相矛盾。
我觉得这是根源于同一古说，为了符合一代一人相承的传说而演变成的。所说的同一古说，就是曹溪旧传、敦煌本、坛经的传说。五祖自宋能于九江以登传时，便五祖除愤，汝去努力，将法向南。3年悟弘此法，大正48338中，大师往曹溪山，少广2州行化40余年，大正48342上。敦煌本所说极为简略，没有明说复法传一出家受戒的年月。所说的3年悟弘此法，是说得法3年以后才可以弘开顿教法门。敦煌本的3年悟弘此法，慧心本作，未能后至曹溪，又被恶人寻逐，乃于寺会县避难，经5年常在猎人中。3年与5年是传说或传抄的不同。坛经是没有临终密授说的，但别传为了符合临终密授的传说而与5年隐遁相结合。同时，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说慧能22岁去黄梅，40余年行化，行化40余年近于坛经的旧说。然22岁得法，到76岁入灭，中间有54年。40余年行化，其他的岁月呢？神会初期所传，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后来为了符合代代相承的传说，指定为仪凤元年出家，因而成立了16年隐遁说。可是这一补充说与神会初传的40余年行化说不合。从这里可见神会原始的传说与坛经、敦煌本相近，而到神会晚年门下的传说已经一说纷纭，与坛经所传不合了。上从传说自身考察其原始说及传说的演变，再从传说中的关系人物来考察。一、坛经所说慧能与神秀同时在弘忍门下，神秀的事迹如章说约710年作大通禅师碑全唐文卷231说，禅师尊称大通为神秀，逮知命之年，自拔人间之事，弃闻其州有忍禅师禅门之法应也，乃不远暇祖幡然业意，服勤6年，不舍昼夜。大师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喜足，引之并作。于是涕辞而去，退葬于密。这是可以凭信的史实。神秀于武德8年625受具，依律制受具，并未20岁满，传法宝记，明说未20岁。神秀到黄梅去，是知命之年50岁，即永徽6年655，在弘忍门下服勤6年，那就是从显庆元年656到龙朔元年661，慧能与神秀共住，一定在这个时候。慧能22岁659或24岁661到黄梅的传说，都有与神秀共住的可能。
杜哭的《传法宝记》说神秀至年46，往东山归忍禅师。这虽是传说的不同，然神秀46岁，为永徽2年651。这一年的闰9月，道姓入灭。神秀仰慕忍大师去黄梅参礼，不可能就是那一年，碑说较为妥当。碑文说命之喜足，引之并作，于是涕辞而去。这几句话非常重要。经上说喜足矣，夫坐而坐，登座是要先喜足的。佛曾命大家业并坐，佛灭后，大家业就是受佛副主的上座。引用并坐这一典故，就是弘忍要副主神秀继登祖位的意思。神秀却涕辞而去，这可以做不同解说。但总之，神秀服勤6年，约在龙朔元年就离去了。从传说慧能与神秀的共筑黄梅，可决定临终密授说，那时慧能与神秀都不在弘忍身边，与事实不合。应宗为慧能剃法，然后受戒开法。有关应宗的事迹，如《宋僧传》卷4应宗传大正5073一中说，咸亨元年，在京都盛弘道化，上元中敕入大爱净寺居，辞不复请。于其春东山忍大师资受禅法。复于番禺遇慧能禅师，问答之间，深意玄理。还乡的刺史王胄礼中书伦，请至戒坛，命宗度人可数干百。续敕诏入内，乃造慈氏大像。至先天2年2月21日世中，年87。会稽王师甘立塔名焉。应宗是有名的涅槃学者，也是著名的律师。他是吴郡人，属越州的妙喜寺。应宗卒于先天2年713，年87，比慧能大11岁。慧能在广州及番禺听应宗讲经，由应宗为他落法出家。这一事实被传说为仪凤元年676。然依僧传应该是依据王师甘碑文的所说，应宗于咸亨元年670到京都长安。上元中674、676受请入大爱净寺，受国家供养。应宗上元中还在京都，是明确的事实。接着《宋僧传》说应宗参礼弘忍，又到广州见慧能。见弘忍、遇慧能，果真在这个时候吗？上元是唐高宗的年号，是咸亨5年674 8月改元的。到上元3年11月才改为仪凤元年676，所以仪凤元年正月15日落法，实际是上元3年。应宗上元中在京都，上元3年正月已到了广州，已在广州讲经。在这674年8月、676年正月中间，还在黄梅见弘忍，弘忍又就是上元2年8月入灭的，不过1年吧。应宗却见到将去世的弘忍，又为慧能剃落，不太巧合吗？
有关慧能的事迹，《宋僧传》是多有矛盾的，由于参考古代的不同传说而自未安排。如《慧能传》说，上元中弘忍入灭时，慧能正在广州法性寺演唱宗风，这可见应宗遇慧能。慧能出家早在仪凤元年上元3年之前了。略叙说，仪凤元年正月，应宗为慧能落法，2月15日，慧能受具足戒。那年，应宗应为50岁，为什么应宗为慧能落法，而没有担任受戒的三师或正尊呢？应宗后来是时常传戒的。实际上，慧能出家为干丰2年667，那时应宗还只41岁，可能受戒还不满20下，所以另请上座门任戒师。从应宗、上元中在京都为慧能落法，而没有任戒师及慧能于上元中在法性寺演唱宗风来说，应宗不可能于仪凤元年为慧能落法的。这应该是应宗在游化京都以前，先参礼弘忍，后来游化到岭南讲《涅盘经》，会见慧能，为慧能落法，然后咸亨年中游化京都。研究传说的自身，知道临终密寿16年一顿是不可信的。研究与慧能有关的人物，知道慧能在弘忍门下，不能是咸亨或上元年中出家，也不可能是仪凤元年。这样，现存刘禹锡818所撰的大鉴禅师第2碑全唐文卷610所传慧能的年代是值得注意了。碑文说，大鉴生兴州，30出家，47年而没，百有6年而逝。30出家是干丰2年667。上元中演唱宗风的传说就有可能。47年而没是说出家以来47年说法，这是从30岁算起的。47年说法与顿黄本的40余年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的40余年说相合。出家以前，慧能曾有过3年，其实是5年的隐遁，有过一段时间的隐遁，是从来一致的传说。在以前，就是李建弘忍得法的年间，这就是24岁，龙朔元年。这一年与神秀同在弘忍门下，也与传说的6祖坠妖时上刻龙朔元年字样相合。刘禹锡所传的慧能年代与《坛经》及神会的原始说相近，所说相合，也与事实相合。比之临终密寿，隐遁16年，仪凤元年出家，要合理得多。所以慧能一生的年代是贞观12年638，慧能生1岁。龙朔元年661，去黄梅里五祖24岁。龙朔2年662，起隐居5年，25至29岁。干丰元年666，在广州出家，30岁。先天2年713，慧能入灭，76岁。上来除《坛经》的古说而外，
都是菏泽门下的不同传说。等到洪州、石头门下兴盛起来，对慧能的事迹结合了坛经与别传年代方面，得法与出家的年代大抵依别传，而多少修正也是无法统一的。如《宋僧传》略去了明确的年代，《传灯录》卷5以为慧能的李建五祖是咸亨2年671出家，在仪凤元年676。《传法正宗记》卷5也说仪凤元年出家，而从弘忍得法是咸亨中5祖传，又说32岁6祖传，那又是总章2年669了。依据菏泽门下的传说而多少修正改编，想来宝林传已经如此了。第2节从诞生到黄梅的法，这一时期的传记主要的根据为以坛经慧能于大梵寺说法，自述其6年生活，以及去黄梅求法得法的因缘。这是自述，并非自己撰写，记录者或不免有所论事。神会语录、石景本、历代法宝记、略序都继承这一传说而有所增减。2. 别传与坛经的传说不同，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修正改编，作为慧能传记一部分的是宝林传南岳门下的禅者。这一阶段的慧能传有许多问题，引起近代学者的异议，所以在叙述事迹以后，对某些问题略加考察。早年事迹，大师俗姓卢，名慧能。依佛教惯例，慧能应该是出家的法名。略序说，大师出生就有2义僧来为大师立名慧能，那是从小就叫慧能了。略序说，父名秦涛，母李氏。敦煌本说，慈父本官范阳，原是在范阳今北平附近的涿县做官的，后来被贬迁流放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在那里落了籍，成为新州的百姓。慧能就是在新州出生的，那是唐贞观12年。然本官范阳、神会语录等都作本贯范阳，所以传说慧能的原籍是范阳。不幸得很，幼年别传说3岁父亲就去世了，流落他乡的母子2人孤苦无依，生活艰困，是可以想象到的。不知为了什么，慧能又跟着老母移到南海、广州去住。长大了，就以卖柴来维持母子的生活。一次，慧能在卖柴时，听人读诵《金刚经》，引起内心的领悟。问起来，知道黄梅弘忍大师在平木山开化，以《金刚经》教人，使人急得见性，直了成佛。慧能听了，觉得自己与佛法有缘，所以就辞别了老母，到黄梅去参礼弘忍。这是坛经系的传说，慧能发心去参弘忍的因缘。敦煌本只说辞亲而去，也许说的简略了一点，抚育恩生的老母呢？坛经慧心本说，有客人拿10两银子给慧能，用作老母的衣食费。
祖堂集说，客人民安到城，鼓励慧能去黄梅，拿出100两银子作为老母的生活。慧能去了，老母呢？这原是不用解说的，但传说在人间，不能不做出补充，以适应中国的民情。慧能去黄梅求法的因缘，别传有不同的传说。少师父母，3岁而孤，从小就没有父母，真不知是怎样长大的。然离家求法，倒也可以一无牵挂。别传以为慧能先从新州到曹溪，经广东曲江县，与村人刘志略结义为兄弟。刘志略的姑母名吴敬藏尼，常诵大涅盘经，慧能不识字，系能为他解说经义。在宝林寺住了一个时期，被称为行者。为了求法，又到乐昌县西山石窟依智远禅师坐禅。后来听慧寂禅师诵《头陀经》，知道坐禅无益。在慧寂禅师的激发下，决心去黄梅参礼弘忍。别传说，慧能的参礼弘忍与《金刚经》无关，没有说到。在去黄梅以前，慧能早已过着修行的生活。慧能听《金刚经》而发心去参学，听《金刚经》而复法谈经的传说，与神会的传说相合。谈经近于神会的传说，却没有神会语录所传的那样夸张。这可以解说为曹溪就有这样的传说，为谈经的集记者所叙述出来。神会在玄宗御著《金刚经》的时代记录的时间迟一些，也就多一分传说的增附。曹溪别传的传说，慧能在去黄梅以前曾在曹溪住，也可能有多少事实根据。如解说为慧能22岁因听《金刚经》而发心去参学，经过曹溪曾住了一段时期，到24岁才去黄梅。这不但会通了谈经与别传，也会通了神会门下22岁说与24岁说的一说。不过这只是假定而已。依神会所传，大约经1个月的时间，慧能到了黄梅，今湖北省黄梅县的平木山。这里是唐初50多年，约620、674的禅学中心，传承了达摩禅的正统。慧能见到了弘忍，自称为求法作佛。因慧能答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各寮生与和尚生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而受到弘忍的赏识。慧能被派在队房里踏对，一共8个多月。愿竭其力，即安于锦就，速枯其心，或误于提拜，王维能禅师碑。劳作与修持相结合，虽是佛法所固有的，如周立盘陀家的因扫地而误入，但成为此后曹溪禅的特色。一天，弘忍集合门人，要大家做一手记，查看个人的见地，以便复法。大家仰望着神秀，神秀是东山会下的教授师。神秀没有自信，可又不能不做记，
于是将记写在廊下的壁上。慧能知道了，以为神秀记没有见信，也就做了一记，请人写在壁上。弘忍发现了慧能的见地，便在夜间唤他进房，为他说法，复法传衣，继承了祖位。弘忍为慧能说法，谈经，顿黄本说金刚经，慧心本等说道，应魔所助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神会语录等说，忍大师就对上密说直了见信，于夜间前唤入房，3日3夜共语。别传说问答有关佛性的问题，复法是密授的，没有人知道的。当时说些什么，慧能也许说道，但在传说中，禅师们大抵凭着自己的意境而表达出来。当天晚上，弘忍就送慧能去九江驿，回岭南。如《坛经》大正48338上说，能得一法，3根发去。五祖自宋能于九江驿登船时，便五祖处分，汝去努力，将法向南。3年勿弘此法，南去，在后弘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汝物无别。此为已了，便发向南。弘忍送行，只是送慧能去九江驿，并非送到九江驿。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都还是这样，而坛经、慧心本以下都说弘忍上船，亲送到九江驿，而且当夜回来。不知平木山在江北，离江边也有一段路，九江驿在江南。当时是3更半夜，怎能去了又回？这显然是没有注意地理，在传说中变为奇迹了。在这里，神会语录等又加上一段，过了3天，五祖告诉大家，汝等散去，吾此间无有佛法，佛法流过岭南。神会语录等虽主张22岁去黄梅，而这里即隐隐地保存了临终密授的另一传说。弘忍复了法，就要入灭，黄梅的学众就此心散。吾此间无有佛法，正表示了一代艺人的传法说，别传正就是这样说的。不识字，慧能不会写字，不会读经，是坛经与别传所共传的古说。一个流落异乡、从小孤苦的孩子，在那个时代没有读过书，原是常事。但慧能没有读过经，怎么听到《金刚经》就能有所领悟呢？一到弘忍那里，就会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呢？而且从坛经看来，慧能对《金刚经》、维摩经、楞伽经、观无量寿经、法华经、涅盘经、梵网经都相当明了，所以传说慧能不识字，或者觉得难以相信。别传说，在没有到黄梅以前，曾到过曹溪，为无尽藏弥论究涅盘佛性的问题。又去乐昌县，从智远禅师坐禅。这一传说似乎合于常情，或者于是乎解说为曾经修学佛法，早有修持功夫。连不识字的古说也觉得未必如此了。
从佛法来说，慧能是利根；以世俗的话来说，是宗教的天才者。在佛法中，不论是小乘、大乘，都承认有这类根性，现身，不经文思功夫，没有受戒，不曾得定，就有一触而悟的可能。原因何在？教学上自有解说。慧能闻《金刚经》而有所悟，就是这一类根性。不识字，怎么能了解经义呢？然在佛法中，不识字是可以通达佛法的。释迦佛的时代，佛法就在耳提面命的开示中，没有一部经可读，可做讲习与研究的范本。然而言下大悟，被形容为如心沾一染的证入者非常的多，这是《阿含经》与律藏所充分证明的。以中国佛教的实力来说，不识字而住过几年丛林禅堂的，有的也会熟悉公案，了解金刚、法华等要义。不识字或识不多，而通佛法大义，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知识发达，与那种环境距离远了点，大家终日在文字资料里摸索，以为佛法在此，这就难怪要感到稀奇了。慧能那个时代，一切众生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早已家喻户晓。正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现在不学佛法的人也会挂在口头上一样。回答弘忍的话只是常谈，有何稀奇？一个劳苦的个撩，在大众围绕的一代大师面前，竟敢出言反诘，那种直直的、无畏的高尚品质，才是难得呢。慧能在黄梅，并不只是踏对，也还参与法席，如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全唐文卷327》说：每忍大师登座，学众迎听，中有三圣之根，共听一音之法。慧能禅师默然受教，曾不起语，退审其思，家相，超无我。慧能在黄梅听弘忍的说法，在广州听印宗讲《涅盘经》，这都是有文可证的。后来在曹溪行化，凭自身的体验来解说诸经的大意，正是禅者本色。复法，在佛法中，复法有古老而深远的意义。佛法的三藏，尤其是定慧修持，都是重传承的。在师资授的传承中，发展为复法说，如南方锡兰佛教所传的五师相承说，北方济宾佛教所传的五师相承说。在阿育王时代，南北都有五师相承的传说，可推荐当时是有事实根据的。复法藏因缘传，此下简称复法藏传的23或4，是说是阿育王传五师相承说的延续。复法的情形，如阿育王传卷4大正50114中说，尊者迦叶以法付主阿难而作是言：长老阿难，佛以法藏付主于我，我今欲入涅盘，以法付汝善守护。阿难合掌答尊者言：唯然。受教。一代一人的复法与物证没有关系，
在《护法藏传》中是将入涅槃而赋予后人的，这就是临终密授说的来源。所附主的是正法、法藏、圣眼、法眼、禅者综合为正法眼藏一词。附主的主要意义是守护、护持。古代的附主正法是赋予一项神圣的义务，概括佛法的一切，三藏圣典的护持、僧伽律制的护持、定慧修正的护持。守护或护持都有维护佛法的纯正性，使佛法久住而不致变质衰没的意义。这是在佛教的发展中形成佛法的领导中心，一代大师负起佛教的摄导与护持的责任，为佛法的表率与准绳。佛法没有基督教那样产生富有权力的教宗制，却有僧众尊仰一代大师的护法制。五师相承的附主，原是表征佛法的统一，佛法的纯正。五师以后，印度佛教进入了部派分化阶段，然每一部派都以佛法的真义自居，都自觉为佛法的根本正统，所以代表全佛教统一性的护法虽不再存在，而一部一派间各有自部的附主相承。护法藏传是北方佛教说一切有部譬喻师与盛行北方的大乘者的综合说。护法藏传的护法，一代一人的附主，有否100%的真实性，那是另一问题。而这样的护法制，深深地影响中国佛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天台学者早已以护法藏传说明自宗的法门渊源了。护法藏传的护法表示为师长与弟子的关系一二例外，与师资相承的关系相统一。护法本是通于一切佛法的，当然禅也不能例外。东晋佛陀跋陀罗来传禅，也就传入了禅法的师资相承，如《达摩多罗禅经》卷上大正1530一下说：佛灭度后，尊者大迦叶，尊者阿难，尊者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尊者优波觉，尊者婆须密，尊者僧伽罗叉，尊者达摩多罗，乃至尊者般若蜜多罗，诸持法者，以此慧根，次第传授。这一禅者的次第传授，持法者，也就是护持正法者。从大迦叶到优波觉，就是古传的五师相承。僧佑所传的萨婆多部记，虽看作律学，而实是禅法的相承。中国禅者护法说的兴起，也可说早已有之了。达摩禅的传来中国，到了黄梅的道信、弘忍，经50多年的传弘，形成当时达摩禅的中心。道信为4祖，弘忍为5祖，就是历代相承的护法实态。弘忍门下如法如形状经时续编卷6说：菩提达摩入位传可传灿，灿传信，信传忍，忍传如。章说的大通禅师碑全唐文卷231说：菩提达摩天竺东来，以法传慧可传僧灿，僧灿传道信，道信传弘忍，记名众机，相承无光。
法如卒于永昌元年689，神秀卒于神龙2年706。早在慧能、曹溪开法的时代，被后来称为北宗的弘忍门下，对于一代艺人的地代相承已成为公论。但这一代艺人的传法说，不幸到法如而被破坏了。法如是弘忍门下始终共事经16载的弟子，开法不过4年，686、689就去世了。法如的弟子还没有人能继承法统，于是又集中到玉泉神秀处。杜枯作《传法宝记》说，弘忍传法如，法如几乎大通神秀，这犹如兄终弟及，事实上破坏了一代艺人的传法体系。后来神秀的弟子普济651、739在嵩山立7祖堂，除去法如，以神秀为第6代，普济自己为第7代，神会集289、291，恢复了一代艺人的护法体系。但经此异动，一代艺人的护法制已不能维持，而为弘忍门下另一分头并弘的倾向所替代。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东山法门所形成的一代艺人的法统，源于印度旧说，一直受到分头并弘、中国新说倾向所困扰，如《续僧传》卷20附编道信传大正50606中说，道信临终与弟子弘忍，可谓无造塔。众人曰：和尚可不付主耶？曰：生来付主不少。杜枯的《传法宝记》说，永徽2年8月，命弟子山策造刊，门人之将画毕，遂谈究风起，珍惜法寺。即问将传复，幸喟然久之曰：弘忍差可耳。因戒主在明指责，二说所传不同。道宣所传闻的是分头并弘，凡修持的悟的都可说有过付主，而杜枯所传，大家都争着继承祖位，终于选定了弘忍，这是一代艺人的付主制。传说不同，代表了当时禅者所有的2项不同的护法观念。道信的众多门人中，弘忍稳定了五祖的地位，东山法门更广大起来。但弘忍门下陷入一代艺人分头并弘的矛盾中。当时护法的情形，如《传法宝记》说，即忍如大通之事，则法门大起，根基不择，其速念佛名，令静心，密来自成，当理语法。由地位密重，曾不昌言。念佛名，令静心，是北宗所传弘忍、法如、神秀受法的内容。如修持而有所得，就密来自成，向弘忍表示自己的见地。如弘忍认为当理与正理相应，就复语法。学者的密陈，弘忍的赋语，都是秘密进行，非局外人所知的。这显然有分头并弘的倾向，因为当理语法是绝不会专附一人的。人家师资记引人家人法制大正851-289下说，如无弘忍，一生教人无数，
好者病亡，后传无道者，只可食耳。此病堪为人师，但一方人物。又与玄则曰：汝之坚行，善自保爱。吾涅盘后，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辉，心灯重照。时人是分头并弘的形式。能家师资记，作者敬觉，是玄则弟子，所以特别重视玄则，但不能不加上神秀。传法宝记，弘忍下列法如神秀二人。敬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序，弘忍下列秀禅师、道安禅师、则禅师三大师。这种分头并弘是以当理语法为标准的，实际上是由于法儒的早亡造成法统的分化。切实地说，坛经编者法海也是倾向于分头并弘的，如大正48343中说：大师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不同于人，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法海就是10人中的第一人，传授坛经的第一人。十弟子原是模仿佛的10大弟子，但佛的10大弟子只是弟子中最卓越的，没有护法的意义。弘忍门下与慧能门下的法海，却在分头并弘的倾向中，对10弟子给予护法传道的意义。东山法门形成的一代一人，禅法中心的大理想，显然是陷于支离破碎了。中原的弘忍门下陷于多头分化的倾向中。神会代表了东山法门以来一代一人的护法说起来批评神秀的门下，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82、283说，从上以来6代，一代只许一人，中无有二。宋原作中有千万学徒，只许一人成后。远法师问：何故一代只许一人成后？和尚答：譬如一国，唯有一王；一世界，唯有一佛出世。远法师问：诸人总不合说禅教化众生故？和尚答：总合说禅教化众生。从秀禅师以下有数百人说禅教化，并无大小，无师资情，共争名利，原无秉承，乱于正法，或诸学道者，此灭佛法相也。能禅师是的相传副主人。神会的立场就是印度固有的护法说，是东山法门建立起来的一代一人的副主制。所以神会不只是否定神秀为慧能真一六祖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反对分头并弘禅法陷于分崩离析的倾向。神会说，为忍禅师无传授副主在秀禅师处，纵使后得道果，亦不许充为第6代神会集283。这可见副主成后是与政务无关的。神会对法统的论辩，终于确定了慧能为6祖。贞元12年796，神会又被敕定为第7祖。然这种祖统说已缺少生前的摄导大众，构成领导中心的实际意义。因为被公认时，慧能与神会早已去世，一代一人的法统
失去实际意义，而中国禅者又倾向于多头分化。终于南岳、清源门下不再说8祖、9祖，而以分灯阶席的姿态实行当理与法分头并弘的护法制，一直传到现在。东山法门所形成的一代一人、禅门定于一的护法理想，在中国是完全消失了。一代一人的护法说，弘忍为止，是没有一说的。弘忍以后，神秀门下的普济、慧能门下的神会，都先后为此而努力。道信赋予弘忍，到底弘忍赋予谁呢？一、坛经、神秀与慧能都曾做记忆表成自己的见地，而慧能得到了弘忍的护法。一代一人的护法一向是临终，不一定是将死复主，所以传法宝记不是说临终复主，就是说临终重明宗籍，这是北宗所传一代一人的最好证明。然弘忍的开法，平时就其素念佛名，令静心，密来自诚，当理与法。由地位密重，曾不昌言传法宝记。这是在平时以密来自诚，当理与法而做秘密的传授了。当理见性悟入就复与法，当理是不止一人的，所以这种师资间的密授，并不等于一代一人的副主。然当时学众都不免有点小混了，如《坛经》大正48337中所传，自取本性般若之智，各作一记成无。吾看汝记，若悟大义者，复汝依法，秉为6代。这是龙朔元年661，神秀56岁，慧能24岁那一年的事。弘忍以当理与法来接引学人，与神秀门下的传说相合。坛经的记者法海也误以当理与法为副主了。当理与法并不就是副主，然而那一年弘忍道却有副主这回事。上阳曾引大通禅师碑说，逮夫之命之年，自拔人间之事。弃闻其中有忍禅师，禅门之法应也。乃不远暇祖，幡然请业。服勤6年，不舍昼夜。大师叹曰：东山之法，尽在秀矣。命之喜足，引之并作。于是涕辞而去，退葬于密。神秀是50岁，永徽3年655来黄梅清净忍大师的。6年服勤，到了56岁，龙朔元年661那一年，弘忍命之喜足，引之并作，正是副主正法的意思。这一年也正是慧能在黄梅踏对8个月的那一年。据《坛经》，慧能得了法就走了，而神秀也就涕辞而去。这不是传说的巧合，应有传说所依据的事实。神秀为什么涕辞而去？是签辞不受吗？还是弘忍有意护法，而后来没有副主，神秀这才涕辞而去呢？神秀的涕辞而去，不知道为了什么。据《传法宝记》，神秀离黄梅后，随千世，前为白衣。
60岁左右，又一度恢复了在俗的生活，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了什么。一直到神秀85岁，因法如死了，689，中原的学众没有宗主，才集合到神秀的杜门兰若来。如法如的法化延续，那神秀在佛教史上的光荣，2经法主，3地门师，怕完全要改写呢。弘忍在平时要学众密来自成，当理语法，而龙朔元年在密来自成，成绩中发现卓越的法器，而密授副主。从神秀的替词而去，前卫白衣来考察，这一次的副主不会是属于神秀的。总之，一代艺人的副法是存在于黄梅门下的。龙朔元年，慧能与神秀同在黄梅，弘忍却曾有过副法这回事。陈氏密陈，傅氏密傅，曾不昌言，等到传述出来，就不免有一说了。传一，弘忍副法与慧能，同时还传一位平信。开元20年732，神会在华台召开论定禅门宗旨的大会。神会在大会上宣告，外传袈裟已定宗旨，其袈裟今现在韶州，证明慧能曾受弘忍的副主。在佛教中，传一也是有根源与潜力的。传一说的古老渊源，就是受佛副主的大迦叶，如《杂阿含经》卷41大正2303中下说：佛告迦叶，汝当受我分扫衣。若有正问，谁是世尊法子，复以法财？应答我，迦叶是。大迦叶受佛所赋的衣，与佛命并作，同为迦叶为佛法子，佛的长子，继承佛的教化事业，摄导大众的表示之一。禅者的副法传一，显然的与此古说有关。副一在当时的佛教界现有文迹可证的，如净觉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李之非的略序说，其则大师所持摩那袈裟、频钵、锡杖等，并留副主净觉禅师。玄则于景隆2年707入京，净觉就依止参进，一共10有余年。净觉受玄则的副主，而玄则赋予衣钵，约在720年请。玄则是弘忍的弟子，所以赋给净觉的衣钵，也许说是弘忍所传的。即使是玄则自己的，在师资授中复以衣钵，复法传衣，这是早在神会北上730请以前，禅门中早有的先例，早有的传说。慧能受弘忍的复法传衣，绝不是为了真法统而造出来的。神龙2年705，中宗征召慧能入京，现存赵曹溪慧能入京玉札，全唐文卷17说：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己之暇，每究一成。二师并推让于南方有能禅师，密授忍大师依法，可就笔问。今遣内侍薛简持诏迎请，愿师慈悲，速复上京。当时慧能没有进京，所以奉摩那袈裟等为供养。
王维在《六祖能禅师碑全唐文卷327》也说到这一事实。九众言想，万里驰骋，思不法以奉迎，愿插手而作礼。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禅师竟不奉诏，遂送百纳袈裟及钱帛等供养。九世元年700，则天征召神秀进京。景隆2年707，又召玄泽入京。据《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4上说，当时还请有资生老安玄曰：在一再征召东山门下生中，真未能入京，是并不突兀的。推引同门，也是事理之常。别传还说到神龙3年707，诏修六祖所住的寺院四额法泉寺于六祖新州的故宅建国恩寺。建寺的事鉴真于天宝9年750，去广州时得到了证实。如唐大和尚东真传大正5199下说，韶州官人又引入法泉寺，乃是则天慧慧能禅师造寺也。禅师影像今健在。则天慧慧能造寺，王维虽没有说到，但的确是事实。慧能受则天及中宗的征召，也是事实。征召当然有征召的诏文。诏文所说能禅师密授忍大师依法，王维虽没有说到，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是事实。别传所引诏文有些论事，但依9世纪集成的《坛经》补本而来的至原本《坛经》所引的诏文简明详实，不能因别传的有所论事而否定一切。诏文说到依法，可见慧能在世时征召为705年，复法传一说，以为北方所知。而且在禅宗所有文献中，从没有人出来否认，北宗学者也没有否认传一成为教界公认的传说，这都是值得注意的事。没有人否认传一，玄泽也在传弟子衣钵，这怎么能说神会个人造出来的传说呢？神会于开元20年732，在华台大云寺论定南宗宗旨，说到其袈裟经建在韶州。天宝12年753，神会被折迁流放了。后因安史的乱世，神会又回到了洛阳。就在这个时候，慧能的传法袈裟被国王请入大内供养，如别传续146487说，敕曹溪山六祖传法袈裟及僧行王家繇及俗弟子5人，为力建令水路给功臣，随中使刘楚江赴上都。上元2年12月17日下，袈裟在今总持寺安置，经7年。敕杨建清久在严方的好在否？正感梦诵能禅师传法袈裟归曹溪，寻遣中使镇国大将军杨崇敬顶戴而送。传法袈裟是国之宝，卿可于能大师本寺如法安置。专遣众僧亲承宗旨者，守护勿令坠失。朕自存问。
永泰元年5月7日下，上元2年761到765，永泰元年是不足7年的。从别传序列的次第来说，不应该是上元2年，因为干元2年759，这是肃宗与代宗时代的事。虽年代与有关人名各本小有出入，而到底可以看作事实。别传作于781年，离传法袈裟的迎请与送还不过20年，与本朝宫廷有关的事迹，到底是不能凭空捏造的。依此，神会说其袈裟今建在韶州，不能说不是事实。远在5000里外的韶州，总不能因神会这么一说，就预备一件，等国王来迎请。坐骑诚心，慧能与神秀坐骑诚心，而独得弘忍的赋予依法，这是出于《坛经》的，是慧能自己叙述的。这一部分，近人怀疑的不少。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没有说，神会宣称慧能得5族的依法，也没有说到坐骑。这部分文字有贬义北宗神秀的意味，所以或推论为这是受神会平南北宗的影响，为神会门下所作。神秀与慧能的坐骑诚心，是否《坛经》就有的部分是值得研究的。神会宣扬慧能的顿教，不是以《坛经》为教材的。《坛经》是曹溪门下所传的手写秘本，传到菏泽门下手中，《坛经》已有过南方宗旨的天容。菏泽门下利用其手写的秘传的特性，更增饰而成为传宗的依约，如下章说。从《坛经》这一流传演变来说，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是依据神会语录的，没有神会批评神秀门下，而也没有说到这只能说神会及神会门下，起初还没有见到《坛经》，不能说那时的《坛经》还没有坐骑的部分。龙朔元年661，神秀与慧能同在弘忍会下。那一年，弘忍有传法的意图，神秀与慧能都就在这一年走了。弘忍要学众，逆来自成，当理与法与《坛经》说相近，所以诚心复法，我们没有理由来否认这回事。当时有没有坐骑诚心的可能呢？记是印度文学形式之一，通称为记颂，而时有好多类。在经典的传译中，5言、7言、4言，也偶有6言的记颂，到唐代已有600年的历史了。唐代新文学诗的日渐隆盛，中国佛教的应用记颂也就受影响而盛行起来。早在鸠摩罗什与慧远，西元5世纪初的时代，已用记来表达心境了，如《高僧传》卷6，慧远传大正50359下说：本端敬鹤从，其灭有无记，亦为摄动静，成此颓山势。或想更相成，处理自身志。因缘虽无主，开途非一事。时无物宗将，谁将握玄器？来问上悠悠，相与其目碎。禅者是直观的，与艺术者的意境相近。
所以禅者的文学不是说理的、条理严密的散文，多数表现为诗记的形式。慧可早就是乍脱淫谣，达相居士书就是7言10句的寄颂，大正50552上中。在敦煌本的坛经中发现说话部分而含有寄颂一类的句子，可以举证的略有3则。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第一。无住无去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大正48340上。解义离生灭者尽生灭起，原作去如水有波浪，即是于三界。离尽无生灭如水涌，原作成长流，即名到彼岸，故名波罗蜜，大正48340上。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愚痴佛众生，智慧众生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大正48344下。一是脱落了2个字的7言4句记。坛经举此4句，而又一一的解说，有引用成语的意味。在坛经的别本及坛语中，都是7言4句。2是5言8句，是完整的寄颂体。3敦煌本没有记约字样，而书写者却写成每行2句的寄颂形式。在智原本中，这不是记。此外，如无相忏悔的前面后面及经念，念念不被愚迷染等，也是记。这可以看出坛经的说者慧能在说话中杂有可以讽诵的寄颂，这对于不识字的禅师是非常适合的。总之，这类偈子是没有必要去设想为后起的。关于神秀坐骑部分，虽说是慧能所说，但由学人记录下来，总不免多少有失原意，一切都是这样，并不限于坐骑部分。然大体说来，敦煌本的叙述并没有严重侮辱的意味，如大正48337中下说，门人的五祖处分，却来个至自防，地相谓言，我等不须诚心，用意作记，将成和尚。神秀上座是教授师，秀上座得法后自可依，原作于止，请不用作。诸人其心，竟不敢承记。上座神秀思维，诸人不诚心记，原我为教授师。我若不诚心记，五祖如何的见我心中见解深浅？我将心记上五祖诚意，求法极善，原作极善求法，密祖不善，却同凡心，夺其圣位。若不诚心，中原作修不得法。良久思维，甚难甚难，甚难甚难。业至3根，不令人见，遂向南廊下中间壁上题作诚心记，欲求于法。记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神秀上座题此记毕，归房卧，并无人见。大师遂唤门人进来，焚香祭前。人众入见，皆生敬心。汝等敬诵此记者，方得见性，原作性。
依此修行，即不堕落。门人敬诵，皆生净心，患言善哉。五祖遂唤秀上坐于堂内，问原作门是汝作记否？若是汝作，应得我法。秀上座言：罪过。时是神秀座，不敢求祖，愿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慧识大义否？五祖原作贺曰：汝作此记，见即来到，只到门前，尚未得入。凡夫依此修行，即不堕落。作此见解，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须入的门，见自本性。汝且去1、2日来思维，更作一记来成无。若入的门，见自本性，当复汝依法。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这部分文句并没有严重的贬毁意义。文意是大家都仰望着神秀，神秀在当时教授师的地位是不能不作记的。神秀以为如不作记，五祖就不知自己见解的浅深。神秀是有意求法，却无意求祖，所以说求法即善，密祖不善。求法是印证自己的见解浅深，求授予更深的法门，而求祖却是庄严的神圣责任，多少有点权威名望的功利意味。所以，如为了求法，应该作记；为了求祖，那是不应该的。做还是不做，是神秀的犹豫所在，所以说甚难甚难。当理与法的求法，代代相承的护法，这是神秀所能明了分别的。坛经的记录者多少有点淆混不清。神秀所作记与神秀思想是吻合的。身是菩提树与大乘无生方便门的心色距离，即无一物是大菩提树，大乘五方便的生寂则是菩提树相合。心如明镜台也与大乘五方便的净心体犹如明镜，从无始以来虽现万象，不曾染着相合。神秀五方便的总章佛体也名离念门，主要是依大乘起信论的着重离念，所以有时时勤拂拭的加行化。弘忍对于这首记要人焚香读诵也是相当推重的，而神秀却说不敢求祖，只求五祖的开示。章说大空禅师碑说弘忍曾命之喜足，引之并作，是父主的表示，而神秀却替辞而去，去了还一度前为白衣，要将佛法付给神秀而终止，应有当时的实际原因。我以为，除慧能记忆的深彻而外，主要为神秀没有担当祖位的自信。求法即善，密祖不善，与章说神秀门下的传说没有太大的矛盾。总之，敦煌本、坛经这部分的文句，即使记录者略有增损，但还没有过分贬黜的敌视意味。慧心本以下对神秀做恶意的形容，那是南岳、清源门下后代禅者的事了。第三节南归与出家，大禹领夺法，慧能在黄梅的法当夜就走了。过长江，
到九江驿，然后直回岭南。东山门下知道依法赋予慧能，有些人就向南追来，其中有名慧明的，一直到大庾岭上追到了慧能。慧明曾任四品将军，有军人的气质。当时慧能就将衣给慧明，慧明是远来求法，不要其衣。是的，传衣是表征了传法，但有衣并不就有法。慧明要的是法，慧能便为慧明说法，说法的内容古说不明，后来才传说为不思善，不思恶，正与魔识，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慧能就要他向北去化人，慧能这才平安地回到岭南。大庾岭夺法一目，坛经以外，神会语录、石井本、历代法宝记、曹溪别传都有记录。慧明后来住元州的蒙山，今江西新玉县。别传作蒙山，历代法宝记作象山，都是蒙山的额写。历代法宝记说慧明的弟子也还是看尽的，似乎没有能摆脱东山的一般传统。慧明本是弘忍弟子，因为夺法听慧能说法而作为慧能弟子，一向没有一说。但存心否定坛经为六祖说的学者，找到了一位湖州佛川慧明，以为蒙山慧明根本是虚造的，只是影射佛川慧明而故意造出来的。佛川慧明，宋僧传卷26有传，大正50876上下。清咒唐湖州佛川四顾大师塔明并序全唐文卷917说，俗姓陈氏，陈氏受禅，四代祖众文有左命勋，封丹阳公。祖某，双溪，古熟2县宰。父某，兰阳，阳，应谓林，字的误写，人也。佛川慧明的四代祖，当陈氏，霸先，受禅时有过功勋而被封丹阳公，姓陈，但不是帝裔。而蒙山慧明，姓陈氏，鄱阳人也。本陈宣帝之孙，国王散位边芒以，宋僧传，二人的先世不同。蒙山慧明是鄱阳人，今江西鄱阳县，住于江西的元州。佛川慧明是兰陵人，今江苏武进县，住在浙江的湖州，这是分明不同的二人。佛川慧明卒于建中元年780年84，慧能去世时713，还只17岁，不可能是慧能的弟子。清咒的碑文说，降级菩提达摩，既传心要，有7祖焉。第6祖曹溪能公，能公传方言策公，乃永嘉觉、何泽慧之同学也。方言即佛川大师也。碑以方言策为佛川大师，显然是传写的错误。据宋僧传及碑文，都说佛川慧明是从方言策公而顿明心地的。方言策及婺州玄策是慧能弟子，所以碑文有托文，应谓方言即佛川之师也，或方言即佛川大师之师也。神会语录成立于神会生前，
卒于762，历代法宝记，作于775请。坛经有关慧明真法部分，比语录更简要，成立更早。慧明夺法的传说绝不是后期的。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以为佛川慧明生前神会语录，就影射佛川慧明造出慧明夺法的故事。然神会为慧能的祖位而努力，佛川慧明有什么不利于南宗慧能呢？佛川慧明是慧能的再传，神会的后辈，神会有什么必要影射一位后辈，诬说他与慧能争法呢？其实这不是神会影射佛川慧明而伪造夺法说，而是存心要否定坛经为慧能所说，不能不将为具、法海、慧明等一起否认而引起的幻想呢？5年法难，3年、5年悟弘此法，慧能曾有一期的疑顿，是坛经以来一致的。原本是5、3年，为了符合弘忍675入灭，慧能667出家的继承不断的理想，才形成16年隐顿说。这5、3年、662、666中，慧能回到了岭南，到底有什么障碍？坛经、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都没有说明。别传序146484才这样说：能大师归南略夷路之俄，到曹溪，犹被人寻逐，便于广州四会、淮吉2县界避难。经于5年，在列师中。此后，坛经、慧心本、祖堂集等大抵采用别传所说，然详情也不大明白。弘忍复法时曾说，自古传法，气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禅者传法有真，弘法还有难，这并不是夸张虚构的。复法传一表示传法，真一实际是真法，如是，当你与法得法的人多，当然皆大欢喜，不会引起严重的纷争。但一代一人的副主制，或继承一个寺院，在名位心未尽的，就不免引起纷争。复法而有争执，早在神秀门下传说开来，如传法宝记说，门人之四祖将化毕，遂坛纠风起，珍惜法寺。即问将传复，幸愧然久之曰，弘忍差可耳。大家争论而希望继承祖位，正是一代一人的继承。道信虽说弘忍差可耳，而部分弟子未必完全同意。道宣续僧传道信传说，生来副主不少，大正50606中就是分头并弘者的传说。道信在破头山建寺，经常500余众。而弘忍却在东面的平木山另建寺院，这可能是原住僧众部分不接受领导，而不得不独自创建吧。以慧能的年龄及身份，24岁的在家行者，如公开复法，想不争不害，怕是不可能的。禅师而弘法有难，如高僧传卷2佛陀跋陀罗传，被长安的僧众所驱并而到庐山，大正50335上。卷17玄高传觉贤的弟子玄高，
在麦积山率众修禅。有人向河南王世子曼禅构玄高，云续具途众，将为国灾，乃并高往河北，大正50397中。续僧传所说的更多，如卷16，僧可、会可、传、天平之初534时有道恒禅师，先有定学，王宗腋下，徒履千计。恒遂生恨谤恼于可，或求俗腐，非礼图害，出无遗恨。己其至死，恒众庆快，大正50552上。卷17，会思传，众杂经粗，是非有起。愿即正读，读所不伤，亦道心谋，谋不为害。以其五平之初570，被此松阳，领途南游，大正50563上。卷4的那提三藏，为及记者3次毒害，大正50459上，道宣为之慨叹不已。菩提达摩传禅也，多生讥谤，或说为人毒害，传法宝记。弘法，特别是弘禅禅法，超越时流，是最容易受讥谤、受污控、受毒害、受祛病的。慧能以前诸祖及慧能门下的神会所遇的法难都很重，这可见一种独到的法门的宏开是太不容易了。慧能受法而有真有难的传说，应有事实的成分。出家与受戒，慧能过了5年顿积于劳苦的生活，终于因缘成熟而出家了。一法塔记及略叙说，那年的正月初8日，慧能到了广州的法性寺。法性寺就是宋代以来的智止寺，近代的光孝寺。印宗正在讲涅盘经，慧能在坐下参听，因论风帆语，而与宗法师说无上道。印宗非常新奇，问起来才知东山大法流传岭南的就是这一位。于是非常的庆幸，在正月15日普及四众，由印宗亲为慧能落法。2月初8日，以西京的智光律师为受戒师，取编第5师受具的律制，为慧能受具足戒。这一年，略叙等说是仪凤元年丙子。这是符合弘忍入灭、慧能出家开法的先后衔接而来的。其实那年是甘丰2年667，慧能30岁。受戒后，就在法性寺开单传宗旨，普利群生。顿黄本、坛经、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的慧能传部分，没有说到在法性寺出家。在法性寺听经，为印宗所发现、所赞扬，因缘成熟而出家受戒，为当时极普遍的传说。至于出家年岁的不符，那只是传说的不合而已。慧能在广州出家说法，从顿黄本、少广2州行化40余年来说，可说相符。曾在广州行化，应只在法性寺出家说法而言。传说中的慧能出家受戒的年月，出于一法塔记，这是着重于慧能与法性寺戒坛的关系。如该记《全唐文卷912》说，习宋朝求那跋陀罗三藏见资戒坛，欲称曰：
后当有肉身菩萨受戒于此。天监2年，又有梵僧制药3藏，航海而至，自西竹池来菩提树一株，植于戒坛前，立碑云：吾过后160年，当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眼上尘，度无量人。略序1，一法塔记对宝林寺与慧能的关系记述得更详，认为宝林寺也是制药3藏创开的，并预言说，可于此见一犯杀，170年后，当有无上法宝于此演化。别传承受制药3藏创开宝林寺的传说，而对法性寺的戒坛改正为求那跋摩所见，菩提树是真谛3藏持来的。别传更着重于宝林寺与唐帝释的关系，寺中所藏6祖袈裟的事。一法塔记重于慧能的出家受戒，源于广州法性寺的传说。别传重于宝林寺，可说是宝林寺方面的传说。这些传说在王维、能禅师碑时代都已存在。曹溪顿禅由神会而震动中原、江西、湖南、江东也大大的开展。在慧能顿教的开展中，不应忽略了岭南、广州、韶州慧能所住所化地区的余风。第4节行化40余年，从广州到韶州，慧能在广、韶2州行化40多年，667、713。禅者的生活是平淡的、安定的，所以传述下来的事迹并不太多。弘化而有记录可考的，有广州法性寺、韶州城内的大梵寺，当然还有曹溪的宝林寺。略序说，慧能受戒后，就在法性寺的菩提树下开单传宗旨。别传作4月8日。略序4年春，慧能去曹溪山的宝林寺，印宗法师与资白诵者1000余人。曹溪属韶州，与广州相去700多里。慧能的印宗的赞扬，受到广州方面资素的崇敬。依佛教常例，不能凭慧能自己的意见或广州方面的拥护，而到曹溪宝林寺成为宝林寺的主导者。别传说，慧能没有去黄梅时，曾经在曹溪小住。从黄梅回来，又到过曹溪。略序说，归宝林也有到过曹溪的意思。从广州经大庾岭而到黄梅，一定要经过韶州。慧能在往来时，可能在曹溪小住，有多少相识的人？过去虽犹为恶人所逐，不能安定地住下来。现在出了家，受了具足戒，在广州受到资素的崇敬，曹溪僧众也就表示欢迎了。这应该是慧能回曹溪的原因。谈经但说慧能住曹溪山，没有说到寺院的名称。略序与别传明说是梁天监年间开山的，故宝林寺。略序说，师由境内山川胜处，折弃址，遂成兰若13所。今约华果院，立即4门。慧能住在曹溪山，并不定住在宝林寺，住过的地方就成立多少别院。
依中国佛教一般情形来判断，名山大寺都有主体的大寺，此外有许多茅棚、别院属大寺所管辖。略序的立即寺门就是属于宝林寺的意思。慧能所著的故宝林寺，如别传序146486说，佑神龙3年11月18日，是下韶州百姓可修大师中心寺佛殿及大师经房，赐额为法泉寺。中宗神龙元年705 2月复位，敕于天下诸州立，或改名为中心寺。道3年707 11月，称为中心寺的古宝林寺，又赐名而改为法泉寺，这是佛教向来的传说。然唐书方记传说，慧能住韶州广果寺。又唐宋之问有，自衡阳至韶州业能禅师由韶州广界，或作果寺师。日僧元贞853、858从唐请去经籍的《至正大师将来录》中有大唐韶州广果寺悟佛之见能禅师碑文。这么看来，慧能却是住在广果寺的。然佛教所传的宝林寺改名法泉寺，并没有错。唐大和尚东征传是鉴真东渡日本的行程实录。天宝7年出发，没有成功，却飘到了南海，这才经广州、韶州而回到扬州。经过韶州的情形，如传大正5199一下说，乘江700里，至韶州禅居寺，留住3日。韶州官人又引入法泉寺，乃是则天为慧能禅师造寺也，禅师影像今健在。后移驻开元寺，是岁天宝9改也。后由灵鹫寺、广果寺、登坛受戒，至真昌县，过大余岭。天宝9年750，鉴真在韶州经历的寺院，法泉寺是则天为慧能造的，与别传所说相合。法泉寺以外，别有广果寺。可见慧能的住处是不止一处的。略序的兰若13所，应有事实的根据。慧能在曹溪住的寺院不一定，所以坛经等只泛说曹溪山。法泉寺与广果寺是规模大而居住时间多的两寺吧。慧能到韶州大梵寺说法，是坛经所铭记的。刺史韦巨等到曹溪宝林寺里请慧能出山，在城内的大梵寺说法，听众1000余人，是当时的盛会。慧能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受无相戒，记录下来，就是坛经的主体部分。虽经过不少增损，但慧能顿教的内容、特色及其渊源，仍可依此而有所了解。韦巨是当时的韶州刺史，传记不明。州刺史一类的官吏，在国史上没有记录的，本来很多。但否定坛经为慧能说的学者，韦巨当然也与法海、慧明等同一命运，而被认为没有这个人了。韦巨为慧能造碑，是坛经所说。神会语录作殿内陈韦巨，历代法宝记作太常寺陈韦巨，
别传作殿中侍御史为具。同说为具立碑，而为具的官职不同，可见这不是辗转抄录，而是同一传说的传说不同。张九龄，曲江人，传故韶州司马为辅军墓志铭，说为司马，名字不详，在郡数载，卒于官舍，开元6年冬12月葬于故乡少陵，全唐文卷293。这极可能就是为具。开元7年719葬为司马在郡的时间，正是慧能的晚年及灭后。唐代官制，每州立刺史，而司马为刺史的左二。为具任司马，或曾设刺史，谈经就称之为刺史吧。德音远播，慧能40多年的禅的弘化，引起了深远的影响。弟子们的旦夕请益，对顿教的未来开展给予决定性的影响，而外更影响到社会，影响到皇室。虽然辟处蛮荒，但影响也可说无远勿届了。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并序，全唐文卷327说：继而道德遍赋，名声普闻。全管会服之人，去胜历劫，图身川尔之国，航海穷年。皆愿视目于龙象之姿，望身于金泥之口。骈立于门外，夫坐于床前。故能5天重击，百越击首。修舌雄辉，独视之气消。跳书弯弓，猜汉之风变。田于西坝，鼓震之飞。多绝新山，笑丧门之石。西气古往，习稻田之一。这虽今文人辞藻的论事，但到底表示了慧能的德化，不但百越、浙东、闽、粤、越南等氏族，连印度、南洋群岛都有远来礼敬请益的。慧能弟子中有西天竺窟多三藏，就是一项实例。佛道的影响使猜疑、凶悍、残杀、凶毒的蛮粉都批变而倾向于和平仁慈的生活。慧能弘化于岭南，对边区文化的启迪、海国远人的项目都有所贡献。所以王维称誉为石柱皇王之化。慧能在岭南弘化，竟引起了中原皇室的尊重。能禅师碑铭并序又这样说：九重岩响，万里驰骋。思不法以奉迎，愿插手而作礼。则天太后、孝和皇帝并敕书劝谕，征赴京城。禅师子木之心，敢望凤阙，远公之足，不过虎溪。故以此词，进步奉诏。遂送百纳袈裟及钱帛等供养。王维所传述的其后历代法宝记、曹溪别传都有所叙述。虽然年月参差，莫衷一是，而对皇室礼请及供养的事实，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历代法宝记说，长寿元年2月20日，是使天官郎中张昌祺往韶州曹溪，请能禅师，能禅师托病不去。到万岁通天元年，再请能禅师，能禅师还是不去，所以请袈裟入内道场供养，请袈裟是虚伪不实的。
则天至景隆元年11月，又使内侍将军薛简至曹溪能禅师所，将摩那袈裟一领及卷500匹，充汝药供养。大正51184上中，长寿元年693，万岁通天2年697，神秀等还没有入京，就先请慧能，似乎不可能。何况还杂有引请枷缩的虚伪传说。而景隆元年707，则天佑早已去世了。别传以为神隆元年正月15日，高宗大帝诏敕遣中使薛简迎请，续146485。神隆元年705正月，则天让位，2月复国号魏唐，这绝不是高宗大帝时代的事。依王维能禅师碑，可见当时所传则天与中宗、孝和皇帝都有征兆的传说，这可能就是历代法宝记、长寿元年及景隆元年再度征召6祖的意思。年月的传说纷乱，难以定论。别传所传的迎请诏、慧能辞疾表、敕赐摩那袈裟等文字，都有过润饰的痕迹。然传说中的事实，王维碑明白说道，是不能看作虚构的。依碑文集《历代法宝记》说，极可能为则天晚年长安年间曾征召慧能。到中宗景隆元年11月，派薛简再请。别传所传神隆3年11月18日、9月改元景隆元年，照修宝林寺等4属同一时间的事。别传有一独自的传说，神隆3年11月18日，是韶州百姓修中兴寺，赐额为法泉寺。慧能新州的故宅，建为国恩寺，续146486。唐大和尚东征传说，韶州官人又引入法泉寺，乃是则天为慧能禅师造寺也。大正5199以下。鉴真和尚在天宝9年750经过韶州，证实了法泉寺与唐氏有关。则天崇信佛道，中宗、睿宗都仰替母后的德意而信佛护法。次而法泉寺即使则天已经去世，而民间传为则天所造，也还是合于情理的。总之，皇室的礼请慧能、敕建寺院、致颂供养，都是事实，而传说的年月纷乱是很难决定的。第5节入灭前后、末后的教戒。传为慧能所说的，除大梵寺说法、弟子的问答机缘外，都是晚年的末后说法。一、坛经所传有3部分：一为10弟子说，如大正48343中说，无教汝说法，不失本宗。举3科法门，动用36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语境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应，就近2法尽除，更无去处。这是只是为人说法的方便。3科法门，即因、戒、入。在戒法门中，说明自性含万法，18戒，自性起18邪，起18正，与性起说相通。
36对，分外境无情的5对，语言法相的12对，自性起用的19对，这是经中所没有的分类法。这3大类大概是依器界、有情，如凡圣、僧俗、老小等法及隐取3世间而立的。36对法解用通一切经，一切不离文字，也就是一切无非相依相因的对待法。所以出与境双，出外于相离相，入内于空离空，出没即离两边，而能不失本宗。3科即36对中的有味无味，有色无色，有香无香，有漏无漏，与阿毗达摩的自相3科共相对法有关。这是以当时论师的法相为对象，扩大分类而引归自宗的。禅师们好简成性，3科36对，大概也嫌他名数纷繁，这所以一向少人注意。2. 先天2年713 7月8日，那时还是延和元年，到8月才改为先天的，未能与大众化别。大众都涕泪悲泣，未能为大众说真假动静寂，直指离假即真，动上有不动。众僧既闻，识大师意，更不敢正，依法修行，一时礼拜，即知大师不久住世。告别到这已圆满了。在告别而大众悲泣中，有一段话，大正48343下说：唯有神会，不动亦不悲泣。六祖言，神会小僧，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愚者不得，数年山中更修何道？慧能对大众而独赞神会，应该是菏泽门下坛经传宗时所附议。接着上座法海启问，大师去后，依法当复何人？在本章论传法时，说到法海对于复法是当理与法的是十弟子分头并弘的。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这就是复主。而现在再问，依法当复何人，显然是前后矛盾。在这一问答中，说到复法，大正48344上是法即复了，汝不须问。吾灭后20余年，且法缭乱，或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生命，定佛教是非，树立宗旨，即是我正法。这明显是暗示神会于开元20年732请在华台大云寺召开定南宗宗旨大会的事。神会语录作我灭度后40年外。坛经大成4本作有南洋人出来即是无法弘于河洛，此教大行，更明显的暗示神会在洛阳提倡南宗，这分明是菏泽门下所附议的。说到传一，坛经大正48344上说：一不合传，汝不信，吾与宋先代五祖传一复法颂。若据第一祖达摩颂义，即不合传一。听吾与汝颂，颂曰：第一祖达摩和尚颂曰：吾来大唐国，传法救迷情。一花开5叶，结果自然成。敦煌本历续6代祖师复法颂，末了还有能大师的2颂。坛经
的别本，缺2、3、4、5组诵及末了的能大师2诵。这更近于坛经、古义、敦煌本的增广，连文字也重复不顺。坛经原意可能仅有达摩颂，是用来证明一不合传的，其他是神会门下为了坛经传宗而附入的。达摩颂说无来大唐国，这分明是唐人所作，后来有人发现了问题，才改为吾本来兹土。午夜就是午市。神会在洛阳请太尉房棍作6页图序，宋僧传神会传。李邕作大照禅师塔名，说今7页矣，全唐文卷280。大家还要一页一页的传下去。本颂只说5页，相信是曹溪门下分头并弘者所作。到了弘忍，佛道隆盛，从此百十皆成，不用再一代一人的传承了。这一颂被解说为从初祖传2祖，一直到5祖传6祖，5传儿一不合传的明证。这是坛经引达摩颂的原意，而菏泽门下引申为护法传依记，增为6代护法颂，以证明传宗的可信。到慧能儿一不合传，坛经原意为佛道隆盛，分头弘化，一指一见，所以不用再传一了。而菏泽及门下的意思却并不如此。神会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93说，因此袈裟南北僧俗及甚纷纭，常有刀棒相向。贾素传扬州华林寺大悲灵坦禅师碑名并序，全唐文卷731说，及曹溪将老，神会曰：一所以传信也，信苟在，一何有焉？他日请密于师之塔庙，以习心境。传一咒誓遂绝。归峰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序14277说，元达摩玄记6代后命如玄思，遂不将法医出山。菏泽与菏泽门下都以避免正直为不传一的理由，这是与坛经的旧传不合的。菏泽下与坛经的旧传不合，可见传一的传说是曹溪门下的旧说，而不是神会个人伪造的。3. 慧能是8月3日入灭的。那天时候，慧能又与大众话别。法海问起，此顿教法传授，从上以来，至今几代？这才有七佛来40世的叙述。这是继6代传法记的意趣而扩展的。这一组统说是菏泽门下所立，菏泽神会还只说东西13代与6代传法记相结合，为坛经传宗的重要部分。法海又启请大师留什么法令后代人见信。慧能更说见真佛解脱颂，自信真佛解脱颂。然后要门人莫作事情哭泣，而受人调问浅薄者效依，这都符合律制。最后的教戒大正48345上是，如无在日一种，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
界，无去无来，魔事无非，无助无往，但能原作然寂静，即是大道。入灭。先天2年713 8月3日夜3更，慧能俨然迁化了，端身不散，如入禅定。这几天曹溪有异香氤氲，山崩地动，林木变白，日月无光，风云失色等异征。王维能禅师碑、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曹溪别传都传说相近。早在先天元年，其实是延和元年，慧能命人于新州国恩寺造塔。传说中的禅者因其性极强，道性将入灭，命弟子弘忍造塔，是道宣续僧传所说。传法宝记，弟子没有名字，历代法宝记，弟子元一，都有命弟子造塔的记录。道弘忍也命弟子玄泽等起塔，见人家师资记，历代法宝记。道慧能也在故乡新州的龙山国恩寺建塔，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2下说，至景云2年，命弟子立坎，令新州龙山造塔。至先天元年，问塔成否？答：成。其年9月，从曹溪僧立坎、智海等问和尚，以后谁人得法成后，传信袈裟。此说与神会语录大同，为语录为玄楷，而造塔为立楷智本2人。这一段与敦煌本《坛经》相同，为年月参差，这就是传说不同。弘忍造塔没有半个月就完成了，后来就全身不散地葬在塔中，塔只是塔龛，不可拟想为大塔。智海等问和尚与法海问相同，可见传说中的智海与法海实为一人。慧能在新州造塔，据别传，慧能于延和元年712归新州国恩寺，到先天2年8月入灭，约有1年时间。慧能住在国恩寺，是在新州国恩寺入灭的。入灭后，新州国恩寺与韶州法泉寺、宝林寺曾有一番辩论，结果慧能的遗体从新州迎回曹溪安葬，那是11月13日。慧能的塔院由弟子令涛管理，从上传来的袈裟也留在塔院供养。塔院并非本寺，而是附属于本寺的别院。弟子的到处弘化。慧能卒后100年，柳宗元传四世大建禅师碑铭就说，凡言禅皆本曹溪。曹溪禅的发达成就，晚唐以来一般都重于洪州石头。洪州石头成为晚唐来的禅宗主流，但曹溪禅风的发展到龙盖教界，绝不只是洪州石头门下的功绩。近人胡适之从敦煌出土的有关神会的遗著而说，凡言禅皆本曹溪，其实是皆本于菏泽、神会及九陵。又有对于南宗的发展，特重江南般若系统，偏重于江东佛教的影响。这些片面的、过分的偏重，都是不能正确了解曹溪禅开展之全貌的。
从曹溪门下的各方面开展去看，大体可分岭南、江南、中原三区，是从此略窥曹溪禅开展的一般。以岭南、慧能弟子的分头开展，大体上都向故乡广义的去的。慧能在广韶行化40余年，在慧能入灭后，岭南方面的弟子多数留在广韶、岭南区域，这是当然的事实。佛教的史传对边区一向是疏略不备。岭南方面弟子的默默无闻，绝不是从此衰落不堪。确认岭南方面弟子的继续发展，在坛经与禅宗史的研究中，为一必要的前提。慧能在日、韶州学众，经常有1000余人。晚年受皇室的尊敬，敕修寺院。肃宗时又引请传法袈裟到宫内供养，这对于慧能由化区的佛教是莫大的鼓舞。元和10年815，宪宗赐6祖侍卫大鉴禅师。柳宗元赐谥大鉴禅师碑，大正48363中说。元和10年10月13日下，尚书祠部福道都府、公命部立冀州司公院告于其祠。翻盖钟鼓，增山引鼓，万人贤会，若闻鬼神。其实学者1000有余人，莫不心勇奋力，如师附身。到那时，曹溪山还是千百众的道场。岭南方面因不乏杰出的师僧，不能因传记疏略不备而漠视或否认其真实存在的。坛经的10弟子只是晚年随侍在侧的，而且是曹溪法全寺的弟子。一、传灯录卷5，至诚、法达、至常、神会、至彻都是外来的。为韶州法海、广州智道，是岭南人，一直在广韶一带行化。此外，曹溪令涛及守护一塔的行涛，广州无头陀、罗浮山定真、广州清苑法真，或疑为10弟子中的法真，都是10弟子以外的。坛经的原始部分是法海或作智海所记所集，为手写密本而辗转传授。其传承敦煌本位法海同学道济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兴一位全字草书的误写4见经传授此法。慧心本作法海智道彼岸悟真圆慧。坛经是曹溪山僧传出来的，原始部分经一番补充而成南方宗旨，传入中原，流到菏泽门下，演变为坛经传宗。坛经的记录传出，为慧能门下曹溪山僧对禅宗的重要贡献。景目慧能称之为身佛、肉身菩萨，所说为坛经的正是岭南的僧俗。从充满信仰的热忱中传说出慧能及身后的事迹。关于出家受戒的，是广州法性寺所传。慧能与曹溪的关系，在曹溪的修建受皇室尊敬供养，是建寺院、迎请袈裟，这都是曹溪的光荣，而经常传于人口的。
这些流入大江南北，为何则门下所接受的，如《一法塔记》、略序、曹溪大师别传。这些传说稍后为江南、洪州门下所承受而改编的是《宝林传》。《宝林传》叙述从佛一代一代的28祖，又传到东土6祖曹溪宝林寺慧能。这些传说部分过于传说性，不免冲淡了史实性。然而传说对宗教来说，正是感召人心、宗教活力的源泉之一。渊源于慧能旧日游化区的传说，从禅宗的发展来说，影响力的巨大是难以想象的。2. 中原，这是以当时的政教中心经络为中心，而向南北延伸。在禅宗的开展中，东山下的法如在嵩山，神秀在当阳开法，引起则天的征兆。以神秀为首的弘忍弟子纷纷入经络，而经络成为北宗的化区。禅者诚然是地却不异山林，然在一般来说，弘化经络不免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而多少沾有贵族的气息。曹溪禅本富于平民的劳动者的特色，但在发展中，经络的中原也还是教化的重点之一。神会在南阳时代就开始了定慧不二、顿禅的阐扬。开元20年732，在华台召开论定宗旨的大会。天宝4年745，神会入东京洛阳。神会采取了敌前挺进的姿态，抨击北宗，不免引起了北宗的反击。以《坛经》一再告诫的无正的曹溪禅风来说，神会的敌对态度是不足取的。然而顿禅在经络的迅速生根而发扬起来，不能不说是神会的熏机。胡适整理了这方面的资料，使当时南北相抗的局面明确地显示出来。然如以为曹溪禅在中原的流行开始于神会，一切功德归于神会，那就未必然了。司空山本纪，天宝3年744 12月，应召入京，为慧能门下第一人。本纪入京，比神会到洛阳还早1年呢。在神会受皇室尊敬时节，传说为慧能的另一弟子南阳慧忠，又于上元2年761，应肃宗的礼请而入西京、长安。此外，在北方弘禅而与神会同时的，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6上说，天宝年间，忽闻范阳道次山有名和尚，东京有神会和尚，太原有自在和尚，并是第6祖师弟子，说顿教法。吴著于天宝8年749出家受戒。听说6祖的3位弟子弘顿教法，还是出家以前746、7年间的事。当时今河北省的范阳、山西省的太原、传灯录、作、并州自在，都有曹溪弟子弘开顿教的踪迹。更早些，慧能弟子进藏、传灯录、作、嵩山寻味藏字的误写，于慧能入灭713后，就来嵩山的会善寺。天宝5年746去世，如嵩山、
会善寺，故大德净藏禅师深塔名全唐文卷997所说。而慧能弟子小了，也在扁担山红产曹溪禅，如北宗弟子呼雷成作小了禅师塔名全唐文卷913说，师住扁担山，法号小了，六祖之嫡嗣也。师的无心之心，了魔相之相。师自得无之无，不无于无也。无今以有之有，不有于有也。师住世西曹溪明，师寂灭西法周清。师谈无说西还语音，师是迷途西了一程。扁担山色垂姿色，空谷犹留小了名。呼雷成以为小了的无心之心，了魔相之相。小了时的无之无，不无于无，而自以是以有之有，不有于有。虽意味未实质相同，而明显地表达了曹溪禅与北宗的区别。小了传曹溪禅入中原，时间不详，约与神会同时。3. 江南泛指五岭以北、长江以南一带。江西、湖南为中心，是慧能弟子中南岳、清源的主要化区，还有现今的福建、浙江及安徽、江苏的南部。对禅宗的发展来说，这是最主要的一区。经有传记可考的弟子清源行思740去世，得法后就回本州，住清源山的净居寺。弟子有石头西迁700、790，大大的在湖南发扬起来。又弟子南岳怀让景云2年711，离慧能到南岳去，天宝3年744去世。传有入世的弟子6人，其中道俊住扬州大明寺，神照在潮州，而道1709、788晚住江西的洪州，今南昌县。道义与西迁的弘扬，人才济济，曹溪禅达到非常隆盛的境地，不是神会门下所可及了。慧能弟子而在东南的是永嘉玄觉、婺州玄策，还有事迹不明的会稽秦望山单县禅师一心，今江苏武进县孙菩萨。永嘉即今浙江的永嘉县。天台学盛行于浙东，玄觉如永嘉集也受到天台的影响，传说与天台左西玄朗为同门。永嘉集第9有玄朗昭觉山居的书，玄觉的附有人书，并不同意玄朗的见地。传灯录说玄觉的左西玄朗的激发，才往韶州参慧能，不如祖堂集及宋僧传所传的玄策的激发，而同往曹溪未妥。玄觉的参访曹溪，留下一宿觉的禅门佳话。玄觉回来住永嘉开元寺，于先天2年713就去世了，对东南的佛教投下了重大的影响。李邕678-747为玄觉撰碑，婺州玄策或作智策、神策、大策、策或写作容，与玄觉未有。湖州佛川四顾大师塔名并序，称之为方言策公。玄策晚年却归金华及婺州，
大开法席。玄策的弟子佛川慧明697-780就在湖州浙西，被称誉为南宗传教菩萨。玄觉与玄策都在浙东天台宗的化区，而六朝故都金陵为中心的一向盛行三论宗的地区，在曹溪顿禅及北宗禅的光辉下激发而牛头禅大盛起来。南北对抗中的插曲，曹溪与玉泉的禅风为一世时的南北对立，引发对立而明朗化的神会是重要的一人。在南北对立中，神会传说了有关慧能，而实为贬义北宗的三世道首、摩碑、道一。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89说，开元2年中3月内，使荆州刺客张行昌诈作僧，取能和尚头，大失灵职，被害3刀，甚绪悲鸣，经磨2遍。又使门徒武平一等摩阙韶州大德悲鸣，别造文报，捐向能禅师碑。别立秀禅师为第6代陈及传袈裟所游。开元2年714为慧能灭后第2年，刺客张行昌诈作僧人，想取能和尚头，在灵职遗体上砍了3刀。这一传说，别传预言5、6年后，有人要取大师首，传灯录也这样说。而事实的发生，传灯录作开元10年，宋僧传作开元11年，别传作开元27年。原始的传说应在开元初年。刺客张行昌、别传等作张敬满，不说北宗所使，而是新罗僧的指使。张行昌在大师的灵职上砍了3刀，传灯录等也说见师仅有伤，这是一向事出有因的传说。传灯录卷5大正51236下说，门人意念取首之际，遂先以铁叶7部固护师颈，以铁叶或说铁环固护师颈，是别传、宋僧传所痛说的。原来凡生死而色身不散的一切都维持原状，唯向上筋断，不能维系头部的重量，所以头必下垂或有折断的可能。不论期或装金，必先一步缠紧7固，头才能正直如平常一样。6组的颈项以铁叶一般用7步就够了，7步缠固可能出有脱落可能。这是事实，或者不明铁叶7步护颈的原因，而有人到头的传说。在南北对抗中，容易被传说为北宗所使了。传灯录有张敬满到手事件，而在智彻问答中又说刺客张行昌在慧能生前为北宗所使来行刺，行昌挥刃者3，都磨所损，一试而化为2试，刀砍不伤，传说的更离奇了。传说就是这样的。坛经敦煌本诞说，韶州刺史为具立碑，至今供养。神会及其门下才有魔改碑文的传说，如神会语录说，至开元7年被人魔改，
别造文报捐，略除六代师资授受及传袈裟所由。其碑今在曹溪。神会语录及历代法宝记所说可补南宗定是非论的缺文。语录只说被人魔改，将六代师资传授及传袈裟事除去。虽说别造文报捐，而碑还是为巨碑，仍在曹溪与坛经说相合。这是神会的原始说，指北宗魔改碑文而说的空泛。但晚年改定的南宗定是非论却不同。归峰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序14277说，传授碑文两欲魔幻。据碑文中所叙，何则清晨复主。南宗定是非论的圣序碑文，依归峰说圣序应为传授二字的而写。一神会语录只说被魔改，被略除六代相承及传一，而南宗定是非论在经魔两变以外，又说五平一魔碑，不但除去六代相承，而别立神秀为第六代。归峰进一步说，原碑还说到何则清晨复主。魔碑的传说应是为据所立碑文，没有说到复法传一，为了避免北宗的反诘，而有北宗人魔碑别捐的话。菏泽的原始说还简单，到晚年门下的传说更具体的说是五平一魔改，但更显得不可信了。还有道一的传说，如南宗定是非论说景隆3年709，普济禅师的同学西京清禅寺广济到韶州来，夜半进六祖房，想偷传法袈裟，被慧能喝了出去。大家追问，怕有所损害，含糊了事。神会集292。圆觉经大书钞也说，法性依服，数倍前谋，那又不止一次了。慧能生前有关偷取传法袈裟的事，坛经没有说，神会语录也没有说，这是菏泽门下的传说。第6章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第1节坛经的主体部分。坛经为慧能大师所说，弟子法海所集记，这是坛经自身所表明的。过去以明藏本坛经为唯一的坛经，到了近代敦煌写本斯坦因5475号编入大正藏卷48，发现了日本的兴盛4本、大成4本等，出版了坛经的研究进入了一新的阶段。一般以敦煌本为现存各本中最古的本子。坛经以敦煌本来说，是否慧能所说呢？胡适民国19年1930出版《神会和尚遗集》，以敦煌本为最古本，主要为神会，少部分为门下所作。与景博寿1935第2禅宗史研究立场比较传统，除去坛经中的一部分，其余为慧能所说。关口真大1964禅宗思想史对与景博寿那种办法不表同意，另从传说中的金刚经口诀去研究慧能的思想，而以坛经
为代表神会的思想。柳田圣山1967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以为无相戒、般若三昧、七佛29祖说是牛头六祖会中所说鹤林法海所记的。神会晚年把它引入自宗，由门下完成，约成立于曹溪别传及宝林传之间781-801。谈经到底是否慧能所说法海所及所记，还是神会及门下所造，或部分是牛头六祖所说呢？我不想逐一批评，而愿直率地表示自己研究的结论。东山门下的开法传禅宗到了唐初，忽然隆盛起来，禅法的普遍传授，却是使达摩禅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因素。禅法传授的重大演变，如杜窟《传法宝记》说：慧可僧璨托一字理的真，行无辙迹，动无章迹，法降末运，学徒前修，致夫道性，虽则的开居，隐语力，原物作，玄象，存没有机，经宝有文，而由平生受者，堪闻大法，一而不传。即忍如大通之事，则法门大起，根基不择，其速念佛名，令静心，密来自成，当理于法。据《传法宝记》所说，弘忍以下，禅法开始为公开的、普遍的传授，这含有开宗立派的意思。这种公开的传授，当时称之为开法、开禅，或称为开元。在早期的禅学文献中，留下了明确的记录。属于北宗的，如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形状，经时续编卷6说，忍传如垂拱2年，四海标领僧众及少林精舍，请开禅法，谦退3让，9乃许焉。垂拱2年686，离弘忍的去世674，或说675，约10年。法如为弘忍弟子，是临终时侍奉在身边的一位。法如在嵩山少林寺开法，《传法宝记》也说，垂拱中都城明德会端禅师等人贤救少林，累请开法，辞不豁免。学旅日广，千里相会。但法如开法不久，永昌元年689就去世了。法如去世后，在荆州玉泉渡门兰若的神秀就起来开法接众，如《传法宝记》说，神秀然10余年间尚未传法。4. 法如禅师灭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遂开善诱，随机弘济，天下治学，莫不忘会。神秀开法传禅的盛况，也如大通禅师碑全唐文卷231说，云从龙，风从虎，大道出，贤人笃。祁阳之地，旧者成都，华阴之山，学来如是，谓云多也。升唐70，未到3000，不是过也。尔其开法大略，则专念以习想，极力以摄心，持奉人家，地位心要。神秀在玉泉开法的盛况极为明确。
宋僧传卷9一福传说，神秀禅门之节，虽有禅行的帝王众之无以加者，而未尝具图开法也。大正50760中，宋僧传说神秀没有具图开法，是与事实不符的，这大概是曹溪门下的传说。与神秀同时，而多少迟一些的，有安州玄泽。玄泽也是弘忍门下，是弘忍临终时侍奉在侧，为弘忍建塔的弟子。玄泽的开法，如《楞伽师资记序》大正851283上说，安州寿山大和尚慧泽，大唐中宗孝和皇帝景隆2年，敕诏入西京，便于东都广开禅法，尽觉当即皈依，一心成事。两京来往参进，向今时有余年。玄泽在景隆2年708受则天的礼请，尽觉就在那时皈依。从参进时有余年来说，大概720年前后，玄泽还在两京开法。净觉是《楞伽师资记》的作者，为玄泽的入室弟子。净觉继承了玄泽，也在两京开法，如净觉在开元15年727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李之非所作经序中说，净觉禅师彼在两京广开禅法，王公道俗，皈依者无数。神秀门下《楞伽师资记》列举了普济、净贤、义福、慧福4位禅师，其中普济开元27年卒739，为神秀门下最杰出的禅师。南宗定是非论说，普济禅师开法来数10余年，神会集290。宋僧传卷9一福传也说，普济始于都城传教20余载，人皆仰之。大正50760中，从法如到普济686、739，北宗禅在两京开法的盛况，可说到了极点。弘忍门下还有智深，也曾受到则天帝的礼敬，驻资州德纯寺，长安2年702去世。智深的再传弟子吴襄，人称金和尚，宝应元年762去世，驻成都净众寺。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4下185上说，吴襄禅师俗姓金，后张筹大夫请开禅法，居净权众寺，化道导众生。金和尚每年12月正月，与寺众百千万人受缘，严设道场，处高座说法。这是东山下净众寺一流。圆觉经大书抄卷3之下也说到，无著有蜀中，遇金和尚开禅，意欲其会，并说这种开禅的法会名为开元序14278，被称为南宗的慧能门下，在经络大开禅法的是神会，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83说，能禅师是的相传副主人。以下门徒道俗尽有数，应脱落10或100字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纵有一人得副主者，至今未说。一人得副主者，至今未说，就是神会自己。
在开元20年732左右，神会还没有开法。神会是天宝4年745，因兵部侍郎宋鼎的礼请而到东京、洛阳的。天宝8年749，神会在洛州菏泽寺定宗旨，但法难就来了，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序14277说，因洛阳节北宗传一之由及华台演2宗真伪与重远等持原物作诗论议会，便有难起，开法不得。神会在被贬逐753以前还不曾开法，直到安禄山作乱，郭子仪收复两京757，神会才以6祖副主人的资格大开禅门，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5中所说。东京菏泽寺神会和尚每月坐坛场，为人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坛经的原始部分，弘忍以来有公开的开法传禅，传授的方便彼此都有所不同，但有一共同的形式，那就是戒禅合一。第2章指出，道信法门的特色之一是菩萨戒与禅法的结合。第4章中曾列举南宗、北宗、净重宗、宣实宗、东山门下的开法情形，南宗与北宗明显地达到了戒、佛性本源清净与禅的合一。这是历史的事实，一代的禅风。了解一般开法的特性，就知道坛经也有这一部分大梵寺说法。这一部分现有的坛经不同本子，在次第上、文句上虽有些出入，然分析其组成部分是大体相同的。敦煌本的次第是善知识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善知识总须自体与受无相戒，一时逐慧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今既皈依自三身佛已，与善知识发四弘大愿。既发四弘是愿气，与善知识无相忏悔三世罪障。今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受无相三皈依戒。今既自皈依三宝，总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大梵寺说法部分不是一般的说法，是公开的开法传禅，是与归戒、忏悔、发愿等相结合的。明藏本说，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元说法。大正48347下，开元正是开法传禅的别名。宣实与净重宗的开法没有详细的记录流传下来，历代法宝记有经和尚开示三句的大意。神秀有大乘无生方便门，神会有坛语，慧能有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开法是不止一次的，无论是神秀、慧能、神会或其他禅师，每次开法，特别是开示法门部分，不可能每次都是一样的。
如每次同样，那就成为宣读仪轨，失去了开法的意义。大乘无生方便门现有敦煌出土的4种大同而又多少增减的本子，就是不同一次的开法，不同记录的例子、谈语，都不是神秀与神会的著作，而是一次一次的开法，由弟子一持其共通部分而记录下来的。慧能的开源说法，想来也不止一次。现存的是以大梵寺开法为主，这应该是当时最盛大的一次，由门人一持记录而成。坛经现存各本的内容，含有其他部分，而不限于大梵寺说法的。然坛经的主体部分即坛经之所以被称为坛经的，正是大梵寺说法部分，如敦煌本《坛经大正48337》上说，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40岁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说此坛经。宋代禅者的意见也正是这样。如宋道元于景德元年1004年上进的《传灯录》卷5大正51235下说，韶州刺史韦巨请于大梵寺转妙法轮，并受无相心地戒。门人记录目为坛经，盛行于世。传法正宗记是契松的名著，嘉佑6年1061上承。卷6大正51747中下也说，韶之刺史韦巨命居齐州之大梵寺说法，其图籍及其说目曰坛经。契松曾写了一篇坛经赞，是至和元年至和3年的前2年1054所作，编入《行经文集》卷3。所赞的坛经内容是定慧为本，一行三昧，无相为体，无念为宗，无住为本，无相戒，四弘愿，无相忏，三归戒，说摩诃般若，我法为上上根人说，从来莫传吩咐，不解此法而折谤毁。大正52663上下。契松所赞的坛经内容，就是大梵寺说法部分，次第完全与敦煌本相同。这是敦煌本坛经为现存各本坛经中最古本的明证。古人心目中的坛经是以大梵寺说法部分为主体的，所以现存的坛经应分别为2部分：一、原始的坛经，坛经主体是大梵寺开法的记录；二、坛经附录是6祖平时与弟子的问答、临终付嘱以及临终及身后的情形。二者的性质不同，记录也有先后的差别。在坛经的研究上，这是应该分别处理的。坛经尊称为经，当然是出于后学者的推崇。为什么称为坛？大梵寺说法部分被称为坛经呢？这是由于开法传禅的坛场而来。如《传法宝记》说，自法如禅师灭后，学徒不远万里，归我法坛。历代法宝记说，菏泽寺神会和尚每月作坛场，为人说法，
大正51185中，坛语也说以来登此坛场，学修般若波罗蜜神会集232。当时的开法不是一般的说法，是与忏悔、发愿、皈依、受戒等相结合的传授。这是称为法坛与坛场坛，古代或通写为坛的理由，也就是被称为坛经、坛语的原因。坛有戒坛、密坛、忏坛、施法坛。戒坛是出家人受具足戒的坛场，慧能、神会的时代，戒坛早已成立。开元中又有密坛的建立，这是传授密法、修持密法的道场。礼忏有忏坛，如隋智以所说，灌顶所记的方等三昧行法，大正46945上说，道场应作圆坛，纵广1丈6尺，作五色圆盖，悬于坛上。道场是行道、忏悔、坐禅等处所。坛是道场的主要部分，是陈设佛像、经书、庄严供养的。依天台家所传，忏悔也与皈依、受戒、坐禅等相结合。神会的坛语说到道场，又说到坛场，这是忏悔、礼拜、发愿、受戒、传授禅法的地方。凡忏悔、受戒、传授密法，都有坛场。唐代禅者的开法，也在坛内进行受戒、传禅，这就是法坛或施法坛了。上来的引述，主要为了证明东山门下的禅法取公开的、普遍的传授方式与忏悔、皈戒等相结合，所以仿照戒坛或忏坛而称之为法坛、施法坛。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无相戒，弟子们记录下来，就称为坛经或施法坛经。这就是坛经的主体，坛经的原始部分。第二节敦煌本坛经的成立，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无相戒。传说由弟子法海记录为坛经的主体部分，这在慧能生前应该已经成立了。等到慧能入灭，于是慧能平日接引弟子的机缘，临终前后的情形，有弟子辑录出来，附编于被称为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之后，也就泛称为坛经，这才完成了坛经的原型，可称为曹溪原本。以现存坛经本来说，敦煌本最古，但敦煌本已不是坛经原型，而有过补充、修改，这是古人所曾经明白说到的。菏泽门下的坛经传宗，坛经是先后集成的，并有过修改与补充，但坛经代表了慧能南宗的顿禅，一向是大家禅者所同意的。到近代才有神会或神会门下造坛经的见解，其中一项文正是为处后死于828年所作兴福寺内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全唐文卷715所说，勤者曰秀，以方便显；弱者曰慧，
的总持之印，毒药银珠。习图弥真，举止变体，竟成坛经传宗，优劣详矣。吾者曰容，以牛头纹，尽删其意也。处者曰道一，以大成设，大义，大师其导也。为处后叙述当时的禅宗四大派，说到在洛阳的是神会，神会的习图竟成坛经传宗，这确实说到了坛经与神会门下的关系，但竟成坛经传宗是什么意义？应有充分的理解，才不会因误解而想入非非。这句话在《坛经》的敦煌本中发现了明确的解说，如说：40岁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依，原作于曰，以为秉承，说此《坛经》大正48337上。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原作一曰：若不得《坛经》，即无秉受。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原作姓名地，原作变相附主。无《坛经》秉承，非南宗地，原作定子也。未得秉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中原作修，不免正，大正48342上。大师言，识弟子。以后传法，弟原作引，相教授一卷《坛经》，不失本宗。不秉受，原作受，《坛经》非我宗旨。如今得了弟原作引，待流行的御坛经者，如见无亲受，大正48343下。大师言，今日以后，弟原作引相传授，须有依约，莫失宗旨，大正48344下。此坛经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兴寺见经传授此法，如复此原作山法，使此经以为一，原作一成，于今不绝。不得忘复坛经，大正48345中。敦煌本坛经如上所引述的，一再明确地说道：若不得坛经，即无秉受，不秉受坛经，非我宗旨。在传法同时，要传一卷坛经。坛经不只代表慧能的宗旨，又是作为师弟间授受的依约、依据、信约、凭坛经的传授，以证明为南宗弟子的。坛经是被传被复的，是传授南宗宗旨的依约，这就是坛经传宗。归峰禅圆珠全集都序卷上说，菏泽洪州参商之系，大正48401中。洪州道义门下，菏泽神会门下，当时是有些嫌隙的。为处后为大义禅师作碑铭，大义是道一弟子，所有对神会门下的批评，正代表道义门下的意见。照为处后的碑文所说，神会的总持之印，毒药银珠，对神会是存有崇高敬意的。即使神会不是独得慧能的正传，也是能得大法的一人，那时的洪州门下还不敢轻毁神会。但神会的习图、弥真、相俗，如橘于怀而变止一般。
看起来还是红传神会所传的南宗顿禅，而实质上是变了，竟然变成用坛经来作为传宗的依约，失去传法密传心印的实质，而换来传授坛经的形式。所以神会是优越的，神会的习图是低劣的，优劣是非常明白了。这是当时道义门下对神会门下的责难，因而造成嫌隙。神会门下未必专重传授坛经的形式，然以传授坛经为复法的依约，从顿黄本坛经看来是确实如此的。神会门下应用坛经为复法的依约，所以在当时手写密本的坛经上加上些秉承依约的文句。依大义禅师悲鸣，说神会门下对坛经有什么改变，那只能证明是坛经传宗这部分。神会门下为什么要用坛经来做传宗的依约？从迹象看来，当时神会门下在禅法的传授上有一重大的困扰。起初，神会责难北宗门下确定慧能为六祖。当时最有力的依着就是传依，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81、282、284、285说，经六代内传法器以应正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裟为信，其袈裟今见在韶州，更不与人。于物相传者，即是六言。法虽不在衣上，表代代相承，以传衣为信，令弘法者得有秉承，学道者得知宗旨不错谬故。神会以弘忍传衣给慧能，证明慧能为六祖。袈裟是信衣，是证明的有秉承，定其宗旨的。然而神会自己，慧能并没有传衣给他。神会没有传衣为秉承，那怎能证明是代代相传的正宗？在神会责难神秀门下的时候，应该已多少感觉到了。所以在定宗旨的大会上，不能明说自己得慧能的传授，只能隐约地说，能禅师以后传授者是谁？会和尚答，以后应自知。纵有一人得副主者，至今未说。神会集286、283。四川的净众宝堂门下看透了这一问题，因而提出意见，神会没有传承慧能的正宗，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5中下说，慧和尚云，若更有一人说，慧中不敢说也。谓慧和尚不得信袈裟。远法师问神会禅师，上代袈裟传不？慧答传。若不传时，法有断绝。又问禅师的不？答不在会处。有西国人迦叶、贤者安树提等20余人向慧和尚说法处。问上代信袈裟，和尚的不？答不在会处。神会在动乱中成功，天宝战乱以前，神会还没有开法，没几年又在动乱中去世。到了神会门下，
没有性袈裟，那与北宗禅师们有什么差别？而四川的宝堂门下，正传说一在无住处，证明慧能的法统在四川，这应该是神会门下最感困扰的事了。在这种情形下，发生了坛经传宗的事实。当时坛经是手写密本，在传法附主时，复传一卷坛经，以此为依约。对外宣称慧能说一不再传了，以后传授一卷坛经以定宗旨。坛经代替了性袈裟，复起的有秉承定其宗旨的作用。这就是坛经传宗的意义，也就是道义门下责难和责门下的问题所在。神会死于762年，德宗贞元12年796敕定神会为7祖。历代法宝记约作于775年，大义禅师死于818年。所以神会门下修改坛经，以坛经为传宗的依约，大抵在780-800年间。与坛经传宗有关的敦煌本还有一大段文，大正48344中下。此顿教法传授从上以来，至今几代。六祖言初传授七佛，释迦牟尼佛第7，大迦叶第8，阿难第9，南天竺国王子第3子，菩提达摩第35。唐国僧慧可第36，慧能自身当今受法第40，圆悟作14。大师言：今日以后，地相传授，须有依约，莫失宗旨。说到传法的统系，今日就有各种不同的传承。与禅宗传法统系相关的有一佛陀跋陀罗觉贤三藏来中国传禅，在庐山一出达摩多罗禅经，约411一出，会观作序，见出三藏记集卷9。禅经及经序叙述禅法的传承，说到大迦叶、阿难、莫田地、舍那国斯、优波觉、五师、婆须密、僧伽罗叉、达摩多罗、般若蜜多罗。后会及迦叶等约472请传出的护法藏传6卷，也是从大迦叶等五师起，到师子尊者止，共24人。梁僧佑518簇传出三藏记集卷12，有萨婆多部记目录，中有2种大同小异的传说。一旧记所传，从大迦叶到达摩多罗后五师，都是禅经序所说的，共53世。长安城内奇公寺萨婆多部佛陀跋陀罗师宗相承略传，从阿难帝一起到僧伽佛城，共54世。比旧记所说，在达摩多罗后又增出4人。僧佑是律师，所以看作律的传承，其实与佛陀跋陀罗所传有关，是参照《护法藏因缘传》而补充集成的。这3种四说法统谱系，为后代禅者的主要依据。自道信、弘忍以来，禅风大盛，达摩以来的传承也就自然地传说出来。统论禅宗法统说的发展，略有3个时期。
第一，弘忍门下的早期传说。680，中国方面，从菩提达摩、僧可、僧璨到信弘忍到神秀，或说慧能。天竺方面，引达摩多罗禅经，以说明远程天竺。代表北宗的是这样，如唐中月沙门是法如形状，传法宝记。代表南宗的神会也是这样，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94、295说。和尚答：菩提达摩西国成僧伽罗叉，僧伽罗叉成须婆密，须婆密成优波觉，优波觉成舍那婆斯，舍那婆斯成末田地，末田地成阿难，阿难成迦叶，迦叶成如来父。唐国以菩提达摩而为首，西国以菩提达摩为第8代。西国有般若蜜多罗成菩提达摩后，唐国有慧可禅师成菩提达摩后。自如来父，西国与唐国宗经有13代。神会的东西13代说，只是将菩提达摩以来的6代与禅经说相结合。禅经说尊者达摩多罗乃至不如密多罗。神会说西国有般若与不如应相近，密多罗成菩提达摩后，唐国有慧可禅师成菩提达摩后，这可见神会是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的。禅者都注重修持，对金丝密茶的法相、详正确实的历史是他们所忽略的。禅者的传法统系，古代的虽引用古说，但没有经过严密的考定，而是在充满热心的传说中逐渐发展而来的。西国的传承引用禅经序，中国的传承菩提达摩以来已有6代。这是当时禅者的一般意见，神会也只是采用当时的传说而已。神会一禅经序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可说错的有点意义。如出三藏记集卷9修行的不净观经序，慧观所作，大正5566下67上说。檀摩多罗菩萨与佛陀斯那俱共资的高圣宣行法本。檀摩多罗从天竺来。又达摩多罗禅经序慧远所作，大正15301中说。达摩多罗与佛大仙，其人西域之郡，禅训之宗。达摩多罗和众偏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其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则是如，如则是色。佛大仙以为尘缘引流，故已有见。佛陀跋陀罗觉贤的禅学含有2个系统，一寂宾北方的见禅是佛大仙及佛陀斯那所传的。2天竺南方来的顿禅是达摩多罗所传的。色不离如，如不离色，是直观一切法皆如的。达摩多罗是菩萨，是天竺而不是寂宾，是顿禅而不是见禅，这是引起禅者以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的原因吧。第2，西天28祖说形成时期，约730，
出其禅者的粗略传说，西国七代说，略如注意，就会发觉到1000多年而只有7代，决定是不妥当的，于是28代或29世说兴起。28世与29世原则是一样的，都是复法藏传与禅经序的结合。梁僧佑出三藏记集所出的二说用意相同，在复法藏传的基础上加上禅经序的，除去迦叶、阿难、莫田地三师，因为是重复的舍那婆斯、优波觉、婆须密、僧伽罗叉及达摩多罗，或作菩提达摩、菩提达摩多罗5师。从复法藏传的迦叶到狮子尊者24世加禅经序的舍那婆斯等5世成29世说。如理华所作，左西大师碑，左西玄朗促于754说，佛以心法复大迦叶，此后相承，凡29世。至梁魏间，有菩萨僧菩提达摩禅师，全唐文卷320。历代法宝记也用29世说为成都宝堂宗的传说，约作于775顷。28世说是流行于经络的神会门下所说的，或不取莫田地，或没有弥遮迦，所以为28世。如菏泽门下别派781所作的曹溪大师别传历28祖。坛经敦煌本从七佛到慧能共40世。如除去七佛，中国的慧可到慧能，那末从迦叶第8到菩提达摩第35，也正是28世。菏泽神会门下为了传宗而对坛经有所添揉，28世是合于菏泽门下所说的。这一28世说一直为菏泽宗所采用，归宗823造圆觉经大书抄也还是采用这一说。当时虽有29及28世说，但28数渐为后代的禅者所公认。第三，西天28祖改定时期，28世或29世说流行于8世纪。然如注意到内容，就会发现含有重大的谬误。原来复法藏传的商那和修与优波觉多与禅经序的舍那婆斯及优波觉只是一语不同，而并非别人。所以就有的28祖说以商那和修、优波觉多为第3、第4，舍那婆斯、优波觉为第24、25。看作不同时代的禅师，那不能不说是错误了。贞元10年801，金陵沙门会聚，或作智句、法句，作宝林传10卷，沿用了28代的陈说，而加以内容的改定。对禅经的舍那婆斯与优波觉，因重复而删去了。婆须密参照僧佑的传说而提前为第7祖，僧伽罗叉被解说为旁支，而从28世中除去。宝林传改写的后4祖为第25祖婆舍斯多，第26祖不如密多，第27祖般若多罗，第28祖菩提达摩。
婆舍斯多，据说梵名婆罗多那，可能是引取禅经序的婆罗陀，而实为舍那婆斯的改写。不如密多与般若多罗，就是禅经序中的富若密罗、富若罗。从富若罗受法的檀摩多罗，一向就是看作菩提达摩的，所以宝林传的后三组还是采用禅经。25组婆舍斯多就不免有信手创作的感觉。宝林传作者汇聚无疑为一位文学的禅者。8世纪以来，江东一带以诗文著名的僧人不少，如为宝林传作序的灵彻就是一位著名的诗僧。宝林传继承敦煌本、坛经、七佛以来的法统而加以改定。宝林传有28组传法记，现存本缺出品，七佛记大概是有的，有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更多故事。据说是一支江梁楼、续法记及家烟、五明集等，但这都是说说而已。据近人的研究，宝林传作者属于洪州门下，如初期禅宗史书之研究51。自宝林传问世，西天28祖的传统渐成为禅家的定论。此后，如唐华岳玄伟于898、900间作《玄门圣咒集》5卷，南唐晋云二禅德于952年作《祖堂集》20卷，宋道元于1004年上承景德传灯录30卷，宋契宗于1061年奏上传法正宗记及传法正宗定祖图共10卷，这都是以宝林传的七佛28组传法记及事迹为基础的。宝林传不失为伟大的创作。敦煌本、坛经有关七佛道慧能40代的相承明藏本，坛经1、宝林传改正是菏泽门下所传，与坛经传宗有关，所以接着说，今日以后递相传授，须有依约，莫失宗旨。菏泽门下的坛经传宗不只是教授一卷坛经，而且是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递相附主。无坛经秉承者，非南宗弟子也。坛经传宗时与后代传法的法卷意义相同。禅宗有传法典礼，一直流传到现在。传法的仪式是法师传法者登高坐法姿，受法者礼拜长跪合掌，传法者宣读法卷，然后将法卷交予受法者。法卷的内容是先序列七佛，次从西天出祖大迦叶到28祖菩提达摩，就是东土出祖，再序列到6祖大见慧能。列祖的付法记有全录的，有略录的。如传授者属于临济宗，那就从南岳怀让到临济正宗第一世临济义玄禅师。这样的2世、3世，一直到当前的传法者临济正宗40承是承禅师。付法与某人，并说一付法记，然后记着民国承年，岁次承月承日。
这就是传授所用的法卷内容。敦煌本《坛经》不但列举了6代的护法纪，7佛道第40世慧能的传承，还说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法处、年月日、姓名、地相附主。坛经传宗的实际意义，岂不是与传法所用的法卷一样吗？洪州门下则难和则门下的坛经传宗，然而从上以来，师资授的法统次第还是不能不有的。到后来还是模仿坛经传宗，改为法卷，而一直流传下来。坛经传宗为何则门下？法门授的特有制度。坛经中有关坛经传宗部分，当然是和则门下所补充的了。南方宗旨，在8世纪末神会门下的坛经传宗以前，南洋中国师已说到坛经被添改了，这就是南方宗旨。南洋会中的事迹见《宋僧传》卷9，会中传大正50762中763中，传灯录卷5，大正51244上245上。传灯录卷28附有南洋会中国师语，大正51437下439中。会中是越州诸暨，今浙江诸暨县人。上元2年761正月，神会去世的前1年，应肃宗的礼请入京，到大历10年775才去世。在没有入京以前，开元年间713、741一起住在南阳隆兴寺，这是神会住过的道场。他曾住南阳，今河南南阳县白崖党子谷40多年，曾历游名山、五岭、罗浮、四明、天目、白崖等地方。宋僧传作武当山会中，湖北武当山是他住过的地方。总之，这是一位年龄极高，可能超过100岁，游历极广的禅师。会中的师承传说不一，会中传说少而好学，法授双峰。双峰是道姓通于弘忍的道场，所以有人据此而推论为弘忍的弟子。2. 祖堂集、传灯录都说是慧能的弟子。3. 是行思的弟子，如泉州千佛心者诸祖师宋作国师慧中和尚、法四思和尚，大正851322中。思是清源行思，该书作行思。4. 是神会的弟子，如宋僧传卷10灵坦传说，此人灵坦是贫道同门，具神会弟子。敕赐号曰大悲，大正50767中。灵坦曾来见会中，如贾素、扬州华林寺大悲禅师悲名并序全唐文卷731说，灵坦以为非博通不足以圆正，故越大藏于庐江福茶寺；非广文不足以具足，故参了一于上都中国师。骤氏名称高远，天下瞻器。江洪无道，因请出关。天子降西明之诏，以显其德，时大历8年。贾素碑传于宝历元年825没有，
贫道同门的话，参了一隅上都中国诗，僧传作李敬之，也不像同门相见的模样。白居易作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名并序，以五当山中，东京会为同辈。慧中在当时肃宗、代宗时是很有影响力的禅师，传说灵坛的4号大悲是慧中代奏的。净山法清768-770在经的4号国仪是得到中国诗赞同的。慧中的传承不大明白，所以谁也想使它属于自己一系。说慧中与灵坦同门，据神会弟子，是神会系灵坦门下的传说。说慧中法四司和尚是清源系千佛省的传说。说是慧能弟子，当然是曹溪门下了。慧中曾游五岭、罗浮，可能参礼过慧能。从传说的慧中语句而论，慧中有独立的禅风，出入于东山及牛头、南宗与北宗之间。宋僧传说，慧中论顿也不留正机，语见也反常合道。在当时神会、南顿与北渐的对抗中，慧中与神会不同，是顿渐并举的。他说即心是佛，与东山门下相合，而在达常州今江苏武进森林绝石，又名无心可用，本来无心，与牛头宗相同。他立无情有性，无情说法与牛头宗相同，而与神会、百丈、淮海、慧海说不同。听人传说马大师说，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这才笑曰犹教蝎子。这都可见慧中的思想与曹溪有关，而又近于当时牛头宗学的。传灯录卷28传会中有这么一段问答，大正51437下438上。南阳会中国师问禅客从何方来？对曰南方来。师曰南方有何之事？曰知事颇多。师曰如何是人？曰彼方知是直下是学人，即心是佛，佛是觉意。汝今悉具见闻觉知之性，此性善能扬眉顺目，去来运用，便于身中。至头头之，至脚脚之，故名正遍之。离此之外，更无别佛。此生即有生灭，心性无始以来未曾生灭。生灭者，如龙换骨，蛇脱皮，人出故宅。即生是无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说，大约如此。师曰若然者，与彼先尼外道无有差别。彼云我此生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痒。身坏之时，神则出去，如舍被烧舍主出去，舍即无常，舍主常矣。审读此者，邪正莫辨，孰为是乎？吾彼游方，多见此色，尽尤甚矣。巨阙300-500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天柔笔坛，削除圣意，祸乱后途，启程言教。苦哉！吾宗丧矣。若以见闻觉知为佛性者，竟名不应云。
法离见闻觉之，若行见闻觉之，是则见闻觉之，非求法也。传灯录中问答的全文很长，代表南方宗旨南宗的禅客还引用了法华了义开佛之见，以证明见闻觉知是佛性。又引涅盘经离墙壁瓦砾无情之物，故名佛性。佛性是常，心是无常，以说明身心无常，佛性心性是常。南方禅客又说，有善知识是学人，但自实信了无常，来时抛却骨和家卵，漏子一边着，灵台至性，家相，然而去，名为解脱。这种离却身心灵智独存的解脱观，也与身心无常、佛心性是常的见地完全相合。这是中国师所呵责的自称南方宗旨的见地，把他坛经改换天柔比坛，削除圣意，依中国师的明文所说，并非别的，正是这身心无常、性是常的南方宗旨。这种见地是否外道一般？中国师的呵责是否恰当？这是另一问题，而中国师所见的坛经以有生无常而佛性常的话，是当时的事实。这种生无常而性常的见地，从慧中时代750前后一直到现在，都保存在坛经里。敦煌本明白地表示了这种见地，如说：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经，缘物作，念后念，念相续，缘物作，独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是离色身，大正48338下。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死，缘物作，无别处受身，大正48338下。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相者三身，在自法性，世人尽有，为迷不见，外密三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身佛，大正48339上。皮肉是色身，是舍宅，不在归依也，大正48339中。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坏，大正48341中。敦煌本坛经明白表示了色身与法身，又从法身说三身的差别。皮肉的色身如舍宅一样，死就是法身离去了色身。这与中国师所呵责的南方宗旨色身无常性是常完全一样。坛经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对此要义的开示中，也表达了色身无常而性常的意见，明藏本所说更为具体，如敦煌本大正48338下，明藏本大正48353上中。无者无何事，念者何物？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其念，非眼耳鼻舌能念。
真如有性，所以其念。真如若无，眼耳色身当时即坏。性原作性，其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原作境，而常自在。善知识，真如自性其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一、坛经说无念，不是什么都不念。人的本性就是念念不住的，这名为无住位本。可说念是人的本性，是人本性真如所起的用。所以无念不是什么都不念，不念那就是死了。眼耳鼻舌是不能念的，六根有见闻觉知，实在是自性真如的用。所以只要不住，住就是系缚，只要于一切境上不染，那就是无念，解脱自在。见闻觉知不是六根所有的，是自性真如佛性的用。离见闻觉知去来趋生以外，那里有佛可得。这与中国师所说的南方宗旨大意是相同的，充其量说的善巧不善巧而已。色身无常而性是常，中国师所见的坛经自称南方宗旨，在南方禅客来问答时更为兴盛了。那位禅客是从南方来的，色身无常而性常是南方禅客所传。南方不是岭南，就是长江以南。神会宣扬南宗顿教，也说无情无佛性，但身心无常而性是常的对立说，在神会的语录中没有明确的文证，不能因菏泽门下的坛经传宗而说南方禅客代表洛阳神会的宗旨。中国师所说的南方宗旨，洪州门下要接近得多。其实这是东山所传的禅门隐义，是南宗、北宗所共有的，不过南方特别发扬而已。坛经传宗的天改为洛阳神会门下，约为780-800年间。色身无常而性是常的天改，应比坛经传宗的天改为早，因为敦煌本、坛经传宗本是在南方宗旨本上增补一些传承依约而成的。那么南方宗旨本是谁所天改的呢？敦煌本、坛经末有坛经传授的记录，大正48345中说，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传同学道记，道记无常，复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兴寺见经传授此法。这是坛经的附记与后记一样部分。这一早期的传授记录与菏泽神会的传承无关，这是应有事实根据的。道记为法海的同学，所以悟真是慧能的再传，约为慧能去世后30年代743前后的实在人物。这一附记兴盛4本作，博乎法海上座无常，以此经附主至道，至道附彼岸，彼岸附悟真，悟真附元会，历代相传附主。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中现也。
兴圣四本虽有五传，但没有明说是同学或者是门人所可以知道的，比敦煌本的悟真又多传付了一人，时代应迟10-20年。二本的传授不完全是师与弟子的传承，四弟虽小有不合，但仍有共同性，那就是从法海而传到悟真。法海与悟真间，敦煌本是法海的同学道记，兴圣四本为智道与彼岸，智道也是慧能弟子、十弟子的一人。坛经传到悟真，敦煌本已有了南方宗旨。如真相中国师所说，南方宗旨是为人增入的，那一定在法海与悟真之间了，或就是智道吧。传灯录卷5大正51239中有智道见六祖的问答。广州智道禅师者，南海人也。初参六祖，曰：学人自出家，览涅盘经仅10余载，未明大义，愿和尚垂会。祖曰：汝何处未了？对曰：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矣，既灭为乐，于此疑惑。祖曰：汝作魔生疑。对曰：一切众生皆有二身，为色身、法身也。色身无常，有生有灭；法身有常，无知无觉。智道是广州南海人，他的色身无常，法身是常的对立说，与会中所知的南方宗旨坛经中色身无常而性是常的见解相近。坛经的色身无常，法身是常说，如作为智道所传的天改本，应该是非常合适的。慧能是岭南人，在岭南曹溪开法。慧能的弟子或早已离去，或去世后离去。过长江而北海河洛传禅的是神会、慧中、本净、自在等。在长江以南，湖南、江西弘传的是怀让、行思等。以曹溪为中心的岭南禅风并没有袭击。在传说中有法海、智道他们。南方宗旨推定为六祖的晚年，或再传弟子从曹溪流传出来。坛经的初期流变。敦煌本、坛经为现存各本中最古的，然至少已经过南方宗旨坛经传宗的改谱。坛经传宗为780-800年间，早在750顷会中见到了南方宗旨的天改本。据此可见会中早年曾见过坛经原本，否则怎么知道有了天改呢？坛经从成立而到敦煌本阶段，再叙述如下：一、坛经有原始部分、附编部分。坛经从大梵寺开法、法坛或师法坛的开法记录的名是主体部分。大梵寺开法到底在什么年代，没有明文可考，大抵为慧能晚年。这一部分的成立是慧能生前。附编部分是慧能入灭以后，将慧能平日接引弟子的机缘、父主临终的情形、身后安葬等辑录而附编于坛经，也就称为坛经了。
敦煌本所说附主10弟子及记录少数弟子的问答，那只是记录者就慧能晚年随侍的弟子记录1、2，并非全部，应更有慧能的事迹、问答机缘传说在众弟子间。这绝非如或者所说，菏泽门下故意将南岳、清源的机缘删去了。坛经是弟子法海所记，附编部分应说是所记是坛经自身所表明的。敦煌本末了说，和尚本是韶州曲江县人，只籍出而传授坛经的法海，就是传灯录韶州法海禅师者，曲江人也的根据。历代法宝记说，曹溪僧玄凯、智海等问和尚，以后谁人得法成后？大正51182下。智海应就是坛经的法海。法与智传说不一，如《宝林传》作者法句也有传为智句的。坛经沿用1316本，在得意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后有法海集的略序。这篇略序1291宗宝本属于坛经的附录，题为六祖大师缘起外记。明藏本1440相同，作门人法海等级。略序编入全唐文卷915，都是看作法海所作的略序，所说与坛经每不合，绝非坛经记录者法海所作。这是与法财的一法塔记别传为同一系的作品。全唐文在略序前，编者附记说，法海字文宇，俗姓张氏，丹阳人，亦云曲江人，出家鹤林寺为六祖弟子。天宝中遇扬州法圣律师讲习。鹤林寺法海宋僧传卷6有无心法海传。鹤林法海为鹤林玄素668752弟子。李华传论州鹤林寺故净山大师悲名，说到门人法力法海，全唐文卷320。鹤林法海语坛169277101728762参与扬州龙兴寺法圣律师748去世的讲习，与祝山皎然为忘形之交。颜真卿传湖州乌城县祝山庙喜寺碑铭，说到大历年间，大历8年到12年773到777，颜真卿在湖州及运海进园360卷，金陵法海与皎然都是主持编务的全唐文卷339。鹤林法海约卒于780顷，在慧能灭后60多年，不可能为曹溪慧能的弟子。如在曹溪门下不到20岁，那里有记录坛经、传授坛经的上座资格。曲江人法海并非丹阳法海，只是全唐文编者想从高僧传里求得慧能弟子法海的事迹，见到了无心的鹤林法海传，以为就是集记坛经的法海，也就一说为出家鹤林寺为六祖弟子。全唐文编于嘉庆19年1814，离慧能入灭1100多年了。
凭什么说鹤龄法海是六祖弟子呢？这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佛教的史传、降于江和一带、中原对于边区一向都资料不足。曹溪门下而在岭南弘法的法海、智道、悟真他们都传记不备，然而不能为了求证而乱指为鹤龄法海或否定法海他们。在《坛经传》中，以前会中所见南方宗旨的天柔以前，《坛经》原本早已存在，为慧能门下所知。是谁所记集的呢？总不能没有人，那就是《坛经》所说的曲江法海。二、法海所记所集的《坛经》原本流传于曹溪，可称之为曹溪原本。敦煌本说到，此《坛经》复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兴寺见经传授此法，可见敦煌本所依的底本是从悟真所传来的。悟真为慧能的再传弟子，弘法的时代约为750年前后。兴圣寺本小有出入，叙述到悟真传弟子元慧，那是同一本而多传了一代。悟真以前有智道思想与南方宗旨相近，所以推定为悟真所传。敦煌本所依的底本是修改过的南方宗旨本。由于南方宗旨的争论引起中国师的慨叹，天柔笔谈，削除圣意。三、神会门下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维护神会以来的正统说，所以补充悟真所传的南方宗旨本，成为现存的敦煌本。坛经在曹溪是手抄译本，在少数人中流传，被重视而尊为坛经。这部手写密本在曹溪早就有了次第传授的事实，如法海复道济，道济复悟真。禅者是不重文记的，所以虽知道有这部坛经，也没有过分的重视。等到悟真本传入经络，神会门下利用这次第传授而加强其意义，以秉承坛经为南宗弟子的依约，补充复法统系而成为坛经传宗本。这一偏重文字、偏重形式的传授，受到洪州门下的抨击，然坛经也就从此大大的传开了。敦煌本坛经是经一再的修改添柔而成的。南方宗旨与坛经传宗的特色可以明确地看出，但由于杂糅为一，使已无法明确地逐段分离出来，回复曹溪原本的雏形。与景博授作《坛经考》载第二禅宗史研究，在陵墓大拙区分全部为57节的基础上，保留了37节为原本，以其余的为神会门下所增益。但他的方法是主观的，不容易为人所接受。就现存的敦煌本来说，曹溪原本为南方宗旨所杂糅，不易逐段的分别，然对神会来说，这是与神会无关的。敦煌本特别重视自性，自性变化一切，这是神会禅学所没有的。法身与色身的对立，色身离法身就是死了的见地，在有关神会的作品中也没有发现。
神会专题不作意，而敦煌本却一再说到作意。总之，神会绝非以经过南方宗旨天揉过的坛经为依据的，神会也不会造这南方宗旨所杂糅了的坛经。坛经传宗是在南方宗旨杂糅了的坛经上增入有关法统传承及赞誉神会部分。至于其他所说坛经与神会所传进士的，那只是神会所秉承的，与坛经所依据的同源于曹溪慧能而已。坛经的一再增改，或是一段一段的，或是插几句进去。好在禅师们是不重文字的，虽一再的添揉补充，却没有注意到文字的统一性，所以有文意重复、文意不衔接、文笔前后不一致的现象。凭这些，多少可以理解敦煌本一再增补的行迹，经气松他们整理过的明本就看不出来了。是略举二例，宜从文字的称呼上看出先后行迹，如大梵寺说法部分，对于慧能及记者称之为慧能大师、能大师、大师。慧能自称慧能，大众称慧能为和尚。慧能称大众为善知识，称刺史为使君。这种称呼是吻合当时实情的。偶有二处例外，六祖言杂在释疑中间，那就是后来增补的部分。附录的弟子机缘部分，对于慧能，编辑者也称之为大师、能大师、慧能大师。学人称慧能为和尚，慧能自称为吾，称学人为汝等，或直呼名字。除三处例外，六祖言与当时的实际称呼不合，与至诚问答中，编辑者偶称慧能为慧能和尚，也一味杂入的。临终部分也合于上述的体例，而告别部分主要是坛经传宗。编辑者称慧能为六祖，弟子称慧能为大师，都与当时的实际称呼不合。又如编辑者说上座法海向前言，更可看出是后人增附的了。发现了称呼上的差别，对于某些是增补的，多一层客观的标准。二、从文字的不统一看出先后的不同。梁武帝与达摩问答部分，敦煌本一律作达摩，而有关法统传承部分却写作达摩。如出于一人手笔，前后不应如此的差别。考神会门下所记的南宗定是非论是写作达摩多罗与菩提达摩，写作达摩与神会门下坛经传宗增补的法统传承相合。第一章曾说到，称为菩提达摩与达摩多罗是传说于南方的，所以达摩与梁武的问答应该是南方宗旨杂糅本。这一传说渊源于曹溪门下，所以神会也传说于南宗定是非论，但是写作菩提达摩的。还有自称为我或吾，在敦煌本中是大有区别的。附录部分是一概自称为吾的，而大梵寺说法坛经主体
大体是自称为我的，不过也偶尔有几个无字，这可能是为杂糅所乱。从这两大部分自称为我或无的不同，也可见即出的不同一人了。从文字去分别先后，这只是聊举一例，用被研究者的参考。第三节坛经的变化。从坛经原本到敦煌本，至少已有过2次重大的修补。此后流传中的坛经不断的改编，不断的刊行，变化是非常多的。与景伯寿所作《坛经考》论究的相当完备。经执一，坛经本文不论序拔，历朝重凤，略说大概。组织与内容的变化。坛经的各种本子，从大类上去分别，可统设为4种本子：敦煌本、古本、慧心本、智源本。敦煌本为近代从敦煌所发现的写本，为神会门下坛经传宗的修正本，约成立于780-800年间。其内容大体为以后各本所继承。敦煌本所说的无相界、形神对立、慧能事迹、传承说，都与神会的传述不合。所以敦煌本所依的底本，不是神会一派所作，只是神会门下依据顾真所传的本子，多少补充而作为传宗的依约而已。慧心本，铃木大拙出版的兴盛4本六祖坛经，有慧心的序文说：我六祖大师广为学徒，直说见性法门，总令自悟成佛。目为坛经流传后学，故本文繁，批览之徒出心后验。于以太岁丁卯，月在为宾，23日辛亥，于思营塔院，分为2卷，凡11门，贵皆后来同见佛性者。慧心本分2卷11门。编定的时间考定为宋太祖干德5年967-5月。慧心本于政和6年1116再刊传入日本，被称为大成4本。绍兴23年1153刊本传入日本，被称为兴盛4本。大成4本与兴盛4本品目与本文虽有多少修改，但分为2卷11门，是相同的，都是慧心的编本。兴盛4本序下一行题：一真小师雍州罗秀山会净禅院沙门慧心术。一真小师的意义不明，小师或是门师的写额。雍州即今广西省的南宁县。慧净禅院即序文中的思营塔院，思营应为慧净的而写。慧心术其实是改编，由于术字有人就误解为慧心所作了。如1151年请朝公武郡斋读书志就说六祖坛经3卷，或作2卷16门，应是11门慧心传。慧心本对敦煌本来说有所增订，如增入唐朝征兆1分传5分法身香，未能得法回来避难等事迹。次第改定的是有关受无相界的次第，如敦煌本、慧心本。
见自性三身佛传五分法身香，四弘大愿无相忏悔，无相忏悔四弘誓愿，无相三皈依戒，无相三皈依戒，说一体三身佛。关于弟子机缘，慧心本还只是至诚等四人，与顿黄本相同。坛经传授从法海一直传到圆慧，主要是多传了圆慧一代。而顿黄本中，从二祖到五祖的复法记，六祖所说的二颂及末后如复此法等复记，慧心本缺。这可以推荐慧心本所依的底本近于顿黄本，而是圆慧所传本。在这个基础上参考古本而改编成的。至元本，元至元27年1290，得意在吴中刊行坛经序文说，坛经为后人劫略太多，不见六祖大全之旨。得意幼年，常见古本，自后便求30余载，竟得通上人寻到古本，遂刊于吴中修禅庵。至元27年庚寅岁中春月序。得意本在日本有元延佑3年1316刻本，称为元佑本，是经高丽而传入的。得意本翻刻本极多，憨山大师重刻的曹溪原本，也就是这种本子。依得意的序文所见的坛经为后人劫略太多，可能只会新本而说。又说从通上人得到的古本，就是30多年前见过的，就把古本刊出来。到底是刊行古本，还是有所增减呢？得意的至元本与慧心本相比，显然是文具增广了。凡慧心本所有的，如传五分法身香、唐朝真照等，至元本也是有的。内容上，弟子机缘是大大增广了，大致与景德传灯录相近。组织上将说般若波罗蜜法与功德及净土的问答提前而编于得法传一之后。与得意本相近的有宗宝本，宗宝的跋文说，于初入道有感于思。续见坛经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反义已漫灭。应取其本效酬，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入弟子机缘，庶机学者的晋曹溪之旨。至元心宝下，南海市宗宝拔。宗宝自属为南海市宗宝，传说为风帆报恩光孝寺的住持。依拔说，刊行于至元心宝下，即1291年。依三本而校尉一本，又加入弟子机缘。明太祖1368、1398，成祖1403、1424，刊行大藏经，南藏、北藏将宗宝本编入大藏。大正藏经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也是依北藏而编入的。从内容看来，宗宝本与得意本组织上最为一致。对宗宝的后拔至少有3点可疑：宜得意本刊于吴中，时间是1290年春；宗宝本刊于南海，时间是1291年夏。同一组织系统的本子，在距离那么远的地区，竟同时而先后地刊出，
不太巧合吗？宗宝本能没有依据的一本吗？二即使说宗宝依据的3本，有一本就是得意所得的古本，那么弟子机缘早已有了，宗宝怎么说自己加入呢？3得意刊本前有得意序，而宗宝本将得意序刻在前面，宗宝的跋文刻在后面，这至少表示了宗宝本是依据得意本再加精致，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宗宝本的刊行应该迟多少年？跋文说复加入弟子机缘至元辛卯下，只是为了隐蔽依据得意本的事实，故弄玄虚。古本在古人记述中知道坛经有古本，或称曹溪古本存在。如慧心本慧心序说，古本文繁，阅览之徒先兴后验。慧心作序为967年，慧心因为古本文繁，才删略为2卷本的。慧心所见的古本文段繁长，至少是9世纪本。宋契松也曾校订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至和2年1056，吏部侍郎郎简作序说，六祖之说，余素尽之，患其为俗所增损，而文字比例繁杂，殆不可考。会沙门契松作坛经赞，因为松师曰：若能正之，当为出材模印，以广其传。更2载，松果的曹溪古本，孝之、乐成3卷，灿然皆六祖之言，不复谬妄，乃命公漏版，以及其盛世。至和元年3月19日序。郎简所见的坛经文字比例繁杂与90年前慧心所见的古本文繁相同。契松得到了曹溪古本，校为3卷，大抵是依据古本而做一番文字的修正论释。从3卷来说，篇幅不少。契松曾作坛经赞，所叙述的大梵寺说法部分与敦煌本次第相合，也没有5分法生相，所以契松的3卷本可能大梵寺说法部分与敦煌本相同，而在其他部分大大的增多，与古本相近。到契松时，应有繁杂比例的古本，契松乐成3卷的曹溪古本。比对慧心本、至元本与敦煌本的不同，除次第变动、急增、5分法生相外，主要为2大类：慧能的事迹、弟子的机缘。说到慧能的事迹，敦煌本最为古朴。但在8世纪中，更有不同的传说，如《神会语录》、石井光雄本、历代法宝记及圆觉经大书钞是菏泽门下所传的，对坛经的影响不大。如法财的光孝四义法塔记、别序及六祖缘起外记、曹溪大师别传这一系的传说，也渊源于曹溪，成为菏泽门下的别派。所传的慧能事迹更多，与坛经大有出入。别传的成立，对后来禅宗、洪州、石头门下的影响很大。宝林传修正了别传的28祖说，宝林传的6祖传
虽亦师而没有发现。然从祖堂集、传灯录、传法正宗记等初祖、二祖、三祖的事迹，都与宝林传相合，可推断传灯录等所传六祖事迹，都是继承宝林传的，都是遍录别传的传说，而多少修改。如慧能去曹溪见无尽藏尼等，得法回南方避难，见印宗而出家等，受唐氏帝后的礼请问、供养等，这些都出于别传，为慧心本至原本，或多或少所辩录。传说慧心嫌烦，劫掠了古本，得意嫌简，又采取了古本、二本都有次第的改编，文字的修正。文繁语繁杂的古本，一定是将别传的传说编入坛经而成。同时，慧能与弟子的问答机缘，传说在当时的也采录进去，成为繁杂的古本。虽不知编者是谁，但属于洪州门下，与宝林传异曲同工，是没有疑问的。这虽被称为古本，而成立的时代要比敦煌本780、800、别传781、宝林传801迟些。名称的变化，一般来说，坛经是最根本的、公认的名称。如坛经本文南阳会中为处后、慧心、传灯录、传法正宗记，都是直称为坛经的。现存的敦煌本题目很长，包含了几个名字，这是模仿经典的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师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这一题目应加以分析。坛经开端说，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无相戒，令门人法海集记。依经文，慧能大师于大梵寺说，是说者与说处。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无相戒是所说的法门内容。门人法海集记是记录者。据此来考察题目，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师法坛经一卷。这里面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是说者与说处。师法坛经是一部的主名，人法双举是经典的常例。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兼受无相戒是标举法门的内容。敦煌本写作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大正藏才排成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以兼受无相戒为法海的学历，显然是误解了。还有南宗顿教最上大乘与经末的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法相合，这一名称一般解说为何则门下所附加，大致是正确的。六祖慧能大师于大梵寺师法坛经为一部的正名。师法坛经或简写为法坛经，倒写为坛经法、坛经，都说明了十大梵寺的开法传禅。慧心的劫掠本、慧心序、朝公五郡斋读书志、兴盛四本作六祖坛经。
大成寺本作韶州曹溪山六祖大师坛经，这可说是从敦煌本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师法坛经的简化而来。日僧元真来唐取回经像858所作的目录，如智正大师请来目录有曹溪能大师坛经一卷，大正551106上。坛经一卷，大正551106上。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书记外书等目录有曹溪山第六祖能大师坛经一卷，大正551095上。这一名称都是与敦煌本、慧心本的曲意相近的。古本与智元本郎简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记叙说法宝记，盖六祖之说其法也。法宝记、法宝坛经记以法宝为坛经的题目是契松所改的古本，后来自称重刊古本的得译本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经末题为六祖禅师法宝坛经。宗宝本也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从古本而来的智元本，题目有法宝二字，这是依古本法宝记而来的。法宝记这一名目也见于日僧的经录。元人844、848来唐取经所作的入唐星球圣教目录有曹溪山第六祖慧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无疑决定成佛法宝记坛经一卷，大正551083中。据此推论，改法坛经、师法坛经为法宝坛经记844年前已经存在了。古本用此名称，可推荐在别传、宝林传成立后，就已开始更多采录而成繁长的古本了。说到法宝记，在禅书中是有悠久渊源的。开元中713，神秀门下杜窟作传法宝记，译名传宝记。大历中775，宝堂门下作历代法宝记。这都是代代相承的根史，所以法宝是人宝，师资相承，利益众生。历代法宝记中，诸祖及无诸位弟子开示很多有法宝的意义。建中781，洪州门下汇聚作宝林传。宝林不只是曹溪的宝林寺，也是西天东土立祖相承的宝林。洪州门下编辑的古本《坛经》据郎简序是名为法宝记或法宝坛经记的。宝为洪州门下所采用，法宝记、宝林传都从古代的传法宝记、历代法宝记的法宝演化而来。第7章菏泽神会与南宗。第1节神会的一生。
曹溪慧能发展了东山法门，还只是东山门下的一流。自慧能去世713，弟子们秉承曹溪法门而充分地发展起来，中国禅宗进入了第3阶段。这是以曹溪南宗为中心，而为东山与牛头或南宗、北宗、牛头宗的混融而到达。梵言禅接本曹溪，元和10年815柳宗元传四世大鉴禅师碑所说的时代。到会昌业法845，禅宗进入了越祖分灯的时代，才是一般人所知道的禅宗。慧能去世来100年713、815，曹溪禅的大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中国佛教史上的成就，真是一件大事。在这期的禅宗史中，首先见到了神会向中原传播南宗顿教，形成了菏泽一流。生卒年龄考。神会的传记主要为《宋僧传》卷8、神会传大正50756下757上，圆觉经大书抄卷3之下续14277，传灯录卷5大正51245上中。神会的年龄与去世年月传有不同的一说，如圆觉经大书抄75岁干元元年5月13日卒，景德传灯录75岁上元元年5月13日卒，宋高僧传93岁上元元年建5月13日卒。胡适据传灯录圆觉经大书抄的5月13日及宋僧传的建5月13日而考定为神会应死于肃宗末年762的5月。那年是没有年号的元年，唯有这一年的5月才是建5的。后人没有注意没有年号那回事，所以写作干元元年或上元元年，神会即370、376。这一考证是精确可信的。神会的生年多少？有93岁说，75岁说。近代学者大抵采取93岁说，因为王维受神会所托，作六祖能禅师碑铭，全唐文卷327，曾这样说：弟子曰神会，欲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慧能于先天2年713去世，如神会生年75，那时仅有26岁，便不能说是中年。如为93岁，那时神会44岁，30多岁来见慧能，便与闻道于中年相合。然生年75是早期的传说，神会门下的传说应该给予有利的考虑。宗密圆觉经大书抄所说年75是与襄州神会姓高年14来谒慧能的传说相结合，并非中年。曹溪别传781作说神会来参慧能是13岁的小沙弥。这虽是一部年月极杂乱的书，但足以说明神会少小来参慧能的传说，在离神会去世不过20年的时候已经存在。石井光雄引印本《神会语录》末段有大乘顿教颂序说：我菏泽和尚在幼稚科游山访道，
因义岭南，复遇曹溪尊者。昔年9岁，己发宏愿，我若误解，是当显说。今来传授，遂过先心。这些早期记录，神会门下所传的，都不是闻道于中年。还有，神会于天宝12年753受到卢毅的诬奏，过了4、5年的流放迁徙生活。当时的罪嫌是奏会聚众，仪蒙不利，被赠聚众。古代僧侣，尤其是道士，元明以来的白莲教等都是没有假借宗教，蛊惑人心，引起暴动甚至造反的。聚众可能有不利于国家的企图，是一项可轻又可以极重的罪嫌，所以神会受到了流放的处分。如1913岁说，那年神会已84岁。84岁的老和尚，在国家承平时代，政府会怀疑他有不利于国家的意图，实在有点使人难以相信。如75岁说，那时66岁，这就比较说得过去了。神会年75、14岁那年701来参谒会门，这虽不合于闻道于中年，却合于欲施于晚景。我以为在古代抄写中，中年可能为冲年的别写，中与冲是可以假借通用的。如冲而用之，就是中用。冲和与中和，冲虚与中虚，都音义相通。冲人、冲年、冲龄，冲是从婴孩到成年20岁的中间。神会14岁来谒六祖，正是闻道于冲年。冲年或通假而写为中年，或偏旁脱落而成为中年，这才与神会门下的传说不合，与神会被流放的实际年龄不合。如读为冲年，就一切都没有矛盾了。而且中年一般解说为40岁左右。神会即使生年93，在701年请来见会门，也只有32岁，与中年也并不太切合。如中年而是冲年的转写，那末神会生年75岁，应生于垂拱4年688。会能入灭时，神会26岁，受具足戒不久，所以有神会小僧的传说。参学生涯，神会，襄州（今湖北襄阳县）人，姓高。坛经、敦煌本座、南阳、兴圣寺本座、当阳都是传说的错误。起初从当阳玉泉寺的神秀禅师修学，神秀被征召入京701，神会才到岭南来参会门，那时年才14岁。神会来见慧能，当时的问答传说不一，可以分为2大类。第一类的传说变化很多，今略举5说，如一敦煌本坛经大正48343上说，神会南阳人也，至曹溪山，礼拜问言，和尚坐禅，见亦不见。大师起法杖打神会3下，却问神会吾打汝痛不痛？神会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曰，无亦见亦不见。
神会又问大师，何以意见亦不见？大师言，无意见，常见自过患，故云意见。意不见者，不见他人过罪，所以意不见也。汝意痛意不痛如何？神会答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于恨。大师言：神会，向前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信且不见，敢来弄人。神会礼拜，礼拜更不言。神会作礼，便为门人，不离曹溪山中，常在左右。这一段师资相见的问答，对神会来说，没有暗示神会的伟大，也没有蓄意的讥贬，只是禅师平常接人的一则范例。神会是聪明人，可是不知道，自知自见，却向外捉弄聪明，要问慧能的禅心，见还是不见？杖打三下，正要他向自己身心去自知自觉，这是禅师用棒的榜样。一经慧能反诘，神会就自觉错误，痛与不痛，都落于过失。所以慧能责备他，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慧能见否？何不自修，问无见否？神会这才向慧能礼谢，死心塌地在曹溪修学。二别传序146-485说，慧能开示：我有法，无名无字，无头无尾，无内无外，此是何物？神会答：此之一是之讹，佛之本源。本源者，诸佛本性。慧能打神会几下。至夜间，问神会：吾打汝时，佛性受否？答云：佛性无受。岂同木石？虽痛而心性不受。慧能许可他说：汝今被打，心性不受。汝受诸处如至正的真正受三昧，于是密受付主。别传的问答与坛经不同，但有传说上的联络。如别传也打了几下，又问神会痛不痛，这是与坛经类似的。神会说：知痛而心性不受，慧能认可了，所以就密受付主。别传所说是重于佛性的，如慧能未到黄梅以前，就与无尽藏弥论涅槃佛性。弘忍复慧能依法时，也是问答佛性，与神会问答，又是问佛性受度。所以别传在神会门下，代表特重佛性那一派的传说。三归峰宗密的师资承袭图引祖宗传记序110-433说，和尚问知事：远来大艰辛，将本来否？神会答：将来。若有本，即何时主？答：神会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大师云：遮沙弥真敢取赐语，便以杖乱打。神会杖下思维，大善之事历劫难逢，今既得遇，岂惜生命？宗密的《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也说：应达无助为本，见即是主。原作信仗是诸难，业患审问，两心既弃，师资道合。
宗密所传的问答，无著为本，见即是主，为神会所传的合则禅的特色。这是将神会传禅的要义，作为初见六祖的问答了。在仗打以后，夜间又换去审问，两心契合，与别传所说相同。但宗密所传，要等神会外游，再来曹溪，才没受密语。这是神会门下的传说，与别传一样。在神会出来曹溪的问答中，就显露头角，意味着神会的立根顿器，为南宗顿教的传承者。4. 传灯录是比较迟出的禅宗史书，深受宝林传的影响。传灯录卷5有关神会来参会能的问答，可分2节，起初与宗密禅门师资成习图所说相同。其次又这样，大正51245上说，他日祖告众曰：无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师乃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祖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换本源佛性。师礼拜而退。这一问答分明是引用别传的，但删去了别传的夜换审问，没受附主。5. 坛经宗宝本一般通行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编定于元至元年间129疫情。宗宝本将上来的各种不同传说结合为一，无著为本，见即是主，问答全同禅门师资成习图所说。2. 六祖杖打3下，打汝痛不痛的问答，与顿黄本相合。3. 六祖告众，无有一物，无头无尾，问答与传灯录相同，但又加上了2句，如大正48359中下说，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换作本源佛性。汝相去有把毛盖头，也只成各之解宗图。宗宝本比传灯录更多一层呵责。这2部书引用神会学系的传说，却删去了原有的师资道合，没受附主，加上了呵斥的词句。由于这2部书的编辑者属于曹溪门下的另一系统，反菏泽的洪州石头门下的关系。神会的确是一位知解宗徒，但这里是不满神会的禅者假托慧能所说，以贬义神会而已。上来5项的不同传说，有一项事实，那就是神会来参见时受到慧能的杖事。神会受到杖责，因而有痛不痛的问答。尽管传说不同，称誉与贬义不同，而这一事实始终如一。4与5只是援引古说，加以结合，删去对神会的称誉，而加上主观的评语。2与3是神会门下的传说，所以有称誉神会的话。一顿黄本的传说是不属于神会系的。对于神会没有贬义语，也没有称扬赞叹的话，只是慧能平时的接引学人，诱导神会自己去体悟。这一事实，这一问答，平易而尽情，
没有宗派的意味。神会初见慧能的问答，这应该是近于当时实况的。第二类传说出于宋僧传，如《大正50756》下说：即见能问慧曰：从何所来？答曰：魔所从来。能曰：汝不归去。答曰：亦无所归。能曰：汝太茫茫。答曰：深缘在路。能曰：犹自未到。答曰：今已得道，且无滞留。这是另一传说，从来不曾受到禅者的重视。宋僧传的编成988镜上，离神会已200多年，不知有关神会的问答依据什么传说，不能以宋僧传多采非传而轻率地认为可信。从问答的语义来说，大有作家相见的气概，可能为神会门下的又一传说。比之原始的传说，敦煌本所传不及多了。神会就这样的住在曹溪修学。据宗密所传，神会曾一度外出游学，如《圆觉经大书钞》说，神会北游，广其见闻，于西经受戒。景隆年中，却归曹溪。大师知其纯熟，遂没受密语。景隆年中707、709，神会受戒，20岁707回来，才受慧能的付嘱。神会在曹溪门下是年轻的一位，他的精勤苦行，大有慧能在黄梅时破柴踏对的模样。《圆觉经大书钞》曾这样说：慧和尚行门增上，苦行供养，逆天众品，着兵济众，复兴丹水，神转巨石等。古代禅者都从为法忘身，勤苦琢磨而成为大器。神会从受戒回来，常在慧能左右，为慧能晚年的得意弟子。至于受慧能的付嘱，那是密付密授，非局外人所知。如怀让、行思都说的慧能的付嘱，大抵由门下传述出来，因门下的发扬而被公认为事实。一、坛经，神会为十弟子之一，汝等不同于人，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这是分头谱话，与神会及门下所传，一代一人说不同。慧能将入灭时，大家涕泪悲泣，唯有神会没有悲泣。慧能赞叹谓：神会小僧，却得善不善等，毁誉不动。神会经多年的精进，应该大有进意，但这似乎是坛经传宗者天赋的。坛经敦煌本曾这样，大正48344上说：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师去后，依法当复何人？大师言：法即复了，汝不须问。吾灭后20余年，邪法缭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生命，定佛教是非，树立宗旨，即是无正法。这一问答与十弟子说相矛盾。这是影射慧能灭后20年732，神会于华台大云寺开无遮大会，定佛教是非，树立南宗顿教的事实。这显然是神会的习图弥真，举止变体，
竟成坛经传宗所增入南宗顿教的传部。慧能入灭后，神会的行踪及其为南宗顿教的努力，略如《宋僧传》所说：居曹溪数载，后便寻名机。开元8年，敕配驻南阳隆兴寺。续于洛阳，大行禅法，生采发挥。慧之敷衍，显发能祖之宗风，使神秀之门即没矣。慧能去世后，神会曾过了数年的游历生活。开元8年720，奉敕配驻南阳的隆兴寺。神会在南阳住了一段较长时期，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南阳和尚。从刘成所集的《南阳和尚问答杂真义》，竟人称之为神会语录，见到神会与南阳太守王弼、内乡县令张万顷的问答。王昭公、王居问三车议，应是御史王维的请求，在临湍驿与同寺的慧成禅师共话禅理。神会发扬南宗顿教的运动，从此逐渐的展开。到了开元20年732，神会45岁，在华台（今河南华县）大云寺开无遮大会。现存《南宗定是非论》叙录当时论议的情形。神会当时向大众宣告神会集267。神会今设无遮大会，兼庄严道场，不为功德，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这是公开的，僧尼道俗都来参加的大会。神会召开大会的目的是针对当时以松洛为中心的推神秀为六祖的王家崇奉的北宗而发。神秀的弟子义福、普济、降魔藏等继承神秀的禅门，盛极一时，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一说。能大师灭后20年中，曹溪顿指，沈废于金吾，松岳剑门，炽盛于秦洛。普济禅师，秀弟子也，六称七祖。二经法主，三地门师，朝臣归崇，赤使兼位。面对这样盛极一时的北宗，神会出来指正，在菩提达摩法系中，神秀是旁支，真正受五祖父法传依的是韶州曹溪的慧能，慧能才是六祖。论道法门，神秀是剑门，不是祖祖相承的顿教。这一切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81、285、288说，从上以来具有相传附主。唐朝忍禅师在东山将袈裟附主于能禅师。经六代内传法器以应正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裟为姓。其袈裟今见在韶州，更不与人。经言不同者，为秀禅师教人明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从上6代以来，无有一人明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是以不同。我6代大师一一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皆见。夫学道者，须顿见佛性，渐修因缘，不离世身而得解脱。
经言作者念不起未作，经言禅者见本性未禅。华台在洛阳的东北，神会到这里来召开无遮大会，论定佛法宗旨，一定是由于多年来在南阳的宣扬顿教，得到曾来南阳的华台大云寺僧的同情，邀到那边去召开大会的。如不得当地僧众的有力支持，任何有名的大德都不可能在别处别寺召开这样的大会。在这次大会的进行中，不是没有阻碍的，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64、265说，即时人履成卷屏风，称有观客，拟将着事。和尚言：此屏风非常住家者，何乃拆破场，将用纸成观客？庄严会场的屏风，并非常住公务，而是私人的，可能向信徒借来。到了临时，有人以招待观客的名义，将屏风带去，这是故意的，拆破场、拆台。可见当时大云寺内也有反对的力量存在，但神会终于完成了这一次庄严的盛会。从此，南顿北渐显著地对立起来。慧能为六祖释德的相传副主人，更普遍地传扬开来。神会在华台召开的大会不止一次，20年是最成功的一次。此后，神会大概以南阳、洛阳之南为根本，而往来于华台、洛阳东北一带。神会也到过行州，今河北巨鹿县开元寺。天宝7年，神会请宋鼎作唐曹溪能大师碑金石录卷7，就立在行州。直到天宝4年745，神会58岁，应兵部侍郎宋鼎的礼请，到洛阳驻菏泽寺，这才进入北宗的教化中心。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说，天宝4载，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然正道一生，6里难顾。于是曹溪了意，大播于洛阳、菏泽顿门，派流于天下。神会到了洛阳，也曾召开定两宗是非的大会。据宗密的传说，是天宝4年，历代法宝记作天宝8年。神会不断地评论两宗的谤正。当北宗普济在世时，739去世，曾在嵩山树碑铭立7祖堂，修法宝记，排7代数，神会集289。神会也就立祖堂，立碑记，如《宋僧传》卷8慧能传大正50755中说，会于洛阳菏泽寺重树能之真堂，兵部侍郎宋鼎为碑焉。会续宗脉，从如来下西域诸族外，正但凡6祖，净土会其影。太尉房棍作6页图序。宋鼎作碑是天宝11年，立6代祖师的隐堂，作6页图。当时的北宗、南宗都是重祖师，甚至比佛更重要，也就是重传承的宗派。在神会这样的弘传下，南宗顿教、曹溪禅在洛阳大大的传开了。宋僧传说普济之门，因而后虚，胡适说神会是北宗禅的毁灭者，不免夸大失实。
大历7年772，独孤集等上表，为三祖僧璨启示并塔额，肃宗次世为净智禅师，塔名觉记。独孤集为北宗信徒，传苏州山谷寺觉记塔随净智禅师碑名并序，全唐文卷390，说道弘忍传法于神秀，慧能功退而老曹溪，其四无闻焉。而秀功法寺普济门下万人，升堂者63人的自在会者弘正门下的龙象比普济更多。独孤集传碑时，神会、普济都已去世了。独孤集漠视神会学系的存在，夸张普济及其弟子弘正门下的兴盛。至少，当时的北宗并没有衰落毁灭。不过神会来洛阳后，由于神会政治上的成功，如下说，跃居禅门主流，而普济门下失去了领导的地位，倒是事实。至于北宗的衰落，从史传所见，是与神会禅系和泽宗的命运相同，那就是经历武宗的灭法，845晚唐及5代的军政混乱，民生凋敝，引起中原文化的全面，不但是佛教衰落，北宗与和泽宗也就渐归于泯灭，独让南方的禅者盛行中国。神会努力于慧能为六祖正统的鼓吹，不只是为了真法门正统。神会代表了一代一人的父主制，反对分灯普化的父法制，在禅宗史中有深远的意义，而不是捏造的。从代表曹溪禅风的《坛经》来看，与大乘无生方便门等北宗禅显有重大的区别。神会立顿教、如来禅，而是渐教、清净禅，不能说没有自己的见地，而只是争议法统。神会在南宗定是碑论神会集283-291说，和上达从秀禅师说禅教人，以下有数百余人说禅教人，并无大小，无师资情，共争名利，原无秉承，乱于正法，或诸学道者，此灭佛法相也。和尚告远法师及诸人等，莫怪作如此说，见世间教禅者多，于学禅者极其缭乱，恐天魔波旬及诸外道入在其中，或诸学道者灭于正法，故如此说。从这段文看出，禅门大起以来，人人自称得法，处处开法立宗，从来一系相承的禅法，显然陷于分化，分化为形形色色。尤其是神秀一系，受到国家尊重，自不免有依傍禅门，共争名利的现象。这对于福音曹溪禅风，坚信一代一人复法治的，充满了护法真诚的神会，实有不能不大声疾呼的苦心。神会是慧能门下的狂者有所进取。正道歌说，圆顿教悟人情，有一不绝直须真。不是山僧真人我，修行恐落断长坑。神会的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正是那种为佛法、为众生的真诚。如以世俗眼光看作形式的法统之争，那是与事实相去远了。
为法的挫折与成功。从神秀入京、701以来，经普济等几种弘扬，到天宝初年742，在当时的政教中心洛阳、长安以及大河南北已有深广的基础。神会北上，发表震动当时、批评北宗的宏论，当然是不能没有阻碍的。在华台大云寺召开大会，就有人临时拆破场了。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一说，侠客沙滩五台之事，县官白马，渭南卢镇2领文士，3度即死。商旅虽服，曾亦扶直乘复归。百种艰难，俱如祖传。达摩悬思之际，验于此意。因怀上其锐，感叹生之草，世数贤笃，乃尽精命，建立无退屈心。所说的这些艰难，是在到洛阳以前的。文字过于简略，不能完全明了当时的情形。县官白马是为白马的官府所居系，县与玄同。白马在华台东，当时华台是属于白马县的，起因是侠客沙滩五台之事。3度即死，是为了渭南卢镇2领文士。卢镇是2位县令，渭南应是渭河，又名南运河，以南不知是那2县的县令。上是武侠的牵累，这里是文字引起了麻烦。商旅虽服，以下似乎是受到处分，脱去僧衣而服劳役。神会在华台、行州一带已遭遇种种的打击，但并不气馁，进一步的到了洛阳，北宗的中心地带。敢说敢为，终于遭遇了更大的挫折，如《宋僧传》神会传说。天宝中，御史卢易阿比于祭，诬奏会具图，以蒙不利。玄宗诏复京，时驾幸招应，汤池的对，严礼允切。敕移驻军部，2年，敕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驻焉。关于神会的被洗移，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一说得更为分明。天宝12年，被赠聚众，敕处益阳郡，又以武当郡。13载，恩命亮移襄州。至7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皆北宗门下之所治也。这一次的问题极为严重。天宝12年753，神会66岁，御史卢易奏神会聚众，怕有不利于国家的企图。卢易是北宗的护持者，对神会运用了政治的力量。神会的门下多了，分子就可能复杂。当时曾在汤池面见玄宗，接受询问，但结果被贬放到益阳郡，今江西益阳县，又移到武当郡，今湖北均县。第2年13年，又移驻襄州，今湖北襄阳。到7月里，又移驻荆州开元寺。不到2年，就迁徙了4次，艰困是可以想象的。在神会再回洛阳以前，就住在荆州。时局的突然变乱，神会得到了再起的机会。天宝14年755 11月，安禄山反了。
第2年756，洛阳、长安沦陷，玄宗去了四川，太子在灵武即位，即肃宗。到至德2年757，郭子仪等恢复了东西两京。这时候神会出来了，被公推来主持开坛度僧的事，如《宋僧传》说：副元帅郭子仪率兵平田，然于非宛所然。用右仆射裴冕全记，大夫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百名，谓之湘水前，俱是以助军需。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14与公官居位归晋，乃全创一院，悉资山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之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既用，颇有利焉。当时的度僧是纳税的度的，纳税的度的情形，如佛祖历代通载卷13大正49598中下说：听白衣能诵经500指者度为僧，或纳钱100名，请迭替落，亦赐明经出身。及两京平，又于官府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尽纳自此而始。唐书识货志也说道：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100千，赐明经出身。当时的立坛度僧对民众来说免了兵役、劳役，对政府来说得到了军需的支应。在政府军费的迫切下，神会出来主持号召，获得大量金钱上的供应，当然对神会特别重视起来。神会受到了皇帝的供养，如《宋僧传》说：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将，并攻其力，为造单于于菏泽寺中。神会在那时念念不忘南宗顿教，为南宗做了2件大事：一，由郭子仪出面申请为菩提达摩出祖立誓，如陈宽在建元觉塔志唐文时仪3.1说：司徒中书令本阳王郭子仪赴东京之明年758，抗表起大师事。代宗皇帝谥曰元觉，名其塔曰空观。2. 由广州节度使韦利建启奏，请6祖袈裟入内供养，如别传序146487说：上元2年，广州节度韦利建奏，僧行涛即传袈裟入内。孝感皇帝依奏，敕书曰：是曹溪山6祖传袈裟，及僧行涛并俗弟子，韦利建令水路给功臣，随中使刘楚将赴上都。上元2年12月17日下，上元应是前元的误写。从韶州请的传法袈裟到宫内去供养，这是复法传一，慧能为6祖的最好证明。在兵荒马乱中，郭子仪与韦利建为禅宗奏请，可断论谓与当时主持坛度、受到政府崇敬的神会有关。神会是狂者，是富有英雄气概的禅僧。支持他的如兵部侍郎宋鼎、太尉房棍、作6页图序、郭子仪、韦利建，都是与军队有关的人，也许是气氛相投的关系。神会为曹溪顿教而献身，
不避任何艰险，坦然直进，终于达成了韶州会能为禅宗六祖永为后代的定论。神会也该为了圆满所愿而习以为效了。以后的事，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所说。干元应是无元元年762 5月13日是灭，年75。2年763迁错于东京龙门，置塔宝应。2年敕于塔所置宝应寺。大历5年770敕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7年772敕赐塔额，号般若大师之塔。贞元12年796敕皇太子及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第7祖。第2节有关神会的著作。有关神会的作品，过去仅从《传灯录》卷30知道显宗记短篇，直到敦煌所藏的有关神会作品唐写本的发现，经胡适等效法而发表出来，神会的禅学及那个时代的禅宗史才有较正确的理解。从事神会禅学的研究者，虽不一定能恰当的叙述或不免偏颇的论断，然从资料的整理公布来说，是不能不表示钦佩的。现存有关神会的作品有南洋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谈语、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洋和尚问答杂真义、顿悟无生般若颂。在这几部中，虽胡适说显宗记为禅八股，却可能为神会所作，其余都是门下的记录或编辑。早期的禅宗大德很少有自己著述的。南洋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谈语。胡适依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伯希和2045号第2件为底本，对刊日本真木林太郎校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写本，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9本，现又附入神会和尚遗集。文中说到，登此坛场，学修般若波罗蜜。这是在坛场中开法传禅般若的一项记录。对神会的禅学来说，最为体系完整。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5中说道，东京菏泽寺神会和尚
每月坐坛场，为人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立知见，立言说。为戒定慧故破言说，云：正说之时即是戒，正说之时即是定，正说之时即是慧。说无念法，立见性。这是神会在坛场所说的主要内容。坛语虽没有具备，而重要的也都在了。特别是立知见，如坛语神会集237、238说：心有是非不？答：无。心有来去处不？答：无。心有青黄赤白不？答：无。心有住处不？答：心无住处。和尚言：心既无住，知心无住不？答：知。知不知？答：知。今推到无住处立知，作没。无住心不离知，知不离无住。知心无住，更无余知。魔所住者，今推知是无住心事。而生其心者，知心无住事。神会以启发式的问答，层层推结，推到知心无住。这就是自本空寂心，知之一字，众妙之门的知，为指佛心，即心是佛的心。坛语是神会在洛阳开法传禅的记录。开元20年732，在华台召开无遮大会，则神秀门下人人开法，然后神会集283说：能禅师是的相传副主人。以下门徒道俗，竟有数，应缺一字，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纵有一人得副主者，至今未说。纵有一人得副主者，当然指神会自己，但那时神会还没有立宗旨开禅门。后来在洛阳，每月坐坛场开法。圆觉经大书抄说，便有难起，开法不得，可见洛阳开法主要是天宝乱后的事。胡适见标题为南洋和尚，而推论为这是华台定宗旨以前的讲义，是不对的。这是开法传禅，不可能是南洋时代的记录。神会僧籍在南洋龙兴寺，所以被称为南洋和尚。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这部论的敦煌写本已发现的有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本3047号第一件，又3488号，又2045号第一件3本。胡适校订收为神会和尚遗集卷2、卷3及新校订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2种的一种。散在3处的论文，经胡适的校订配合，恰为南宗定是非论的全部。论题：独孤佩传，独孤佩的经历不明。依论文，自称弟子，刀裴学履，滥欲门徒，这是一位神会的在家弟子。这部论起初是记录当时华台召开大会的情形，但后来显然利用了这一出名的会议，造成一部论，作为菏泽宗的宣传资料。如论末赞记神会集317说：大乘大论流行四方，法状再见，慧日重光。
爱河舟楫，苦海精良。闻者见者，嫌恶真长。这部论可分为序说、本论、结赞三部分。现存的论本不是当时大会的忠实记录，分析全论的内容，可见曾一再的附加，所以有头上安头，脚下添脚，身内有身的现象。什么是头上安头？佛法的一般常例，论文以归敬三宝及叙述造论义去开端。本论神会集260、264说，归命三宝法，法性真如藏，出世破邪宗。问曰：有何因缘而造此论？所以修论。这是归敬续造论义部分，但在归命三宝以前，又附上一段说，弟子于慧和尚法席下，见与重远法师论义，便修。从开元18、19念年，其论本并不定，未修未成，言论不同。今取念载一本未定，后有师资写脉传，亦在世流行。这不是论文，是后来附加的造论经过，等于一般书籍的自序。说到后有师资写脉传，显见这一段是后来附加的。什么是脚下添脚呢？论的末后部分，神会集312、314说，重远法师记得此语，结舌无对，非论一己屈辞，亦一诸徒失志，胜负既分，道俗皆散焉。和尚会持春水故得入讲论处，邪状必摧。定是非端，甚翻横见。谨录所闻，藏之切似。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先心难。8句。胜负既分，道俗皆散。大会的论议到此结束了，也就是本论的结束。和尚会持春水，以下是结赞。到谨录所闻，藏之切似，结赞部分也完毕了。发心毕竟二不别，8句出于大般涅盘经迦叶菩萨品。对这部论来说是不必要的附录，谈语也附有这8句。论文应该就此完结，但此下又接着言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者一段，续赞这部论，末了又有15赞记。这不是论文，正如一部书的后跋、后续一样。在末后的长行记诵中有这样的话，神会集316、318。去开元20年正月15日，共远法师论议。论之心也，开元20。彼日临池，今年法历。德超河洛，方流经义。去开元20是从前开元20年的意思。彼日临池，今年法历，显然是由于神会的被贬逐，大法一时衰落，到今年才重新建立起来。这是至德2年757神会出来主持谈度以后的事。方流经义是受到金中皇家的尊重。这一部分是后来追加的，附于结赞以下约与归敬三宝前一段同时。
什么是身内有身呢？这部论以神会与重远法师共论华台大云寺召开的大会为主体的。先陈激扬问答之事，后续师资传授之言，这二大段就是本论。论神会集296-312说，远法师问曰：禅师修何法，行何行？和尚答：修般若波罗蜜法，行般若波罗蜜行。修学般若波罗蜜法，能摄一切法。行般若波罗蜜行，是一切行根本。如说金刚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生无灭无去来，一切诸佛从中出。和尚言：告诸知士，或无所得，一时成佛。和尚问远法师言：胜负既分，道俗皆散焉。重远法师问神会：修何法，行何行？神会告诉他：修般若法，行般若行，并引《坛经》的4句，以说明般若能摄一切法门，为一切行根本。后来神会反问重远，讲什么经，而结束了这次大会。在这问答中间插入了和尚言：告善知识，有近4000字的长篇。这是长篇开示，与全论的问答体例不合。这一大段广引圣天王般若、小品般若、金刚般若赞说持诵《金刚经》的功德，中间曾这样，神会集310说：敬白十方诸佛、诸大菩萨摩诃萨、一切贤圣，今舍生命修顿悟最上乘论，愿一切众生闻赞叹金刚般若波罗蜜，决定生信，堪任不退故。赞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部分，原名顿悟最上乘论。修顿悟最上乘论是造论，而不是大会的论义，与南宗定是非论根本不同。这是另一部论文而被编进去的。除了前序、后序、顿悟最上乘论，其余部分以华台的无遮大会为底本，也不完全是当时的问答。如论神会集293-294说，远法师问曰：普济禅师名字盖国，天下之闻，众口共传为不可思议，何故如此苦相非斥，其不与生命有仇？和尚答曰：读此论者，不识论义，谓言非斥。普济禅师与南宗有别，我自料检是非，定其宗旨。我今为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之闻，起习生命。远法师问：修此论者，不为求名利乎？和尚答曰：修此论者，生命尚不息，岂以名利关心？这那里是重远所问，神会所说。神会与重远在大会共论，怎么会说读此论者，修此论者？这分明是造论者所增附的。起习生命，生命尚且不息，可推定为神会被贬逐回来，受到朝野的尊敬，改写这部论，用作宣传资料。不了解这部论的改编，难怪胡适会说，这种气概，这种搏狮子的手段，都可以震动一时人的心魄了。
了解这部论的增复改写，才可以解说一个事实。论前说，从开元18、19年，论本并不定。宗密在《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一说，因洛阳节北宗传一之由及华台演两宗真伪与重远等持论议会，俱在南宗定是非论中。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5中也说，开元中华台4位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天宝8载中，洛州菏泽寺亦定宗旨，被重远法师问。华台召开的大会似乎不止一次，而洛阳也曾举行定宗旨的大会。现存本是作为开元20年正月15日在华台大云寺大会的论议。那一次大会与重远法师问答是较成功的出名的一次。独孤佩是以这一次论议为底本的，每次论议的要点后来都编辑进去，也就都作为与重远的问答。贬逐回来又有所改写，再增加前序、后序。这是历次论议的踪迹，经过增复与改写的。胡适怀疑何以2次皆有重远的质问，晚年更参照西方神教而想象为很可能的重远法师是神会和尚请来的一位有训练的配角，神会集369。这未免太信赖文章的表面记录，而没有注意到这部论的不断修正与补充。重远是一位讲经法师，不是禅师，并没有代表北宗。即使重远的论辩失败，也并不等于北宗的失败。这部南宗定是非论为什么由重远来与神会进行论辩呢？中国佛教从两晋以来，凡讲经法会，必先有人出来与主讲问难一番。有名的知许问答就是这种问答。讲经以外，也有论辩法义的法会，如《三国论师僧粲续高僧传》卷9与《嘉祥集藏续高僧传》卷11，在齐王府的问难。任何法会，除传戒，都有主持的大德，通例有人出来问难。原意是为了究明法义所做的有疑的论辩。无遮大会本为布施大会，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的大会。神会的召开无遮大会，是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重远是当地有名的讲经法师，也就自负地出来问难一番。在重远与神会的问难中，禅师胜过了法师。神会并因重远的发问而发表达摩宗旨的正统，是慧能的顿教。而盛极一时的神秀门下，师承释放，法门示见。这一大会对于禅的南宗北宗不同，放正顿渐引起了当时的重视，而重远与神会的问答也就被传说开来。如以重远的论难失败作为北宗的失败，那就误解了。南洋和尚问答杂争议。日本入史一高在1957年发现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写本斯坦英本6557号，题作《南洋和尚问答杂争议》，
附有残序，遣唐山主簿刘成集。除序共14章。这部神会的问答集除序及第1章多一段外，与日本石井光雄所藏的敦煌写本前14章相合。石井本前面没有题目，引印本题作《敦煌出土神会录》，共分56章。早在民国19年（1930），胡适将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伯希和本3047号》第1件，原本也是没有题目的，题作《神会语录》，而刊出，分为50章。这3本虽增减多少不同，次第还大致相合。胡适本的前5章、后1章是石井本所没有的，而石井本与胡适本相同部分，除增入9、34、39、40几章外，更增45、56，共11章于后。50、55是6代祖师的传记，末章是大成顿教颂，附序也就是神会传。这3本的出入不同，胡适曾有所解说，神会集403-420。这一部是神会与人问答为主的集子，如刘承序《神会集426-427》说，南阳和尚思其甚焉，丙6代魏先师居七术为经教，贵贱虽问，记录多忘，若不集成，恐无疑简。更仿的者，遂坠于后，勒成一卷，名曰《问答杂真义》。刘承集本与石井本相合，只是现存本残缺了。丙6代魏先师居七术为经教，从序意看来，编辑的时代是并不太早的。6代与七术正是石井本末7章的内容。神会被许为七术，至少是贬逐回来的事。称为南阳和尚，只是习惯上的称呼，并不就是南阳时代所集成的。这部集子除问答外，将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最上乘论已编辑在内，更可见这部集子的并不太早，部分编入，如胡适本的120、石井本的9、14、47、48、49都是以问答为主，而将别部论的部分编入，所以胡适推论石井本的50、55，因为56章是将师资邪脉传编入神会集418，极为可能。胡适本不取祖师传记，将南宗定是非论的一部分删去，更增加部分的问答，从文字的更通顺来说，是比较迟一些集成的。日本元人838入唐求法，留学10年，取回的经籍中有南阳和尚问答杂真义一卷，刘承集与入史一高所见本的题目相合。迟一些，元贞853-858来中国请的南宗菏泽禅师问答杂真一卷，都是这部问答集。近人称之为神会语录，也很好。顿悟无声般若颂。伦敦英国博物院所藏的敦煌写本斯坦因296号、6468号，题名
顿悟无声般若颂是一篇而被分散在两处的，与传灯录卷30的显宗记同本。这一短篇先标宗本说，无念是实相真如，知见是无声般若。般若照真达俗，真空理事皆如，此为宗本也。然后夫唱这一宗本义，而成一短篇。先标宗本是模仿照论的，在阐明宗义后，次名传授。三是诸佛教旨如斯，菩萨大悲转相传授。至于达摩，借此为出，历代相传，于今不绝。一为法性，法是一宗，依法相传，更无别附。题材不是寄颂，不知为什么称为颂，不如称为显宗记的好。这正代表了神会对于禅及禅门传授的立场。传灯录本显宗记有西天28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之见的话。南宗定是非论仅说西土八祖是神会晚年的定本，所以显宗记的28祖说应该是神会门下所增入的。第三节南顿北渐。神会为了慧能南宗顿教的正统性与神秀门下对抗，是当时禅宗的重要事实。关于南宗，第3章已经说过了。隋唐的大统一政治是北方胜过了南方，而南方文化在南北统一中却非常活跃。有南方特色的绘画、道教都在那个时代发展出南宗，佛教的南宗也在这个时代隆盛起来。虽然达摩传来的南天竺一乘宗一向就称为南宗，然在南方精神有力的扩展下，神会自然会觉得岭南慧能才是名副其实的南宗。慧能门下有的自称南方宗旨，也就是这种意义。所以在本来就是南宗的南天竺一乘宗中，又演化为南宗与北宗的对立。神会称慧能的法门为南宗，神秀所传的是北宗，师承是放，法门是渐，而南北从此对立起来。南北对立不只是师承放正的真执，南顿北渐才是法门对立的实质。说到顿与渐，至少要明白2点，一是理的顿悟渐悟，一是行的顿入渐入。地理小乘有渐入四地，顿悟灭地的2派。大乘以一切法本不生为究极，中国虽有过渐悟、顿悟的辩论，如琉球无量易经序所说，而大乘经义从来都是物理必顿的。如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1大正16486上说，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相，如来尽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所有清净境界。这就是理的顿悟。不过在顿悟中，古说七的悟无生忍小顿悟，或说出的顿悟，或说出住就正悟，出性就正悟，后二者比到生的时代略迟。这就是正悟以后还有一层层的深入。古人的解说或多少不同，但依大乘
所证法是没有层次可说的，依智慧就可说，这所以三圣皆依无为法而有差别。道生是针对这误入又误入的见解，所以立大顿悟说。道生的顿悟说保存于谢灵运的《辩宗论》，如广弘明集卷20大正52225上说，有心论道士，指道生，以为见计为妙，不容阶级。机学无限，何谓自觉？嘉祥在《二谛义》中也曾有所引述，大顿悟义，此是逐道生所辩。比云，果报是变现之宅，生死是大梦之境。从生死至金刚心，皆是梦。金刚后心，豁然大悟，无复所见。大正4511义中，道生以为机学无限，不悟则已，一悟则分类都尽耳，就尽成佛。所以道生是机学无限的渐修顿悟说，与后代禅宗的见地恰好相反。近代人欢喜将道生的顿悟与禅宗的顿悟说相混合，其实禅者早已不自觉地混而为一了，所以略未分别。扼要地说，一切大乘法门都认为真如法性是顿悟的。说道行的顿入渐入，主要是从出发心到证悟成佛，如一定要立位进修，经三大阿僧只劫，就是见。如直劫的证入成佛，不立僧只或法身，就是顿。弥勒系的唯识学，马明的大乘起信论论文分明说，决定要三指成佛是没有顿的。龙树论一必定不定印经，曰根基立顿，说有渐入的，也有一发心就顿入无生，广度众生的。在中国佛教界，天台宗立42位，出发心住就分正10相，以上是圆修。与三论宗嘉祥同门的军正，在四论玄义中立出性未悟入义，后来显首宗也如此说。大乘经中法华经的龙女发心就成佛道。涅盘经说发心毕竟二不别。楞伽经说无所有何次，有什么次第可说？中国佛教到了隋唐之间，发心顿入佛道已是多数学者的共信了。北方禅师以楞伽思义经为无相较，是不立次第的顿禅。顿是说发心能现身顿入佛慧，与佛不二。东山宗的即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都可说是顿禅。如代表神秀所传的大乘无生方便门大正85127下说，诸佛如来有入道大方便，一念静心，顿超佛的。从神秀弟子一福修学的大乘和尚，曾到西藏去教授禅学。大乘和尚与印度来的莲华戒辩论失败了，被禁止传授，这就是宗喀巴书中所说的支那堪布。现存敦煌本、斯坦因本2672号顿悟大乘正理诀，就是大乘和尚的宗义。前河西观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御史王希为该书作序说，我大师呼奉名诏曰，
婆罗门僧等奏言，汉僧所教授顿悟禅宗，并非金口轻说，请即停废。依上引二文，可见北宗也是自称顿悟的。那么曹溪门下为什么自称为顿，以神秀所传的为见呢？顿的意义，神会曾一再地说道，引文并见，神会和尚以及出世间不思议者，实性出发心，一念相应，变成正觉，与理相应，有何可怪？此名顿悟不思议。100发心有顿见，迷悟有持疾。迷即类结，悟乃须臾。若欲真正善之事，以巧方便直视真如，用金刚会断诸位的烦恼，豁然晓悟，恒沙妄念，一时顿尽，无边功德，应时等倍。121众生见性成佛道，又龙与须臾发菩提心，变成正觉，又欲令众生入佛之见，唯存一念相应，实更非由接见。相应义者，为见无念者，为了自信者，为无所得。以无所得，即如来禅。131见诸教禅者，不许顿悟，要须随方便使悟，此是大下品之见。252学道者须顿见佛性，见修因缘，不离世身而得解脱。譬如母顿生子，与乳渐渐养育，其子智慧自然增长。顿悟见佛性者，亦复如是，智慧自然渐渐增长。287宣说南顿北渐的神会，当时是有根据的。初发心，一念相应，唯存一念相应，实非更有接见。一念相应，就是无念。至此无念，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假其他方便的是顿。如以为须随方便使悟，也就是要经种种方便，摄心方便，观察四谛方便，才能悟入的就是见。传说神秀的禅法是专念以习想，极力以摄心。去定之前，万缘尽毕，发慧之后，一切皆如。普济他们是明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证。这都显然有进修的层次，就是见。迷悟有持疾，见悟当然是有的。但如以为须随方便使悟，非见不可，即就是大下品之见了。神会所说约根基的立顿说，更着重于法门的直结。神会说直了见性，南方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了直指南宗学者自觉的比起北宗来，更有资格称为顿教。坛经有关顿见的意见，与神会所说大致相合，如说法无顿见，人有立顿。迷原作明，即见气，原作劝，悟人顿修。238中下。迷来经类结，悟则须臾间。342上。何以见顿？法即一种，见有持疾。见持即见，见即即顿。法无见顿，人有立顿，故名见顿。342中。神秀师常见人说，慧能法即直指路。
秀师遂唤门人僧至陈曰：汝聪明多智，汝与吾至曹溪山，到慧能所礼拜。但听莫言吾使汝来。所听一指，即取却来，与吾说，看慧能见解与吾谁持急？3、4、2中。坛经的顿见说与神会大义相合。顿与见是根基的立顿问题，不是法的不同。顿跟类结见修，等到悟入还是一样的，自性般若。从应机的立顿说，直接的开示悟入是顿，需种种方便渐次修学而悟入的是见。如定慧等学、三学等是顿、见、定、慧的分别次第进修是见。所以南宗的称为顿教，是不假方便直指直示的。念佛名令静心的北宗，本渊源于道性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无念是念佛，契入心地明净。东山门下不一定是非见不可的，如法如形状，经时续编卷6说，经为以一法，能令圣凡同入决定。众皆屈身必请，变得本心。如禅师以一应之法，密应于众意。世界不现，则是法界。此法如空中月影，出现应度者心。法如的开法方便，以一应之法，密应于众意，不能说不是顿教。法如乃祖范师资，发大方便，令心直至，魔所委屈。众皆屈身必请，变得本心，不能说不是顿悟。然从神秀以来，以方便显，门下都在方便渐修中用力。所以《传法宝记》的作者杜窟对神秀门下有说不出的慨叹，如说：今之学者，将念佛名，令静心，为伪相之谈。悲夫！岂勿念性本空，焉有念处？净性已寂，夫何净心？念尽都忘，自然满照。语气僧可有言曰：4世之后，变成名相，性矣。经大通，神秀门人，法动无挠，福因何远？果足宜行，免灾学流，光阴不弃也。从当时法如开法以来，慧能还在世，比神会北上早得多的情形看来，静心方便的次第化已失去了东山法门即心是佛的顿入气息。神秀所传是有顿悟入道成分的，而以方便显，逐渐落入了渐修的情况。这难怪杜窟要慨叹，神会要专题直了见性，以南宗顿教宣告于天下了。第8章曹溪禅之开展。第1节曹溪流派。慧能在韶州行化40多年，与禅宗以极深远的影响。当时辟处岭南的弟子虽传下法海、智道等名字，但事迹不详。他们的贡献是《坛经》的集成与传出，及有关慧能事迹的传说。发展曹溪顿教而成为大宗的，属于中原及江南的弟子。中原的菏泽宗，菏泽宗以神会住在洛阳菏泽寺而得名。
慧能去世以来的50年，713、762是神会北上，努力于发扬南宗顿教，确定慧能为六祖的时代。神会的一生已在上一章说过了。神会的门下，在经络一带的竟没有卓越的禅师。在这政治中心地带，与北宗尖锐的对立，相见如仇，结果是谁也占不了便宜，仅留下谈经传宗等口实。少数行化到江南的，恰好洪州、石头、牛头禅盛行，也难有卓越的表现。唯慈州法如一系传入成都，后来有归封宗密780、841为菏泽宗的殿军大师，但宗密教禅一致，菏泽宗与华严教合一，失去了南宗顿教简易的特色。江南的洪州宗与石头宗、清源行思与南岳怀让所传出的法系，到10世纪被认为曹溪禅门的正统。行思或作行思的传记附见于《宋僧传》卷9，一幅传下大正5。0760下传灯录卷5，大正5 1240上下。行思是吉州（今江西吉安县）旧市庐陵人，开元28年740去世。在曹溪会下，行思被称为上座，是一位年龄较长的弟子。慧能生前，行思早已离开曹溪，住在故乡的清源山净居寺。传说四方禅客凡拥其堂，而现在能知道名字的仅石头西迁一人而已。西迁的传记见《宋僧传》卷9，西迁传大正50763下764上，传灯录卷14，大正51309中下。西迁卒于贞元6年790年91岁，应生于9世元年700。西迁是岭南膏药（今广东膏药县）人，起初在曹溪会下做沙弥。慧能去世713，西迁只有14岁。他曾上下罗浮，往来三峡，到处去参访。开元16年728受具足戒。然后到清源山来依止行思，终于成为一代的大禅师。天宝初年742，西迁到南岳来，在一石台上结庵，所以人称石头和尚，石头宗有此的名。广德2年764，曾到梁端（今湖南长沙县）住了一个时期。从742到790，西迁弘禅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门下的法寺传灯录列20亿人，如荆州的天皇道悟807簇，李州的药山惟演828簇，潮州的西山大颠824簇，都是有名的禅师。云门宗、法眼宗、曹洞宗，传说都是从石头系统出来的。慧能的另一弟子怀让传记见张政府815所作的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并序，全唐文卷619，宋僧传卷9，怀让传大正5076以上中，传灯录卷5，大正51240下24以上。
怀让于天宝2年744去世，世寿68，应生于仪凤2年677。怀让是荆州安康（今陕西安康县）人，起初从荆州衡景律师出家，与同学坦然参访嵩山老安。23岁699时来曹溪参会能，在曹溪门下12年，或说15年，景云2年711辞去。先天2年713，怀让到南岳来住般若寺。怀让的弟子宋僧传、举道俊、道一2人，传灯录列9人。其中严俊就是道俊，后来住扬州大明寺，神照住广东潮州的西山。药山为偃、潮州大颠、百丈怀海，都是从神照或作会照出家的。怀让的弟子中留有事迹的，也只有洪州道一。道一的传记有全德于约791所作的《唐故洪州开元40门道一禅师碑名并序》，全唐文卷501，宋僧传卷10，道一传大正50766上下，传灯录卷6，大正51245下246下等。道一卒于贞元4年788年80岁，是生于景隆3年709的。道一是汉州（今四川广汉县）人，俗姓马，被尊称为马大师，后世又称之为马祖。其实马祖是牛头下鹤林玄素马宿的俗称。宪宗是位大寂禅师，所以或称之为大寂。道一本为成都净众寺经和尚吴襄的弟子，后到南岳来，从怀让修学。天宝初年742，道一住建阳（今福建建阳县）的佛基岭，开始具图教化。不久，迁到临川（今江西临川县）的西山，南康（今江西南康县）的公公山。大历年间766、769，移驻洪州（今江西南昌县）开元寺，所以人称之为洪州宗。道一的门下盛极了，称88位善知识，如南泉普愿834簇，西塘智藏814簇，而百丈怀海814簇最有名。淮海下出了沩山灵佑853簇，黄渤西运856顷簇，为维养与灵济2宗的根源。行思与怀让当时只是与少数学人度着禅的生活，没有公开的开法传禅。如圆觉经大书抄说，让和尚是6祖弟子，本不开法，但山居修道，续14279。神会在华台大会上说，能禅师门徒道俗，竟有数百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神会集283。到了西迁与道一，禅风才大盛起来。宋僧传西迁传引刘科碑820请坐，说自江西主大济，湖南主石头，往来匆匆，不见2大士为无之矣。这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然在会昌法南845以前，石头一系的兴盛是比不上菏泽与洪州的。
石同一系的思想也没有被认为曹溪的正宗，这可以举当时的文记为证。一、为处后828处所作兴福寺内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全唐文卷715说：自脉散思分，或顿情，或居落，或知无，或在处。大义是道一的门下，死于818年。为处后作碑，说到禅的分散，是代表洪州宗当时的意见。碑中所说的勤者曰秀，是北宗；弱者曰慧，是菏泽宗；武者曰荣，是牛头宗；处者曰道一，是洪州宗。叙述当时的禅分四大支，却没有提到石头。碑文虽不满神会门下的坛经传宗，而称神会位的总持之印、毒药银珠，大有曹溪门下第一人的意思。那时的洪州门下对神会还是表示尊敬的。二、贾肃825所作扬州华林寺大悲禅师碑铭并序，全唐文卷731说：菩提达摩始来中土，代习为祖，派别为宗。故第六祖曹溪慧能始于荆州神秀分南北之号。曹溪继梅其四法者，神会、怀让、右溪为二宗。大悲禅师是神会的弟子灵坦，死于816年。碑文承认了怀让为曹溪门下，菏泽与洪州二宗并立，也没有说到石头。三、白居易847处所作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并序，全唐文卷678说：自四祖以降，虽四法有种敌，而支派由大宗小宗焉。以士族辟之，祭师指兴善为宽，与西唐藏、甘泉贤、乐坛海、百颜辉俱复是大忌，道一若兄弟然。张敬诚若从兄弟，径山青从祖兄弟，贺林素、华严记若伯叔然。五、当山中、东京会若伯叔祖，嵩山秀、牛头荣若曾伯叔祖。传法堂碑是为道一的弟子兴善为宽卒于817做的，所叙的谱系有点杂乱，然代表了洪州门下当时的意见。碑中说到了洪州大忌、牛头法荣、嵩山、神秀、东京神会所叙述的都属当时四大宗，并没有提到石头一系。四、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列举7家，浮沉看尽，方便通经，是北宗。三句用心为界定会，是净众宗，教行不拘而业实，是宝堂宗，处类是道而任心，是洪州宗，本无事而忘情，是牛头宗，即传香而存佛，是宣实宗，即知止体，无念位宗，是菏泽宗，序14277-280。叙述当时的7家，除去四川方面的净众、宝堂、宣实，也还是四大宗，却没有石头的地位。五、宗密的又一著作《禅圆珠全集都序》卷上之2，大正48400下说：宗义别者，由江10家原物作，是为江西、菏泽、
北秀、南生、牛头、石头、宝堂、宣石及筹那、天台等。宗密列举10家，连部署达摩系统的筹那、天台都在内，才提到了石头。统摄诸家的禅为3宗，其中闽觉无忌宗石头、牛头下至径山，皆是此理。大正48402下，洪州与菏泽同属，只显心性宗，而石头却与牛头相同，这意味着石头宗的不彻底，不足以代表曹溪的正统。上述的5项文证都是会昌法南以前的实录。到会昌法南止，菏泽与洪州互相承认为曹溪门下的2大流。石头宗的早期意义应好好的加以研究。剑南的宝堂宗，宝堂宗的成立者是成都宝堂寺无著。传灯录卷4有无著的机缘语句，得法于净众寺的无香，大正51234中235上。宗密也把它看作五祖下的一文，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序14278说，其先亦五祖下分出，即老安和尚也。有一俗弟子陈楚章，时号陈七哥。有一僧名无著，欲成开示领悟，亦至行孤径。后有蜀中玉京和尚开禅，亦欲其会，但众资问见，非改前物。将欲传之于未闻，亦以秉承俗人，恐非一变，遂任金和尚为师。老安是嵩山惠安，金和尚是净众寺无香，为智深的再传弟子。老安与智深都是弘忍门下，所以说宝堂是五祖下的一系。然现存属于宝堂宗的历代法宝记所说并不如此，如大正51186上下说，和尚法号无著。玉白衣居士陈楚章说顿教法。和尚当遇之日，密契相知，莫传心法。天宝年间，忽闻范阳道次山有名和尚，东京有神会和尚，太原府有自在和尚，并是第6祖师弟子，说顿教法。和尚当日之时，亦未出家，遂往太原礼拜自在和尚。自在和尚说，镜中无镜香，即是真净佛性。和尚闻法意，心意快然。欲辞前途，老和尚共诸师大德苦留，不放此真法栋梁，便与削法披衣。天宝8载，受具戒。干元2年正月，到成都府净众圆悟座全4。出道之时，逢安干师引见金和尚，和尚见非常欢喜。其时正是受缘之日，当夜随众受缘，经3日3夜。历代法宝记，无著还没有出家时，从老安弟子陈楚章得法。天宝8年749前，从6祖弟子并州自在受法出家。干元2年759，在成都金和尚处也随众受缘3日夜。依此明确的记载，无著出与老安门下有关，而出家是慧能的再传弟子。与净众寺的金和尚无相，仅有极短暂的形式上的关系。
历代法宝记肯定的以慧能为六祖，受到神会所传的顿教的影响，无助并以传一畏惧，自以为直成慧能的顿法，这应该是至少是依附曹溪门下的一流。无助驻成都的宝堂寺，受相国杜鸿渐的尊信。传禅的时代并不长，从永泰2年766到大历9年774，只有9个年头，时代与道一西迁相当。第二节禅风的对立，曹溪门下以南宗顿教为名而弘传的不在少数，前面所说的只是形成大宗的4家。现在来看看这4家与曹溪禅有什么关联，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说到曹溪禅，现在只能以坛经为代表，以坛经来观察各家，但这在研究上是并不太容易的，因为坛经是弟子所集记，而现存最古的敦煌本已经过了坛经传宗、南方宗旨的多少杂糅，这是坛经自身的问题。坛经为慧能晚年的一项开法记录，起初是流传在少数人手中的秘本，神会怀让他们都不一定见到过坛经。即使见到了，曹溪门下是禅者，禅者是以自己体验的那个事实为主的，应时应机来接引学人，绝不是奉坛经为范本而照本宣扬的，这是有关坛经与曹溪门下间的问题。以坛经来观察各家，只能说坛经的主要部分与门下所弘传的南宗有着一定程度的关系罢了。曹溪门下的禅书，如与菏泽有关的神会语录、坛语，与宝堂有关的历代法宝记，都能提供在当时的实际情形。而清源行思、南岳怀让等某些机缘语句，都经过长期传说而后记录出来。如漫无简别的引用魏会昌以前的南岳、清源下的早期禅学，也不容易精确。所以这里只能从大体上理解各家的趋向与特色，而曹溪禅成为一般人心目中的禅宗，留到下章去论究。直说与巧说，坛经的主体是当时开法传禅的记录，是继承东山弘忍以来的公开的、普遍的开法。坛经附编中的弟子机缘部分是个别的当机接引。敦煌本仅附录制成法达、智常、神会4人的问答。传灯录共录19人的机缘，多数为坛经志原本所采录。慧能当时的问答机缘，也还是重在说明、直说的。然传说中的神会、玄觉等机缘，已有反诘的、启发的，甚或用棒打的，让学人自己去领悟。北宗也是有这种作略的特色，这姑且称之为巧说。从这接引学人的方便去观察，那神会的每月做坛场，也是一般的开法，如坛语神会集251说，我于此门都不如是，多人少人并皆普说。过去诸佛说法，皆对8部众说、不思说、
不偷说，上中下众各自领解。神会重于普说，他批评偷说、私说，显然是继承黄梅家风的。对人或少数弟子的问答，被给予南洋和尚问答杂争议的，也是重在说明的。宝堂无助与神会的态度相近，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5下说，宝堂寺无助和尚，每位学道寺众百干万人及一人，无有时节，有一任问，处作说法，直至见性。无助的说法是不定期的，普说或应机说法也主要是直说的。这是上承弘忍以来的不择根基、普为大众的开法方式。清源行思与南岳怀让当时都没有开法，也就没有开法的直说。道一石头以下，在记录中所见到的是开堂、上堂。当时有法堂的建立，所以改称开法，为开是创开，堂上堂。这虽取普说的形式，却以僧众为主。道义与石头门下着重于僧众的陶冶，也就更重视个别的启发。传录下来的以机缘问答为多是随问反直，绚丽炫破，并以行动来表示。师弟子间同参道友间的问答，多数是误入的机缘与禅心深入的表示。洪州石头门下显然是在固有的普说形式上倾向于个别摄受，方便巧说，随相与破相。东山门下已有破相的倾向，曹溪门下更具体地表现出来。自道性以来，法门是戒禅合一，念佛与成佛合一。慧能不用其念佛名令静心的一般方便，而采用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渊源于黄梅的直接的法门。从此，曹溪门下的传法不再念佛了。唐末以来的禅师又与念佛相结合，那是他立的念佛与黄梅的念佛方便不同。至于戒法，神会的谈语还是有戒有禅，而且说若求无上菩提，要先护持斋戒，乃可得入。神会集229，保存了东山门下的传统。但是一般的斋戒，不仅不是坛经的受无相戒，也没有北宗以佛性为菩萨戒的意义。神会的斋戒是适应一般的。慧能是一位承先启后的大师。坛经受无相戒，说到见佛、忏悔、发愿、归戒，而这都消归自性，结归于戒本源自性清净与还得本心的不二。这是有受无相戒的名目，而并无一般禅外受菩萨戒的特殊内容。所以，虽依佛教常例说戒、说定、说慧，而其实是大正48342下的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般若观照，当离法相，有何可立？继承这一精神而发展起来，宝堂、石头、洪州门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不再提戒法的传授了。宝堂无著是最偏激的，他对于戒律依出家的戒律说的看法，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94中说，律是调伏之意，戒是非青黄赤白，非色非心是戒体。戒是众生本性，众生本来圆满，本来清净。妄念生时，即被觉合成，即是戒律不满足。念不生时，即是决定毗尼；念不生时，即是就近毗尼；念不生时，即是破坏一切心识。若见持戒，即大破戒。戒非戒二是一相，能知此者，即是大道，一是导或律师。经十律师，说处说尽，说持说犯。坐香原作相，受戒坐香归仪，即以犯时皆坐相。假使坐香，即与外道无通等。无著的教行不拘，达到了否定一般出家戒律的边缘。圆觉经大书抄卷3之1说他是门是香，一切不行。礼忏、转读、画佛、写经，一切毁之，皆是妄想。所住之愿，不至佛事，续14278。这是曹溪门下破相，源于黄梅的最极端者。洪州石头门下对出家、受戒、念诵大体随顺一般的习例，少数人的任性行为也在所难免。石头门下有几则特殊的例子，如《传灯录》卷14说，天然施以盆圣水，镜头于和尚前胡跪。石头见而笑之，便语剃发。又未说戒法，师乃掩耳而出。大正51310下。药山云：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高沙弥师曰：知是这番事，换什么作戒？大正51315下。药山那戒于横越西操律师，乃曰：大丈夫当礼法自净，岂能谢事细行于不精耶？大正51311中。据石头门下的几则事例来看，有的出家而不受戒，有的受戒而不要学戒。作为僧家制度的出家律仪，在禅者，特别是石头门下，是名存实亡了。然而大众共聚，不能没有法治，于是乎洪州门下致力从灵清规，不是小乘，不是大乘的自成家风。这里只约破相与随相而说，这里面还有别的问题。尊教与慢教。尊教与慢教，就是立言说与不立言说，教禅一致或教禅别行。这原是老问题，达摩以4卷人家受会可是续僧传所说的。道信一人家经及文殊说般若经至入道安心要方便神秀方便通经广引大乘经论来成立自宗，都表示了禅是不离教的。然唐中岳沙门是法如形状，说天竺相承，本无文字，入此门者唯义相传，并引禅经序说斯人不可以名部分，别有宗名矣。
章说的荆州玉泉寺大空禅师碑、杜窟的传法宝记，都说到部立文字为一相传、新传，表示了离教而别有宗的立场。对于这个问题，曹溪门下又怎样呢？菏泽神会是交禅一致的，如坛语说：若求无上菩提，须信佛语，依佛教。佛道美语。经云：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神会集228之事。若学般若波罗蜜，须广择大乘经典。明镜可以见容，大乘经可以正心。第一莫疑，依佛语，当尽3业，方能入得大乘。此顿门亦依如来说，修行必不相忏，千家无，神会集252。神会在传授禅法时，要人依佛语，信佛教，要人广读大乘经典。认为顿悟的最上乘，亦依如来说。在教导学人的方法上，神会是应用经教，对大乘的了义经是肯定的，绝非离大乘经义而别有顿教最上乘的。神会说达摩宗旨，我6代大师一一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皆见，神会集287。达摩所传的顿悟见性，就是如来禅，如来禅是楞伽经所说的。他引用大般涅盘经的南无纯陀，南无纯陀，身同凡夫，心同佛心，神会集279，即引法华经的龙女成佛等，神会集130、133，以证明顿悟。不但引经来证明，而劝人广读大乘经。大乘经的听闻读诵，神会认为对于顿悟的见性成佛有重要的意义，如与拓跋开府书神会集101、102说：于生死海中的与诸佛菩萨一面相应，即于一面相应处修行，即是知道者，即是见道者，即是得道者。侍郎云：今世凡夫为官，若未学的，兹侍郎，今日许侍郎学解。未得修行，但得知解，以知解久虚其故，一切攀缘妄想，所有众者自见轻微。神会见经文所说，光明王、月光王、顶身王、转轮圣王、地势梵王等，具五欲乐，甚于百千万亿诸王等。于般若波罗蜜为则学解，将解心诚问佛，佛即领受应可。的佛应可，即可舍五欲乐心，便证正位的菩萨。在这里，神会提出了一个解字。解是知解，从听闻而来，了解而深信不疑。这虽还不是见，不是证，但久久熏习，对于顿悟见性是有用处的。所以神会主张要即有作戒，有作会，显无作会，神会集229。有作会就是信解的知解，对无作会真无漏般若有助发的作用。知与见的差别，神会也说得明白，神会集246。如此处各思量家中住宅、衣服、卧具及一切等物，具之有，更不生疑。此名为知，不名为见。
若行到宅中，见如上所说之物，即名为见，不名为知。今所学者，据一事，且自依他说之身中有佛性，未能了了见。从闻说而引起决定性的知解，固然是不彻底的，没有见，没有证，但在顿悟入道中是有重要意义的，如坛语神会集248、249说：知识常须作如是解。上根上智人，见说般若波罗蜜，便能领受，如说修行。如中根人，虽未得，若劝情咨问，亦得入。下根人，但智性不退，当来亦能入大乘实性位中。神会所说的知解，约教义说，是大乘了义，闻所成会，天台家称之为开元解。神会是以知解为方便的，洪州门下基神会为知解宗徒是正确的。但在神会的观点来说，这是没有什么不对的，离教说宗才是错误呢。神会以知解为误入的方便，所以不破言说，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5中说，神会和尚每月坐坛场，为人说法，破清净禅，立如来禅。立知见，立言说为戒定慧，不破言说。云正说之时即是戒，正说之时即是定，正说之时即是慧。说无念法，立见性。神会的不破言说是什么意义呢？言说的当下就是戒定慧，妄心不起名为戒，无妄心名为定，知心无妄名为慧，是名三学等。神会集229。戒定慧等只是摩诃般若无住之知。摩诃般若或名无住之知，是不必离于言说的，所以说经云：当如法说，口说菩提，心无住处；口说涅槃，心为寂灭；口说解脱，心无系缚。神会集247。如法说是不取于相的，与无念、见性都是不相碍的。无住、无念都不妨言说，这才是语默动静都是禅呢。禅的方便也好，禅的悟证也好，神会是奠定了教禅一致的宗风。神会禅的特色与坛经是有密切关系的，如坛经大正卷48说：见一刻读金刚经，慧能一闻，心迷变悟。见忍大师劝道俗，但持金刚经一卷，即的见性，直了成佛。337上。五祖业智三根，换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慧能一闻，言下便悟。338上。若大乘根者，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340中。慧能与金刚经的关系，实同与洪州门下如宝林传、祖堂集、景德传灯录都是承认的。持经诵记而能引发心开悟解，可以见性，应该是神会以知解为顿悟方便的主要根据。神会造了一部《顿悟最上乘论》，广赞受持金刚经的功德，就是坛经中持金刚经的发挥与引证。曹溪门下神会虽
不破言说，然不立言说的倾向也普遍地发展起来。宝堂宗无著就是破言说的，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92下说，和尚所引诸经了义，直指心地法门，并破言说。和尚所说，说不可说。经愿同学但一修行，莫者言说。若者言说，即自失修行分。无著是相当推重神会的，引用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师资邪脉传也说无念。无著寻常教界诸学道者，恐着言说，所以与法师、律师、论师们的问答，都是依经论所说，而破斥言说，引归无念。着重在破言说，所以说达摩祖师宗徒禅法，不将一字教来，莫传心印，成为离教传禅的一派。他直指心地法门，并破言说，所以不叫人读经。认为转经礼拜皆是起心，起心即是生死，不起即是见佛。宝堂宗风不重教与离教的倾向，大致与洪州、石头下相近。教外别传与不立言说有关。裴修、黄檗希运禅师传心法要传灯录本为正。大正藏48的别行本已有所增附，曾这样。大正51270中说，有大禅师号希运，独配最上乘离文字之印，为传一心，更无别法。正知者，无心就，无浅深。说知者，不立意解，不立宗主，不开户有。直下便是，动念则乖，然后为本佛。裴修对菏泽下的宗密是相当钦佩的，极力护持的，也是能深切了解菏泽宗义的。宗密去世，84以后，裴修又亲近到夷夏的黄檗，时为会昌2年，842及大中2年，848。裴修所记的黄檗法要是比对着菏泽宗的。不立意解就是不立知解，不像菏泽宗的依知解为方便。菏泽宗立无念为宗，无著为本，见即是主，黄檗是不立宗主。不开户有是没有指一个门路，让学者从这个门路去误入，这就是不将一法与人。因为南方禅师们的经验，从门入者非宝，从缘误入，才能永无退失。这与菏泽的立无著知之为误入的门户显然不同。黄檗的不立、不开都从不立言说而来，所以也明确地表示了达摩的别传教外。如黄檗希运禅师传心法要大正51273上说，方便说三圣，成有大小的有深浅，皆非本法，故云唯此一成道，余二即非真。然法华终未能显一心法，故照迦叶同法作，别复一心离言说法。此一之法，经别行。若能弃物者，便至佛的。黄檗的不立意解，不立宗主，不开户有，别复一心离言说法，是从不立言说而到达离教法而别有宗法的顶峰。与
法如形状的天竺相承，本无文字。入此门者，为义相传，说相同。本来实际是言说所不及的，那是经论的常谈，小乘也不例外。神会那会不知道呢？如神会立无念为宗，而无念是神会即115。问：莫审无念法有无？答：无念法不言有，不言无。言其有者，即同是有；言其无者，即同是无。是以无念不同有无。问：换作是物，是物即什么？答：不换作是物。问：作物生即怎么样？是。答：亦不作物生。是以无念不可说，经言说者谓对问故。又如佛性的问答中，神会集140说：问：此四是媒物，是媒即什么什么？答：不四个物。问：既不四个物，何故唤作佛性？答：不四物，唤作佛性。若四物，即不唤作佛性。不四个物，就是说四一物即不中。这有什么可说可立呢？然在皆隐学人，假名是不无作用的，所以还是立之见，立言说，名为无念，唤作佛性。洪州石头门下倾向于不立言说，不立文字。不是说不可以立，只怕你不能言下误入，而所说所立引起副作用，反增执见。百丈就对灵佑说：不辞与汝道，久后丧无儿孙，大正51249下。这样的发展起来，就超佛进一步越祖，从教义、佛法大义到祖义、祖师西来义，进而连祖义也不立。专在日常生活、当前事物、一般语言，用反诘、暗示、警觉去诱发学人的自悟，终于形成别有一格的禅语禅记。这是倾向于不立言说而逐渐形成，并非起初就是那样的。如《传灯录》卷6到1的开示，大正51246上说：汝等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恭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人家经文，以应众生心力。恐汝颠倒不自信此心之法个个有之，故人家经云：佛与心为宗，无门为法门。道一去世788，比神会去世762，迟了20多年。道一的开示还不妨说宗说门。与道一同时的石头西迁大正51309中也说：无知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为达佛之见，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一体一。汝等当知，自己心灵体离断肠，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其同，应用无方。汝能知之，魔所不备。道义与石头的宗要，与神会所说的为指佛心，即心是佛，显然是一致的，是曹溪门下所供的。也与坛经所说的一样，如
大正48340中下339上说：不悟即是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实心见性，自成佛道。善知识，见自性自净，自修自作，自信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见性成佛，即心是佛，即心即佛，为慧能及门下一致的南宗的核心问题。由于洪州、石头门下倾向于不立言说，其实是离不了言说，而只是不用经论固有的言说，这才在接引学人的方便上有了形式上的不同。是以道义应用的语句为例来说明。第一例，道一是以即心即佛为宗的上引的开示也如此，如此下并见传灯录大正藏卷51说，南拳普院江西马祖说即心即佛，王老师不能魔道257下。汾阳无业常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马祖曰：只为了彼心即是，更无别物。257上。东寺如慧自大寂即道一去世，师常唤门徒以即心即佛之谈，诵译不已。255中。第二例，道一晚年。又说非心非佛，弟子们也有这一倾向，如说大美法常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魔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遮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254下。李敖僧云：马大师或说即心即佛，或说非心非佛。252中。三例，道一主要为道义门下，进而说第三句，如说伏牛自在，马大师以何事图？对曰：即心即佛。此外更有什么言教？师曰：非心非佛。或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253上。伏牛自在，即心即佛，是无并求并句。非心非佛，是要并对治句。僧问：如何是托洒底句？师曰：伏牛山下古经传。253中。盘山宝鸡，若言即心即佛，今时未入玄为。若言非心非佛，犹是指宗之极则。向上一路，千圣不传能如是心心无知，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始谓道矣。253中。道一的教说，无疑的义，即心即佛为宗，也就是佛与心为宗。后来又向于非心非佛，末后更超脱而入第三句，主要是弟子的时代。道一弟子百丈怀海，对语句的说是说，不是有灵活的应用。他依经为三句语，如古尊宿语录卷1引广录序11884说到修行的佛，有修有证，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说，是不了教语，是凡夫前语。第一，
不许修行的佛，无修无证，非心非佛，亦是佛说，是了义教语，是地位前人语。第二，但有语句，竟属不了义教了，义不了义教，竟不许。第三，如今见觉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住如今见觉，是中善，亦不做不守住之解，是后善。要透脱三句语才得。这么说，那么说，知是说破两头句，一切有无尽法，但莫贪染及解缚之事，无别语句教人。但割断两头句，量数管不着。但不着文字，隔取两头，捉汝不得。这是任何句语，一句都演为三句，都不做实法会，不做一定说。这就是没有一法与人，就是不着文字。原则是不妨安立的，而到底重于活句，重于不立言说。洪州门下如此，石头下也如此。石头说即心即佛，而石头下的丹霞竟说佛之一字，我不喜闻。立言说与不立言说，为曹溪门下二大流。不立言说，不立义解，当然是不重经教。洪州与石头门下也有看经的，如汾州吴业，在彻悟以后，阅大藏，周发忍而毕，大正51257上。到一对西唐智藏说，子何不看经？师云：经其义耶？祖曰：然虽如此，汝向后为人也须的。大正51252上中，禅师们发悟以后，也有不读经的。但早期的禅师为了化他的需要，也还要读经，但这是彻悟以后的事。对于来参学的，如临济坐下，经又不看，禅又不学，大正47503下。药山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大正51312中。古尊宿语录卷1引百丈广录说得很分明，序11888586。读经看教，求一切之解，不是一项不许。解得三圣教，密佛即不得。读经看教，若不解他生死语，决定透他一句不过，莫读最第一。所以教学选指人，不浅读文字。于生死中广学之解，求福求智，于理无异。总之，洪州石头门下对一般参学者是不许读经看教，不许求密之解的，与菏泽门下恰好对立。慧能是禅者，不是从事学问的。然从慧能所说的《坛经》来看，却是尊教的。慧能劝人持《金刚经》，一再说道悟放经法。《坛经》所用的术语，都还是经论所固有的。《坛经》曾批评不用文字的禅者说，大正48343下，放法直言不用文字。既言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言语，言语即是文字。不用文字，也就该不用语言，这是人所不可能的。以知解为方便的菏泽禅与慧能的禅风是契合的。然洪州、石头、宝堂门下成为不立言说，
的禅，这是历史上的事实，这怎么会呢？佛为众生说法，流传结集，成为文字的经教。经教的文思者，大抵作为高深的义理，实施的方法，如不引归自己，应用于自己身心，那与世间学问一样，只是一套空虚的知识，对学佛来说没有多大效果的。慧能所传的特色，要人向自己身心中求，一切是自信，自信本来具足的。所以学法求佛，不是着相的向外求密，而是让自己本性显现出来，就是见性成佛。在这一根本义趣中，谈经大正卷48对于经教以为无心正定，即是持经342下，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转经343上。12部经皆原作云，在人性中本自具有340下。一切经书及文字，小大二圣12部经，皆因人制。一切经书因人说有340中。经法是自性本有的，经上所说都只是自己本有的那个事实。所以说心修此行，即与般若波罗蜜经本无差别。慧能称之为自性、法性、本性、自心、本心、真如或法身等，称之为什么，都不外因人说有，这当然会引向不依言说的立场。然在谈经中，依经教与不依文字，应该是贯通无碍的。这可以善知识为例，如谈经大正48340下说，不能自原有性自山物虚的善知识是道见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识。若取外求善知识，妄得解脱，无有是处。实自心内善知识，即得解脱。若自心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即有教授，不得自悟。汝若不得自悟，当其般若观照，刹那间妄念自灭，即是真正善知识，一悟即如佛也。一般的说，学佛要依善知识及经法，善知识与经法有相同的意义。谈经分善知识为外内2类，经法也有经书及本有12部经2类。因为不悟，要依外善知识，自悟就不假外善知识。这如迷妄不悟，要依经法，如自悟，那就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取外求善知识是不可能解脱的，要实自心内善知识，才能得解脱。这如取外求文字经教，不可能解脱，要实自性本有经典，才能解脱。如迷妄，要外善知识教授，然后自己观照，悟及内善知识。这如迷妄要依外经法之解，然后自己观照，悟及自性本有般若经。外与内相成，善知识与经法意义是完全一致的。外善知识在禅者始终是不可少的，那外经法为什么不也这样呢？神会说，须广读大乘经，大乘经可以正心，若求无上菩提，须信佛语依佛教。
神会也说通宗义通，顿黄本座说通即心通，正是内外相承，导迷起悟的一贯之道。然一般禅者倾向于内证，不免于清教发展到不立言说，教外别传，另有理由，如下说：重定与轻定。学者外求善知识的教授，不离教说，内为身心的修正，就是禅悟。关于经教，曹溪门下有立言说、不立言说二流。对于禅悟、坛经是主张定慧等学的。进修的方法一般是因定发慧，也就是先定而后慧。禅定的修习一般以坐为主，所以有坐禅一词。对于这坛经表示的见解是大正卷48。此法门中，坐禅原不看原坐者心，亦不看境，亦不言不动338下。迷人者法相，执一行三昧，直言原坐真心，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338中。此法门中一切无碍，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原坐去未坐，见本性不乱为禅。何名为禅定？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339上。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直，原坐真心事338中。如无在日一种，一时端坐，但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魔事无非，无住，但能原坐，然寂静，即是大道345上。前二则是对看心、看境、不动、常坐东山门下所传的一般禅法加以批评，认为是障碍入门的。坐禅或禅定慧能是不偏于坐，直坐不动的，不偏于静，除妄不起心的。只要于一切法上无有执着，活泼泼的，一切无碍，行住坐卧都是禅。这一原则，曹溪门下可说是一致的，特别是批评以坐位、坐禅的偏执。明藏本坛经大正48358中说：住心观境，原坐静，是并非禅。常坐居身，与理合意。听无记曰：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谓立功课？洪州与石头门下对以坐位坐禅都是同一意见，如传灯录大正卷51说：南岳怀让到一住传法院，常日坐禅。师之是法器，往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亦曰：图作佛。师乃取一砖于彼鞍前石上磨。亦曰：师作什么？师曰：磨作镜。亦曰：磨砖起的成镜耶？师曰：坐禅起的成佛耶？亦曰：如何即是？师曰：如人驾车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亦无对。师又曰：汝学坐禅，未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作佛，即是杀佛。
若直坐相，非达其理，240下。大忌道疑，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禅，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440中。时通西迁，无知法门，仙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309中。菏泽神会与坛经一样，批判北宗，主要是普济的宁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如神会集说，若教人宁心入定，住心看境，起心外照，摄心内正者，此是障菩提。今言坐者，念不起未坐；今言禅者，见本性未禅。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入定。若指比较门为是者，为摩诘不应呵舍利弗宴坐287、288。大成定者，不用心，不看心，不看境，不观空，不住心，不沉心，不远看，不近看，无十方，不降伏，无部位，无分别，不审空，不住寂，一切妄想不生，是大成禅定151。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非论善恶，皆不离妄心，有所得，并是有位，全部相应133。曹溪门下所传的是般若相应的禅，定慧不二的禅，魔所取者的禅，以此为禅的定义，曹溪门下自己下的定义，所以对入定出定、内照外照、住心看境等，采取否定的立场。神会是最极端的，如坛语神会集229说，要即有作戒，有作会，显无作，胡是校本，补戒无作3字是误解了会。定则不然，若修有作定，即是人天因果，不与无上菩提相应。佛法只是戒定慧学，曹溪门下众三学等，也就是般若所设的三无漏学，无作戒，无作定，无作慧。有漏的、有慧的，名有作戒，有作定，有作慧。神会以为有作戒是必要的，对无上菩提是有用的，如坛语神会集229说，若求无上菩提，要先护持斋戒，乃可得入。若不持斋戒，戒赖也干之身上自不得，岂获如来功德法身之事？学无上菩提，不尽三业，不持斋戒，言其的者，无有是处。有作会是有漏有位的文思会，神会对众生本有无漏之性，无住之知，即心是佛等有作会是许可的，所以要学解，要读大乘经。神会立言说，立之见是以有作会为无作会方便的。但说到有作定、有位有漏的定，却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不与无上菩提相应。承认有作戒、有作会，对无作会的方便助成，而不许有作定，在教理上是不容否认的错误。他在坛语引经来说明，神会集240。涅盘经云，佛告琉璃光菩萨，善男子，汝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令大众顿故。若入定，
一切诸般若波罗蜜不知故。涅盘经劝人没入甚深空定。一般若经说是灭尽定，并非一切定。因为学者的悲愿不足，如入灭尽定，会堕入小乘的人家经，称为罪三昧九。一般说无漏大王，不居边地，入非想非想定，世俗最深的定，是不能引发无作慧的，但不是下期的定。神会众斋戒，众知解，而不取一切有作定，不免偏失。神会自己应有深切的禅慧体悟，但只以戒有作会接引学人，怕学人难以深入吧。菏泽下的宗密在《禅源诸全集都序》卷上之一大正48401中说，有禅师问曰：净明以呵宴坐，菏泽每赤明心，曹溪六祖见人结家，曾自将杖打起。今闻汝宗密每因教戒，即劝坐禅。禅安罗列便于言贺，乖宗岳祖无切疑焉。宗密与神会相距不过70年，虽自认为菏泽宗旨，而劝坐禅与禅安罗列与菏泽禅风早已不同了。虽然宗密自有一番解说，这可说受北宗的影响，也可说是事实的需要。如不能住心于一，思虑纷纭，怎么能一念相应，顿习攀缘呢？曹溪门下的宝堂宗，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7上19下说，山中无住禅师，不行礼忏念诵，空闲坐。山中常秘密，夜即坐禅，不使人知。于一切时中自在，勿逐勿转，不浮不沈，不留不住，不动不摇，不来不去，活泼泼，行坐总是禅。无住没有出山以前，一切部位只是空闲坐，别人看他是这样的。出山领众后，常夜晚率众坐禅。禅不只是坐的，一切时中总是禅，与谈经说相合，但并不否定坐禅。洪州与石头门下重于本性如此，本地风光，不重功勋，也就是重在知见的体会。对戒定慧学也很少论列，甚至如药山达里鳌说，贫道遮里无此闲家具，大正51312中。从教义来说，禅园是不必居于家夫做的。有住有着，顺于世俗的用心，是不能弃会法性的。但非禅不至，思虑纷纭，又怎么能弃入呢？这非念念于魔所住者，魔所依已不可。这虽还是有位的，有做的，却是顺于圣意的。这12时中不依以一物，黄豁达难全语，念念如此，正是经论所说禅定的特性，怎么可以没有禅定呢？尽管说不论禅定精进，无此闲家具，而还是禅宗、禅师、禅院、禅姑，实际是禅定的一流。洪州与石头门下坐禅入定的记录不少，在诸大师的开示中明显地表示出来。如说，百丈怀海，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
令其自在。心如木石，魔所辨别。物物如鱼，如龙相似，稍有轻分。若能一身心如木石相似，不为因界五欲八风之所飘溺，大正51250上中。黄檗希运，学禅道者，接着一切声色，何不与我心同虚空去？如枯木石头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应。大正48383中。若无其路心，一切取舍心，心如木石，始有学道分。大正48385中。但一切时中，行住坐卧，但学无心，亦无分别，亦无依倚，亦无住者。终日任运腾腾，如痴人相似。心如顽石头，都无缝下，一切法透入心不入，悟然无者。如此是有少分相应。大正48386下。仰山会稽，若是祖宗门下上根上智，一闻千悟的大总持，此根人难得。其有根为智劣，所以古德越州大珠道：若不安禅静虑，道真理总须茫然。大正51283下。赵州从忍，汝但究理坐看30-20年，若不会道，皆取老僧头去。大正51446中。洞山良价，直须心不触物，步步无处所，常无间断，使得相应。大正47509下。心如木石，物物腾腾，如痴如龙，枯木死灰，心常无间断，以佛法固有的意义说，这都属于定，或是方便，或是正的。从坛经以来，是因定发慧的定慧别体，与道不相应，所以尽量不叫做定。其实也还要有心如木石，打成一片，不散乱，不动摇，才能一念相应，有所契会的。南岳怀让与清源行思没有开法，专心于禅会的体验，门下也重于禅，不一定是做的。慧能门下都承认上根的一文顿入，如上两山所说，根为智劣的，就不得不以安禅为方便，否则是不能契入的。第三节南宗顿教的中心问题。慧能及门下所传的顿法，再从内容来加以分别观察，这是南宗顿教的根本问题。坛经顿黄本的中心思想。坛经所说可以见性成佛，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两句话来说明。一、见性成佛，坛经应用的术语性与心为主题。虽在坛经的宣说者、记录者不一定有严格的定义，但在应用的惯例中加以调理，还是可以区别出来的。见性的性是坛经最根本的。性是什么？是自性。性或与本相结合，名为本性，这本性又是自本性。性又与法相结合，名为法性，这法性又是自法性。性又与佛相结合，名为佛性。在大乘经及一般禅师，佛性是重要的术语，
但《坛经》仅偶尔提到，主要的是法性自法性，性自性，本性自本性。又一重要术语，在物见时与性有相同意义的是心。心是自心，心又与本相结合，名为本心，这本心又是自本心。心自心，本心自本心，在体悟时名为实心见性，实自本心，见自本性，或的本心见自性，见本性。实心见性为后来明心见性所本，本是本来如此，本来清净，表示性或心的这一意义，就称为本心本性。法是一切法，万法性含万法，万法在自性，一切法尽在自性，表示这一意义，就称为法性自法性。心与性在名义上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关系呢？在一般的教理中，每说性的兴亡，而《坛经》却不同，如大正4834义中下说，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自心地上，觉性如来。从众生来说，性是每人的生命主体，王主人翁，每人的真正自己真我。众生位中，可说性与身心是对立的，身心的生存与灭坏是以性的存在与离去而决定的。如曰众生自有本觉性，说性就名为法身，法身也是与色身对立的，如大正48338下339上说，若一念断绝，法身即是离色身，一念断即死，原作无别处受身。色身是舍宅，不可言归一。相者、法身等三身在自法性。法身是何名清净法身佛？善知识，是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一切法自在，应作在自性，名为清净法身。众生自性本净，一切法在自性，所以名为法身，身是一指意。众生的法身就是自性，性与身心对立，法身也与色身对立，此就是法身离去了。性、自性、法身与一切法的关系呢？性如虚空一样，性含万法，万法尽在自性。万法是自性所变的，如大正48339上中说，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变化。思为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自性变化甚明，迷人自不知见。是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便修于善行。知如是一切法尽在自性，自性常清净。性是本来清净，本来空寂，是超越于现象界的。
善与恶，天堂与地狱，都是因思量而从自性中化现。一切法的现起，不能离却自性，如万物在虚空中一样。所以，善的、恶的、苦报、乐果，都是自性所起，不离自性。三界六趣，离自性是不可得的。尽在自性中，所以一切本来清净，没有什么可取可舍的。然而众生迷了，一切在自性，不离自性，而不能明见自性。在众生境界中，色身是舍宅性，或名法身是主，自性成为生死中的自我、小我。从反迷起悟，求成佛道来说，自性就是法身，自性具足三身佛，众生迷而不见，向外求佛，这是完全错了。佛要向众生身心去求，如大正48344下345上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若能身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但识众生，即能见佛。若不识众生，密佛万劫不得见也。真佛只在众生自己身心中，就是自性，所以说佛是自性作。就是法身，自性法身，也名为真如本性，所以大正48340中下说，故知不悟，即是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原有不自金山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自性法身只在众生中，迷就是众生，悟就是佛。可以说，性自性是万法的本源，是众生的当体，是成佛的真因，佛性也就是佛的当体。这是《坛经》所提出的主题，问题在怎样去体见。与性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心。《坛经》在教授十弟子时，明确地说到，大正48343中，法性起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六门六尘。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思量即转识。身六识，出六门，见六尘，是3、6、18。由自性邪起18邪含，由自性正起18正含。恶用即众生，善用即佛。自法性起一切，含一切，名为含藏识。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性含万法是大。在这一意义上，性就是心，是第八藏心。思量即转识，上面曾经引述，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变化。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等。思量是转识特有的作用，迷妄本源，起善起恶，苦报乐报，三界六趣生死，都由于思量。思量自性就起化了，这是第7识。加上16根门，原六尘境的6识，共有8识。这一心识说，
大体净余的论宗的南道派勒那摩提所传。阿离耶是真实，阿陀那或莫那是妄实。阿离耶识就是法性，所以即法性生一切法，即于真如以为依持。性是生命主体，万化的本源，所以如王所摄属的是的，性所摄属的是心，所以名为心地。约含容一切法说，性与本心是一样的，本心是本性所有的本觉性，约其化说，名为性。比对起性论，性是心真如及心生灭中的如来藏性，心是心生灭中依如来藏而有阿离耶识及依阿离耶而转起的诸识。坛经所传的是原始的如来藏说，但不用如来藏一词，而称之为性或自性。如来藏性就是众生，就是法身，法身流转于生死，可参读，不增不减经等。二、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这是坛经所传的修行法。一、无相，如大正48338下说，无相，于相而离相，外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是圆眼一事，自以无相为体。众生是于相而取着相的，如看心就着于心相，看境就着于境相。取相着相，就障自本性，如云雾的障于明净的虚空；如离相，就顿见性体的本来清净，如云散而虚空明净一般。所以无相不只是离一切相，更是因离相而显性体的清净，自性是以无相为体的。二、无住的意义，如坛经大正48338下说，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经原作念，念后念，念念相续，原作读，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是离声色。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是以无住为本。人的本性、性、自性是念念不住的，在一生中是从不断绝的。性本来不住，从本来不住的自性起一切法，所以维摩经说依无住本立一切法。一切法在自性也是念念不住的，或称为三世牵流，然众生不能明了。是以照论的物不迁论来解说一切法是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的。审谛的观察起来，习物自在习，不从今以至习；今物自在今，不从习于至今。念念相续，而实是法法不相倒的，性各住于一事的，不是隔藤一般的牵连于前后的。因为众生不了解，既知往物而不来，而为今物而可往，所以就念念住着了。经上说，故恋过去，心求未来，单着现在，于念念中系缚，往来生死。
如能体悟自性的本来不住，一切法在自性，也魔所住。直了现前，来而不往，去而不留，如雁过长空，不留痕迹，如见阿门 at 人斜现，人家人，佛国一见不再见。那就是念念不住，顿的解脱自在。坛经以本性的无住为本，所以反对直言坐不动，除妄不起心的禅法，如大正48338中说：若如是，此法同无情，原作轻，却是障道因缘。道须通流，何以确至？心不住，原作住在，即通流，住即被缚。若作不动事，为摩诘不和呵舍利弗焰坐林中。曹溪的禅在行住坐卧动静语默中着力，直下无住，见自本性，活泼泼的处处都自在解脱。这与住心一境的定法却是非常不同的。三无念，如坛经大正48338下说：于一切境，原作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无者无何事，念者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性其念，虽即见闻觉知，原作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无念，一般总以为是没有念，什么心念都不起。会能以为人的本性就是念念不断的，如真的什么念都没有，那就是死了。所以劝人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空心不思就是迷人。那无念是什么意义呢？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就是无念。念是心，心所对的是境法。一般人在境上起念，如境美好，于境上起念，起贪。境相恶，就于境上起念，起甜。一般人的念是依境而起，随境而转的。这样的念是妄念，终日为境相所役使，不得自在。所以说，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所以要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也就是不依境起，不逐境转。念是本来自在解脱的，念是真如的用，真如性是念的体。从性起念，本来自在，只为了心境对立，心随境转，才被称为妄念。只要于自念上离境，念就是见闻觉知自性的作用。虽还是能见能听，而这样的见闻觉知却不受外境所染，不受外境的干扰，性自空寂，而念念解脱自在。于自念上离境是要下一番功力的。对念说境，对境说念，这样的二相现前，念就不能不逐境而转了。所以在体见自性，见无念时，没有二相，不能不所。那时不但没有于境上有念，
的有念，连不于法上面身的无念也不立。部落言说，部落对待只是正面自信的妙用现前，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神会达简法师的话，神会集140、141可以作为于字面上明镜的解说。明镜高台能照，万象悉现其中，古德相传，共称为妙。今此门中未许此为妙，何以故？明镜能照万象，万象不见现其中，此将为妙。何以故？如来以无分别智，能分别一切，岂将有分别心，即分别一切？坛经所说一切以自性为主，无相是性体清净，体无住是本性无复，心我所住，相无念是真如其用，不染万境用。从此悟入自性，就是见性成佛。坛经说般若，说定慧等学，都曰自性而立，所以大正卷48说，般若常在，不离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真如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340上，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原作迷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340下。自性无非，戒无乱，定无痴，慧念念般若观照，当离法相，有何可立？342中，何则宗所传？神会是为了南宗而竭尽忠诚的弟子。从南宗定是非论谈语录来看，不失为继承南宗的大师。坛经的主体部分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受无相戒，神会所传是肯定的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如南宗定是非论神会集296说。问曰：禅师修何法？行何行？和尚答：修般若波罗蜜法，行般若波罗蜜行。坛语也说，登此坛场，学修般若波罗蜜，神会集232。关于无相戒，坛经曰自性说，而神会坛语所说敬礼三宝、忏悔、斋戒，都曰是相说。曰直了见性成佛，说这不免见诱了。先从见性成佛来说，性自性，本性自本性，法性自法性为坛经的常用语，而佛性仅偶尔提及。但在有关神会的作品中，见性是以见佛性为主的，见法性与见本性反而要少些，偶一说到了自性。如神会集中说，顿悟见佛性287，定慧等者明见佛性238，自身中有佛性，未能了了见246，一身具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涅槃，无漏智性本自具足，要因善知识指受，方乃得见232、233。见法性本来空寂121，
见本性空寂112，见本性清净体不可得114。若人见本性，即作如来的132。本性与法性曰众生法，说重在空寂性。佛性重在本来涅槃，本来具有无漏智性。见佛性是《大涅槃经》所常说的，佛性与如来藏原是一样的。坛经所说的性自性，如说性在身心在，性去身心坏，性是生命的主体。又如说性含万法，万法在自性，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变化，性为万化的根源。这都是流转生死变现诸趣的如来藏性说。在佛性说中，这种思想是不大明显的。神会重佛性，所以在有关神会的作品中也没有发现这种思想。性自性贯彻于坛经顿黄本全部，所以说坛经是神会或神会门下所作，是一项根本的错误。这种自性说实为南方宗旨的特色。神会在本心外又立佛心，如神会集说，真如之相即是本心135，真如之体已是本心我心本空寂，不觉妄念起。若觉妄念者，觉妄具自灭，此则实心者118。众生本自心净137，众生心是佛心，佛心是众生心124。神会的本心说受有起信论的影响，本心就是真如，真如之体是心真如的如实空义，真如之相是心真如的如实不空义。实心见性的心，也就是指这本心说的。心若无相，即是佛心，神会集246。众生心本净，所以众生心就是佛心。在这一意义上，从见性成佛说到为指佛心，即心是佛，如坛语神会集247说，马明云：若有众生观无念者，则为佛智。故经所说般若波罗蜜，从生灭门遁入真如门，为指佛心，即心是佛。宗密传说何则宗谓，即之指体，无念谓宗。比对有关神会的作品，这就是无住为本，无念为宗。这大体是近于坛经的，而有了进一步的阐述。坛经是一切依自性说的，但神会不用自性一词而称为心。例无住心又以大同小异的名称来说心的意义，如神会集说，一切善恶总莫思量，无意念故，即是自性空寂心236、237。自本清净心不作意取如是用心，即寂静涅槃235。若有妄起即觉，觉灭即是本性无住心249。心无住处。和尚言：心既无住，知心无住不？答知。知不知？答知。
今推到无住处便立之心空寂，即是用处。237、238。在禅的参究中，一切善恶总莫思量，即莫作意，体悟到心无住处。心没有一毫相可取可住，无物心，即是本性空寂。空寂不指体性不可得，而即空寂体上有能知不可得的知心无住，依教理说是自证。神会以《金刚经》来证明这一意义，如《坛语神会集238》说：般若经云，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应魔所住而生其心。魔所住者，今推之是无住心事。而生其心者，知心无住事。神会系的传说，见识景本，神会语录，慧能是听到《金刚经》说应魔所住而生其心，才顿悟见性的《坛经》顿黄本缺。这一无住心说，神会达拓跋开府书也说得非常明白，神会集102。但莫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空寂体上自有本质，谓之以为照用。故般若经云，应魔所住而生其心。应魔所住，本寂之体，而生其心，本质之用。本寂体上有本质，本质能证之本体空寂，所以宗密就简称为寂之止体。坛经说无住为本，是本性的念念相续，念念不住，表示了一切时中的了魔系者。而且一切法在自性，一切是自性变化，性含万法的。神会对无住为本的阐明，着重于心体空寂，空寂心的自证，不住一切法；而对本性的念念相续，念念不住，却没有说到。说到无念为宗，无念为误入的重要方法，神会近于《坛经》的思想，而更倾向于否定的说明。在有关神会的作品中，有一重要术语，作意、不作意，以莫作意来说明无念。《坛经》说大众作意听，又说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会，先会发定，定会个别。这只是作意，不要说定会个别，如作意说定会不二，不正是对了吗？而神会却丑化了作意，如神会集说，既是作意，即是实定117。但不作意，心无有起，是真无念246。不作意，即是无念101。但莫作意，心自无物。但莫作意，自当误入102。唯是作意不作意。若是不作意，即与龙俗无别。若言作意，即是有所得118。无作意，亦无不作意。如是者谓之相应133。作意就是有所得，不作意就是无念。但进一步，后二则无作意也不是的，没有作意也不是不作意，才是真的无念。1. 坛语
神会集234、235说：闻说菩提，起心取菩提；闻说涅槃，起心取涅槃；闻说空，起心取空；闻说静，起心取静；闻说定，起心取定。此皆是妄心，亦是法缚，亦是法见。若作此用心，不得解脱，非本自空寂心。闻说菩提，不作意取菩提；闻说涅槃，不作意取涅槃；闻说静，不作意取静；闻说空，不作意取空；闻说定，不作意取定。如是用心，即寂静涅槃。从此可见，作意就是起心，作意取就是起心取。不作意，不是没有心，而是不起心去取着境界，也就是不于世上生念。莫作意，心自无物；不作意，心无有起，是同一意义。不过直说作意，不作意，容易引起误解。胡适引杜甫诗：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晚断最长条。而解说作意谓打主意，存心要什么？神会集322是当时的白话。其实作意为经论常见的名词，如心所中的作意是动心而实相于境界的心理作用，如理作意的作意是思维。修习定慧如了相作意等是注意于内心所起的境界。一般来说，修定、细心一处、摄心、住心都是要作意修的。神会凭斥一般的作意修定，而大大的应用这一名词，而以不作意为无念的同义词。不作意为无念多少是偏于浅薄的，但也有进一层的说明，如神会集说：若在学地者，心若有念起，即便觉照，起心即灭，觉照自亡，即是无念。308、309。若有妄起，即觉，觉灭，即是本性无住心。249。有无双潜，中道一亡者，是无念。无念即是一念，一念即是一切智，一切智者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甚深般若波罗蜜即是如来禅。145。一念相应义者，为见无念者，为了自性者，为无所得，般若。以无所得，即如来禅。131、132。问：无者无何法？念者念何法？答：无者无有云然，念者为念真如。念者真如之用，真如者念之体。若见无念者，虽具见闻觉知而常空寂。129、130。但自知本体寂静，空无所有，亦无住者，等同虚空，无处不变，即是诸佛真如身。真如是无念之体，以是义故，立无念为宗。若见无念者，虽具见闻觉知而常空寂。240、241。这部分的无念达到了妄灭绝亡的境地。那时有无双潜，中道不立，这样的无念就是般若一行三昧如来禅的别名，说明这步入无住心的
无念，说念者为念真如，念者真如之用具见闻觉知而常空寂。后二则所说与坛经说相近，然据坛经顿黄本所说与神会所传，不免有貌合神离的感觉。坛经是这样说的：大正48338下，无者无何事，念者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性其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念是名词，无念不是没有念，没有的是二相诸尘劳。念是真如的作用，是从性而起的。念是众生本性的作用，是念念相续，无有断绝的，断绝便是死了。无念未宗，只是本性的人人现成的念，见闻觉知。从平常心行中，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生念，就是念是真如之用，不是圣人才有的，不是悟证了才有的。念是自性的作用，所以坛经坚定地反对没有念，如大正卷48说：莫百物不思，念尽除却338下。若百物不思，当令念觉，即是法父原作传，即是边见340下。明藏本坛经大正50358上中有平卧轮记的传说，有僧举卧轮禅师记曰：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师闻之曰：此即为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家系父。因是一计曰：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魔长。这一传说也见于《传灯录》卷5大正51245中，思想是一贯的。然神会在遮遣方面，无念是，不作意是，起心即灭，心无有起，主张一切善恶总莫思量，不思善，不思恶，与此说相当。这与除妄不起心的禅法，不是有类似的意趣吗？念者真如之用，似乎与坛经相近，但在神会，这是般若一行三昧如来禅诸佛真如身的作用，所以以念为动词，说念者为念真如。这样的念是物见无住心的境地，而不是众生本性的作用。神会所传的禅法，不免有高推圣境，重于不起念、不作意的倾向。神会以无念为宗，而误入无住之见，略如神会集所说：经推到无住处便立之，知心空寂，即是用处。法华经云：即同如来之见，广大深远。心无边际，同佛广大；心无限量，同佛深远，更无差别。238。但自知本体寂静，空无所有，亦无住者，等同虚空，无处不变，即是诸佛真如身。真如是无念之体，以是义故，立无念为宗。
若见无念者，虽具见闻觉知而常空寂，即界定慧一时其等，万行具备，即同如来之见，广大深远。240-241灭诸相故，一切妄念不生，此照体独立，神无方所之事，当如是用。248神会30余年所学功夫，唯在见字，神会集277。无助之见，被宗密赞誉谓，空寂之知，是汝真性。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大正48402下403上。然与坛经顿黄本所说的无念，念是众生本性现成的自性所起的用，不完全相合。如不认清坛经顿黄本所依的底本是南方宗旨本的主题实质，见到文义部分与神会说相同，就说坛经是神会或神会门下所造，即为谬误。神会的无助之见，重在空寂的自证，作为菏泽派下的宗密，早就有意义了。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序14280说，圆通见者，必须会前差别取舍等法，同一即知之性，具体随缘，作种种门，方为真见。既知如镜之镜明，诸缘如能现影像。菏泽深义，本来如此。但为当时见教大兴，顿宗审废，务在对治之说，故为宗无念，不立诸缘。宝堂的禅学，宝堂无助所传的大乘顿悟禅门与坛经所说有密切的关系。无助自称修行般若波罗蜜，说实心见性，见性成佛道，广说无念，无念即界定慧具足，与神会相近，但没有说不作意。他是曾见到南宗定是非论师资血脉传的无助的禅门，宗密称之为教行不拘而灭时。什么是灭时？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序14278说，亦为生死轮转，都为起心，起心即妄，不论善恶，不起即真。是以行门，无非模式，但贵无心而为妙觉，故云灭时。依宝堂宗所传的历代法宝记，此下引文都出此记，见大正藏卷51来看，无助所说的法门，的确是这样的。如说起心即是生死，一物在心，不出三界，有念即虚妄，有念在三界。念是被专称虚妄的，所以说无念重在遮前边。这样的无念，神会已大大的发展了。而坛经及神会所说念是真如之用的解说，在无助所传的言说中完全不见了。破言说的极则，当然会一法不立。虽说无念即见性，而无念也是假说的，如说为众生有念，假说无念。正无念之时，无念不自189中。无念不自，这是一再说到的，以此为结论的。这是说无念是对有念说的。念没有了，无念也不可得，
不离有念而独存。无著说无念即见性，而正无念见性时，见也不立的，如说见性正见之时，见犹离见，见不能及，即是佛。正见之时，见亦不自。194下。无著曾受《楞严经》的深切影响，他的呵毁多闻与《楞严经》是不无关系的。他一再说到，要人认识主与客，而见性时，主客也不立，如说来去是客，不来去是主。相念无声，即没主客，即是见性。194中，无著破言说，不立一切，不像神会那样的立之见，立无著知之，而只是泯绝一切。在泯绝一切中，一切是佛法，行住坐卧总是禅。无著所传顿悟的境地，略引2则如下。正无念之时，一切法皆是佛法，无有一法离菩提者。189下。我今意况大好，行住坐卧具了。看时无物可看，毕竟无言可道。但得此众意况，高床木枕道小。192中下。洪州石头所传。道慧能而日益甚大的南宗，如以心传心，顿成佛道，早在东山门下就如此了。这本是一切众生有佛性，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如来藏说的禅门。成佛，佛有法身、报身、化身，而以法身为本。皈依有佛、法、僧三宝，而以如来常住或无畏性为本。众生有5蕴、12处、18界，而以心为本。这都是人类所本有的，人心所本具的，这是印度晚期佛教的一般倾向。而实现成佛的方法，除他力加持不论，以定慧的修持、道等定慧的明见真如或佛性，见性成佛。在学者对三宝、三身虽亦解道是本有的，而总觉得佛、菩提、涅槃、般若、佛性、如来藏这些名目是理想，是目的，是高高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修行并不容易。所以，是心作佛，是心即佛，这一类词句虽为一分大乘经的常谈，而在佛教界，法师、禅师都看作崇高与伟大的理想，只能随分修学而已。坛经所表现的就不然，三身也好，三宝也好，菩提、般若也好，都在自己身心中直截了当地指示出来，就在日常心行中从此悟入。于是佛不再是高远的理想，而是直下可以体现的。圣人从难思难议的养性中，成为现实人间的平常的圣人，恢复了原始佛教的模样。这是曹溪禅的最卓越处，从宗教的养性而到达宗教的自证。然慧能所说不离经说，一切文句还是经中固有的。菩提、般若、佛、定慧三昧，在学者心目中极容易引起尊贵的、不平凡的感觉，成为自己所求得的对象，还是心外的。
于是继承慧能精神的逐渐，不是突然的善变，成为慢教一流。故有术语尽量的减少或加以轻毁，令成祖师西来意，本分是，本来人，本来身，本来面目，无住真人，这个那个，白骨牛，五家分宗，连祖师也在被轻呵之列，这一类的术语。特别是扬眉、顺目、擒拳、束缚、插手、推倒禅床、踢翻净瓶、画圆香、拨虚空、棒打、口喝、脚踏以外，斩蛇、杀猫、放火、着手指、打落水去，欢喜在象征的、暗示的、启发的形式下，接引学人表达体验的境地。语句越来越平常，也越来越难解，便为自成一套说不完的公案，后人又在这里参究，说是说非，禅记与经论不同，也与坛经不同，其实还是如来藏禅。所不同的，慧能从高远而引向平时，后人又从平时而引向生命。这里从早期的禅语来观察与坛经的关系。洪州与石头门下有上堂开示，个别问答，没有坛经那样的一般传授。内容可分为二类，一为接引初学为悟的使他的各入处，以悟入而没有就近的，或能入而不能出的，得体而不得用的，使他更进一步。一是作家相见，试探对方，勘验对方的。现在专约诱导误入的方便说。先引圆觉经大书抄卷3之下，宗密对洪州门下的认识，如序14279说：起心动念，弹指磬，原作磬，可扬眉顺目，原作扬善因，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第二主宰。如面作多般饮食，一一皆念。佛性一耳，全体贪甜吃，造善恶，受苦乐，故一一皆信。亦以推求，而四大骨肉舌齿眼耳手足，并不能自语言见闻动作。如一念命，原作经中，全身都未变坏，即便口不能语，眼不能见，耳不能闻，脚不能行，手不能做，故知语言作者必是佛性。四大骨肉一一细推，都不解贪甜，故贪甜烦恼，并是佛性。佛性非一切差别种种，而能作一切差别种种。禅圆珠全集都序卷上之2，大正48402下说：真性无香无味，体非一切，然即体之用，而能造作种种。即今能语言动作，贪甜慈忍，造善恶，受苦乐等，即汝佛性。即此本来是佛，除此无别佛也。这一见解与坛经所说的性自性，性在身心在，性去身心坏，色身如舍宅，一念断绝，法身即是离色身的见地完全一致。说到这里，想起了南阳中国师所说的南方宗旨，如上第6章所说。中国师所说的南方宗旨，色身无常而性是常，与坛经、敦煌本、洪州与石头门下却是非常近似的。
形神对立的倾向，不过是禅者领会的不够，或是说的不够善巧而已。坛经所说的性，是一切法为性所化现变化的，而性含万法，一切法在自性，不离自性而又不就是性的。所以性是超越的，离一切相，性体清净，又是内在的，一切法不异于此。从当前一切而悟入超越的，还要不异一切，原悟一切无非性之妙用的，这才能入能出，有体有用，理事一如，脚跟落地。在现实的世界中，性是生命的主体，宇宙的本源。性显现为一切，而以心为主的。心不只是认识的，也是行为、运动的。知觉与运动直接地表征着性、自性、真性、佛性的作用。见性成佛，要向自己身心去体认，绝非向色身去体悟。如从色身，那为什么不向山河大地？这虽可说，即是而真，而到底是心外觅佛。所以在说明上，不免有二元的倾向，其实如不是二，就无可说明。灵济义玄所说，就充分表现了这一意思，如郑州灵济会照禅师语录大正47497中下说，耳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虚空不解说法听法，是什么解说法听法？是耳目前历历领悟一个行断孤明，是这个解说法听法。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分。福州大安也有同样的说明，如传灯录卷9大正51267下说，汝诸人各有无价大宝，从眼门放光，照山河大地；耳门放光，领采一切善恶音响；六门昼夜常放光明，汝自不识取。隐在四大身中，内外扶持，不较清测。如人负重担，从独木桥上过，亦不较失脚。且是什么物任持，变得如是？汝若觅，毫发即不见。诗云：一切施为，是法身用。灵济866簇与大安883簇比宗密还迟些，而将心性作用与色身做差别的说明，可见这是一向传来的见地。物证彻了，此身自由，也就有离色身而去的说明，如传灯录大正51说，百丈怀海，处于生死，其心自在，毕竟不与虚幻尘劳运界生死诸入合家相，然无记，一切不拘，去留无碍。往来生死，如门开相似，250中。到无远至，石头下，师见云言不安，病了，乃谓曰：离此壳漏子，向什么处相见？言云：不生不灭处相见，314中。南岳玄泰今年65，四大将离主330下。见性成佛，性在何处？佛是什么？洪州门下是以身心活动为性的作用，
点出这就是性，就是佛，引人去误入的。传说最早见于801年传的《宝林传》，达摩的弟子波罗提为王说法，即明说性在作用，如《传灯录》卷3大正51218中说。问曰：何者是佛？答曰：见性是佛。王曰：性在何处？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波罗提即说偈曰：在胎未生，处事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分。便现具该杀戒，收摄在一为尘，使者知是佛性，不实唤作精魂。总之，从生命现象去诱发学人的自悟，体认真正的自己本心、自性、真我，是洪州、石头门下共通的。在师弟问答中，或曰总相的人说，或曰心说，或曰见闻动作说。曰人说的，如《传灯录》大正51说。百丈怀海问：如何是佛？师云：汝是阿谁？250上。归宗至长，灵训禅师初参归宗，问：如何是佛？宗曰：即汝便是。280下。曰心说的，如《传灯录》大正51说。洪州道仪汾州无业问：常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马祖曰：只为了地心即是，更无别物。257上。福州大安人问师：佛在何处？师云：不离心。268上。曰见闻动作说的最多，略引几则，如《传灯录》大正51说。洪州道仪问曰：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246下。师赵云：做主。彼即回首。师云：是什么？亦无对。师云：遮顿跟阿师。246中。亮不肯，不以为然，便出。江下阶祖赵云：做主。亮回首，豁然大悟。260上。百丈怀海，师有时说法尽，大众下堂，乃照之。大众回首，师云：是什么？250下。南泉普愿师祖问：如何是摩尼珠？南泉照云：师祖。师应诺。南泉云：去。汝不会我语。师从此信入。276中。忠义洪恩仰山问：如何的见性？师云：譬如有屋，屋有6窗，内有一猕猴。东边幻山山，山山映，如是6窗，俱幻俱映。249中。石头西迁，林默禅师告辞而去。至门，石头呼之云：舍离。师回顾。石头云：从生至老，只是这个汉，更莫别求。师言下大悟。254中。蜀山会超，师照，洞山，梁驾，驾应诺。师曰：是什么？驾无语。师曰：好个佛，只是无光焰。269上。
在日常行动中直指星耀的石头下也传有很好的开示，如《传灯录》大正51说：天皇道悟，崇信，问曰：某字道来，不蒙指示星耀。悟曰：自汝道来，吾未尝不指汝星耀。师曰：何处指示？悟曰：汝勤察来，吾为汝接；汝行时来，吾为汝受；汝何难时，吾便低首。何处不指示星耀？师低头良久，悟曰：见则直下便见，你思极差。师当下开解313中。迦山善会，师有小师，随事日久。何不早向某假说？师曰：汝真犯，无着火；汝行义，无斩剥。什么处是辜负汝处？小师从此误入324中。只是学人，不但直指是汝是心，或在见闻回首应诺中，让学人去体会。临济在黄祸会下3度被打，洪州水老被马祖当胸踏到等，都是平时的一举一动，也未时不是暗示学人，使他由此弃入洪州门下，重于直指。从生命现象、性在作用去指示，有的不能体会，那就被斥为钝根，无佛性，不肯直下承当。有所契会的，直下便见，有一般直觉经验，一般也还有不彻底的。楞严经悟的见性常在，还没有家相脱根成。为实学，这只是五具意识的有漏限量，没有随念分别、嫉妒分别而已。正如圆觉经所说，犹如眼根小了前进的无增爱。所以在禅悟中，对这种六根门头昭昭灵灵的境地，要进一步的加以指导。如《传灯录》大正51说：百丈怀海，固守动用，三世佛愿。此外别求及同魔说250上。长沙锦曾师诏曰：上书。其人应诺。师曰：不是上书本命。对曰：不可离却及经指对，别有第二主人。师曰：换上书作至尊的魔。比云：嫩魔总不指对时，莫是弟子主人否？师曰：非但指对不指对时，无始劫来，是各生死根本274中。从见闻觉知而契入的真的顿见本心，原本不是说明的。古人开示也只是方便表示而已。如《传灯录》大正51说：张晋怀辉自信原非沉静，是个微妙大解脱门，所有见觉不染不碍。如是光明，未曾修废，朗劫至今，故无变异。犹如日轮远近思照，虽极众色，不与一切合。灵竹妙明，非假锻炼。若能反照无第二人，举措施位，不亏10香252中。盘山宝鸡，夫星月孤圆，光吞万象。光非照尽，尽亦非存。光尽双亡，复是何物？263中。黄檗西域
此本源清净心，与众生诸佛、世界山河，有相无相，遍十方界，一切平等，无比我相。此本源清净心，常日圆明遍照。世人不悟，只认见闻觉知为心，为见闻觉知所缚，所以不睹精明本体。但直下无心，本体自现，如大日轮生于虚空，遍照十方，更无障碍。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亦不离见闻觉知，但莫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亦莫离见闻觉知密心，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不即不离，不住不着，纵横自在，无非道场27以上中。上来的引述，只为了说明一点，洪州、石头、门下是以性在作用为原则的。从学人自己的心，自己的见闻动作，也就是从自己的生命现象去悟入的。这一禅风从下手处悟入方便说，见闻等作用是不同于四大色身的，似有对立的意味。等到深入而真的体悟，那就灵光毒药，家相，脱根尘，心越孤圆，光吞万象，有什么对立可说呢？第4节曹溪的直指见性，凡言禅皆本曹溪，这是慧能去世100年的禅门实况。到底曹溪禅凭什么有这样大的力量呢？见性成佛。牛头宗说，道本虚空，无心何道？东山宗说，即心是佛，心尽成佛。慧能继承了东山法门，不但说心即是佛，而更说见性成佛。神会说直了见性，无著说直指心地法门，黄檗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曹溪禅的特色是直了、直指，学者是直入、顿入。曹溪门下的4家对于见性有从现实的心念中以无念而顿入的，有从见闻觉知与默动静中去顿入的。这就是宗密所说的直显心性宗，有此2家了。这2家的差别，可以从坛经的组成部分而理解出来。坛经的主体大梵寺说法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无相戒。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首先揭示了菩提般若之智，是人本自有之。于是立定慧不二，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顿悟见性。这是依经说的般若、定慧、三昧等而发明见性的。开示本性的念念不住，修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的无念法门。神会与无住所弘传的重于无念，虽多少倾向遮浅，大体来说是与这部分相应的。受无相戒部分，直视众生身心中自性佛、自性三宝、自性忏、自性自度等。佛不在外求的意趣格外明显，而答是疑问的功德在法身，净土在自心，也与此相契合。这部分可通于神会，
而更近于洪州及石头的风格。这二部分，坛经、顿黄本，以自性为主题而贯彻一切，只显自性，见性成佛。现存的顿黄本是菏泽门下的坛经传宗本，但只是插入一些与传宗有关的部分，而对所依据的底本南方宗旨并没有什么修改，所以现存的顿黄本保留了南方宗旨的特色。上文说神会所传的禅法与说摩慈般若波罗蜜法相近，但神会说佛性、本性不用自性一词，在有关神会的作品中没有自性变化说，也没有形神对立说。以自性为主题来阐明一切，是南方宗旨。神会所传的应近于坛经的原始本。南越与清元二系的兴起，得力于道一、西迁、慧能的再传，比神会迟一些。道一与西迁所传的接近南方宗旨。惠中晚年直斥巨阙300-500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可能指道一与西迁呢？但南方宗旨绝不是新奇的，只是强调的表示出来，文句有过润饰增补而已。慧能说摩诃般若波罗蜜，当然是继承道性以来的禅门，是不念佛、不看心、不看境的一流。慧能在即心是佛、东山传统的基石上，树立起见性成佛的禅，这是融合了南方盛行的大般涅盘经的佛性说。大般涅盘经在现存北宗的部分著作中也有引述，但没有重视。涅盘经的佛性是如来藏的别名，但不是楞伽经的无我如来之藏，而是我者即是如来藏义，如大般涅盘经卷8大正12648中说，我者即是如来藏义，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即是我意。如是我意，从本以来，常为无量烦恼所缚，是故众生不能得见。佛性就是我如来藏。如来藏原是为了摄引寂我诸外道故而说的，形式上与外道的神我常住不变、清净自在、周遍、离相等相近，所以楞伽经要加以抉择，说是无我如来之藏。涅盘经解说为如来藏即是我，当然内容与外道不会完全相同，而到底易于混淆了。如来藏我佛性不但是小乘菩萨也不容易明见，如大般涅盘经卷8大正12652下说，菩萨虽具足行诸波罗蜜，乃至十住，犹未能见佛性。如来既说，即便少见，能就近圆满明见佛性的是佛，也如大般涅盘经卷28大正12792下说，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见佛性，了了无碍。唯有佛能了了见佛性，明见佛性就是佛，所以梁代天监中簇502-519僧量或作法量说见性成佛，
大正37490下。在这里发现了定慧等与见性成佛的一定关系，也就是找到了坛经的定慧不二，见性成佛的来源。所以达摩的真性禅是楞伽经的如来藏说，道性以楞伽经的佛心融合于文殊说般若经的念佛心是佛。到了曹溪慧能，更融合了盛行南方的大般涅盘经的佛性见性成佛，内涵更广大了，而实质还是一脉相传的如来藏说。不过曹溪禅融合了佛性即是我，更通俗，更简易，更适合多数人心，更富于真我的特色。神会所传的见性成佛是见佛性、见本性，如顿黄本那样的见自性是没有的。所以以自性为主题的推断为南方宗旨。如《坛经》大正48339中说，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变化。自性变化甚明，迷人自不知见。自性本来空寂本静，而能变化一切。为什么会变化？由于思量，自性就起变化了。自性起变化，这是禅者本着自心的经验而说，还是有所经说、论说承受呢？也许受到数论的影响，数论为印度六大学派中的重要的一派。一、数论说自性罗什意为是性，曰其用说名为圣性，曰为妙不异之说名为明性，为生起一切的根源。自性为什么变异而起一切？数论说我是思，由于我思，所以自性就变异而现起一切。这与性即空寂，思量即是变化，自性变化，不是非常类似的吗？陈真谛在南方传译的《经70论》就叙述这变自性所作故，大正54145下的思想。论上还说，如是我者，见自性故，即的解脱。大正54125中。当然，数论与南方宗旨绝不是完全相同的，但对因思量而自性变化一切来说，不能说没有间接的关系。自性或意为明性，中国佛学者早就指出，老子的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从道而生一切，与数论的明性说相近。所以南方宗旨的自性变化一切说，对未来的融道于禅，的确是从旁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是与曹溪本旨无关，直指心传。曹溪的禅风不只是见性成佛，而且是直指、直视、遁入、直入的。洪州、石头、门下从见闻觉知，动静语默中去悟入神会无住，门下从现前心念以无念而悟入。这二大流宗密统称之为直显心性宗。
这一只显心性的曹溪禅，不是新奇的，是东山门下所传的，较外别有宗，不立文字的，遁入法界的，以心传心的达摩禅。在第2章中已有所说明，有关一传不立文字，遁入法界，再引法无形状，经时续编卷6如下。师弘忍莫变先机，即受其道，开佛密意，遁入一尘。天竺相承，本无文字，入此门者，唯意相传，唯以一法，能令圣凡同入决定。众皆屈身必请，变得本心。师以一应之法，密应于众意。世界不现，则是法界，如空中月影，出现应度者心。法如是慧能同学，死于永昌元年689，慧能那年52岁。形状说道，唯意相传，就是以心传心。密意与密应，也就是一法与一应。这里面有3个问题：一，做师长的要善识弟子的根器，做弟子的要有入道的可能。2，如弟子却是法器，那就受法。形状说一法开佛密意，但一法与密意到底是什么？据《传法宝记》说，密以方便开发，顿令其心直入法界。在密以方便开发下注说，其方便开发，皆师资密用，故魔所行言。这是密用开发，是没有语言表示的。慧能的另一同学老安，以密作用开发坦然与怀让，密作用就是目开合，所以密意、密用只是扬眉顺目、转身回头这一类身心的活动。这种动作是暗示的，称为意导密意。3，弟子受到师长密意的启发，机教相应，其心遁入法界，也就是变得本心。这本为师长自己的悟境，一经密用启发，弟子心中也就现起同样的悟境。形状所说世界不现，则是法界，如空中月影，出现应度者心，就是表示这一事实。这可说以心传心的章说，大通禅师碑全唐文卷231说，如来有一传妙道，力持至德，万劫而摇复法印，一念而顿受法身。一传妙道就是心传。在密意开发遁入法界的过程中，有师长的加持力，力持至德，好像师长将自己心中的正觉内容投入弟子心中一样。这是语言以外的心传，在原始佛教中称为转法轮。法是菩提，从佛或师长的自证心中转入弟子心中，称为的进法眼。这一师资道合而直入法界，就是佛法的根本事实。东山门下的禅是有层次的，一般是念佛名，令静心。如学者有所领会，密来自诚，当理于法。授予的法一般是不知道的，也不轻易向人说的，这就是密以方便开发的密意密印。这在东山门下
得到的并不太多。神秀所传的以方便显，第二开智慧门，有生方便，重于念佛，看尽这所以传法宝记的作者杜枯要慨叹不已了。慧能在曹溪开法，不用念佛、静心等方便，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无相戒，直截了当地指出，众生本性念念不住，性其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要学者直从自己身心去悟入自性、见性。这虽还是言说的，而到达了言说的边缘，如文殊以无言说来说入不二法门。这是将东山门下的密授公开了，法如也有此作风。慧能是直视，弟子是直了直入，这与顿见有关。凭慧能自身的深彻悟入，善识根基，要学者直下去顿见真如本性，禅风是焕然一新。到这里，达摩禅经历二度的发展，达摩传来的如来藏禅，本是少数人的修学，领宗得义是不容易多的。道信与弘忍，在一行三昧的融合下，念佛常坐，使门庭广大起来，引入甚深的法门。但东山的法门大起，不免流于看心、看境、不动不起的方便。到慧能将能加如来藏禅的核心，在普遍化的基础上，不拘于方便，而直接的、简易的弘阐起来，这就是《坛经》所说的大乘顿教。曹溪慧能不用念佛、看心等方便，直视本有菩提般若之智，以无念为宗，要人从自己身心去见性成佛。无念的解说为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神会这样说，洪州门下的《坛经》也这样说。顿黄本肯定自性起用的念，所以说念者何物？这是南方宗旨。《坛经》要人从现前身心中众生本性的念念不住中去见性。虽说性在王在，以自性为生命的当体，什么是性？虽似乎呼之欲出，但始终没有明白点出性在作用。洪州门下所传的性在作用，与南阳会中所见的南方禅客相合。这是曹溪门下更明白的、更直接的用来接引学人了。使者知是佛性，不时唤作精魂，神我与佛性，洪州下士看作同一事实的，只是实与不实的差别。的确，印度另一大学派圣论以出入习、事、劝、寿命等相互，则知有神。大正30170下。圣论也是以呼吸、视眩、顺目等证明是有我的。原始的如来藏说，从达摩到曹溪门下是这样的公开、简易、直接。人人有佛性，见性成佛，也就是人人有我，见我得解脱。这对一般人来说，这实在是简易、直接不过，容易为人所接受、所体验的。这样的简易、直接，难怪凡言禅者皆本曹溪了。第9章诸宗抗护与南宗统一。第1节牛头禅的蜕变。
从慧能去世713到会昌法难845，禅法大大的兴盛，形成了诸宗进化的局面。禅者虽是众传承的，但在时、地、人的特殊情形下，自然的分化对立，并相抗相毁。在对立又不断的接触中，又互相融摄。对立、融摄在诸宗的发展中，胜利属于南宗，被统一于曹溪的南宗。现在先说中国的南宗牛头禅。牛头禅的兴盛，道本虚空，无心合道，代表了早期的牛头禅、法融的禅学。牛头禅特质的确立，如第3章所说，牛头五祖智威的门下有被推为6祖的慧中683、769及鹤龄玄素668、752。玄素弟子中有径山法清714、792。在这几位禅师的时候，牛头禅大盛起来。牛头宗的隆盛约1世纪，是与中原的菏泽神会688、762、江南的洪州道709、788、石头西迁700、790、曹溪南宗的兴盛相呼应的。牛头禅代表了江东传统的南宗，所以这也是2大南宗的错宗发展。慧中的传记上面已经说到了，鹤龄玄素俗姓马，所以或称为马宿、马祖。玄素25岁692出家，晚年可能年近50 717入青山参智威而受圣法。智威是开元10年722去世的，玄素大概在这时候离开了牛头山。开元中713、741，玄素应法密或作汪密的礼请，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县）郡牧为喜请住鹤龄寺，法门极盛，别出鹤龄一系。天宝初年742，应西玄的礼请，到江北扬州（今江苏江都县），引起了江南与江北道俗间的震惊，这可见玄素为人感目的一般了。后回鹤龄寺，天宝11年752去世，年85岁。玄素的传记，除《宋僧传》卷9、大正5076以下762中，传灯录卷4、大正51229中下外有李华传、润州鹤龄寺顾径山大师碑铭，全唐文卷320。玄素的弟子有吴忠，今江苏吴县，法净；径山，今浙江余杭县，法清；吴兴，今浙江吴兴县，法海等。据《宋僧传》卷9、法清传，大正50764中765上及李吉甫传，杭州径山4大觉禅师塔名并序，全唐文卷512。法清是28岁741从玄素出家的，后由杭州的径山前临海令吴真舍别树立寺来参学的人极多。大历3年768，代宗下诏，召法清入京问法，并赐号国仪禅师。德宗贞元5年789，也赐书慰问。当时京都及江这一带的民工巨亲，皈依的人很多。
晚年移驻杭州的隆兴寺。贞元8年792 79岁去世。法清的弟子中有杭州金子山重慧《宋僧传》卷17有传。重慧兼学秘密瑜伽，曾以登刀劈倒烈火等术，胜过了道士史华，被封为护国三藏，因此有人称他为降魔重慧，大正50816下817上。玄素与法清的禅风非常简默。宋僧传卷11坛藏传说到超暗清净玄素的情形，是超暗丹阳人也。先玉鹤林素禅师触众拱墨而已，大正50774中。李华所传论周鹤林寺故净山大师悲鸣，也说玄素居常默默，无法可说。李华赞谓师无可说之法，道为心通，不在言通。净山法清也如此，如杭州净山寺大觉禅师悲鸣并序说，大师性何言简，海所论说，问者百千，对无一二。简默的禅风正表示了法是不可说的，说着就不是的。但专于简默，不思通方便，对学者来说，中人以下是不能得意的。牛头慧中维持了牛头山的旧家风。他晚年出山，修复了大庄严寺，创立法堂。者见性续及行路难，经旨妙密，盛行于世。僧传说他极隐无废，神旷无挠，四方之旅，相依日至。传灯录会中门下34人，可见门下的盛况。会中与玄素两系的风格是不同的。玄素与会中的禅学，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玄素系的简默无味，彻底发挥了本无事而忘情的家风。传灯录卷7大正51252中说，智藏住西堂。后有一俗士问，有天堂地狱否？师曰，有。曰，有佛法僧宝否？师曰，有。更有多问，尽答言有。曰，和尚嫩魔道莫错否？师曰，汝曾见尊宿来耶？曰，某甲曾参净山和尚来。师曰，净山向汝作魔身道。曰，他道一切总无。净山说，一切总无，只是本来无一物的牛头宗风。但依洪州道一弟子智藏来看，这未免太不契机了。会中弘法的时代722、769前后50年，那时神会、道一、西迁、曹溪南宗的弘扬，迅速地影响到江东来。如安国玄挺是会中与玄素的同门，住宣州（今安徽宣城县）安国寺。玄挺显然受到了菏泽神会的影响，如宗镜录卷98大正48944中说，安国和尚云，今云应魔所住而生其心。魔所住者，不住色，不住声，不住迷，不住物，不住体，不住用。而生其心者，即是一切处而显一心。若住善生心即善现，若住恶生心即恶现。
本心即隐没。若魔所住，十方世界为是一心，性之风帆不动是心动。有谭月问：和尚是南宗北宗？答曰：我非南宗北宗，心未宗。又问：和尚曾看教否？答云：我不曾看教，若实心，一切教看尽。学人问：何名实心见性？答：欲如夜梦，见好与恶。若知身在床眠，全无忧喜，即是实心见性。如今有人闻作佛便喜，闻入地狱即忧，不达心佛在菩提床上安眠，妄生忧喜。这四则问答中，第一，慧能听《金刚经》说应魔所住而生其心，而误入，是神会所传述的，神会是特重《金刚经》即应魔所住而生其心的。风帆不动是慧能的出家因缘，也是神会系所传的。玄挺因此已说明十方世界为是一心，显然受到了神会所传曹溪禅的影响。第二，玄挺不满神会与普济门下的斗争，所以以心为宗。第三，重禅悟而不重教说，是当时南方的一般倾向。第四，实心见性是《坛经》慧能所说的成语，玄挺从梦域去说明心佛的本来无事。宗镜录卷85所引，也以梦为喻而说，豁然睡觉，既然无事，大正48883上。安国玄挺本着牛头既然无事的理境去解说一心，心为宗，实心见性，心佛，这也可说是法融的直是空性心，照世间如日的积极说明。慧中与玄挺的见地相近，如宗镜录卷98大正48945中说，牛头山中和尚学人问：夫入道者如何用心？答曰：一切诸法本自不生，今则无灭。汝但任心自在，不须制止，直见直闻，直来直去，须行即行，须住即住，此即是真道。经云：缘起是道场，知如实故。又问：今欲修道，作何方便而得解脱？答曰：求佛之人，不作方便，顿了心源，明见佛性，即心是佛，非妄非真。故经云：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会中有安心记，如传灯录卷4大正51229中说，人法双净，善恶两忘，直心真实，菩提道场。会中的直心，任心自在，不作方便，当然是绝观弃守，无心用功的牛头家风，是基于本来无事，本不生灭的妄情。慧中在问答后，必引经云，表示了法融的禅是不离教的。他欢喜应用入道、真道、道场、修道、无上道、牛头禅的重要术语道。东山宗与曹溪禅南宗的即心是佛，明见佛性，也应用了还着了见性序，顿悟是当时禅者所供的。上人曾说过，代表牛头禅的觉观论原本为虚空为道体，
森罗为法用。其后经心为宗与心为本法体与法用而演化为心为体、心为宗、心为本。所说的心是心寂灭，这一本不生灭，本来空寂的空性心会通了，即心是佛与明见佛性。宗进录引用的觉观论，本心为体、心为宗、心为本，受到了坛经的影响，可论断为慧中与玄挺时代的修正本，使其更适应于当时受到曹溪禅影响下的人心。宜泽的佛窟学。宜泽传灯录作为泽宋僧传卷10有传，大正50768中下。宜泽从牛头山会中出家。宜泽死于根数记下，应为太和4年830。会中死于大历4年769，宜泽还只有17岁，一传灯录也只有19岁。所以宜泽虽是会中弟子，而是自有所领悟的。他住在天台山，今浙江天台县的佛窟岩前后40年。在当时的南宗学、北宗学、牛头学以外，被称为佛窟学，这表示了佛窟宜泽有了新的内容。宋僧传叙述他的自悟说，则记传中之道，今观久之，以为天地无物也，我无物也，虽无物而未尝无物也。此则圣人如影，百姓如梦，孰谓死生哉？智人以是能独照，能为万物主，无知之矣。在这几句话里，使我们认清了佛窟学的特色。江东佛学与老庄原有较多的关涉，如第3章说，在成论大乘、三论大乘、天台大乘在江南盛行时，义学发达，佛法与老庄的差异还多少会分别出来。自南朝灭亡，江东的义学衰落了。不重义学而专重禅心误入的，是容易与老庄混淆不分的。印度外道也说修说悟，专凭自心的体会，是不能证明为是佛法的。这所以达摩东来要以能加精印心。法融是通般若三论的学者，虚空谓道本，无心合道，虽沿用江东佛学的术语道，而所说还不失为正统的中国南宗。但佛窟宜则不同了，如天地与万物，圣人与百姓，都是老庄所说的成语。独照从庄子的见独而来，万物主也本于老字。偶然运用一二老庄术语，在江东是不足怪的。宜则表示自己的领悟，而全以老庄的文句表达出来，至少可以看出他沈静于老庄玄学的深度。能为万物主是成语，是传说为傅大士所说的，如说有物先天的无形本寂寥，能为万物主，不足40雕。傅大士是东阳郡巫商县（今浙江义乌县）人，是一位不佛不道不儒，而又佛又道又儒的不思议人物，与宝志禅师同为梁武帝所尊敬。在江东民间，
副大士被传说为不思议大士，也传说出不少的寄颂。嘉祥集藏549-623的中论书卷2就引用了副大士的二谛颂大正4226中。在江东禅法隆盛中，副大士与宝志受到了民间更多的崇敬。副大士又与天台宗发生了深切的关系。左西玄朗672-754传说为副大士六世孙。金西湛然711-782是复兴天台学的大师，他在江左、苏、常一带弘扬天台止观。为了对抗禅宗的达摩西来，而推出了东方圣人副大士，如金西止观义例卷上大正46452下说，摄使印度一圣指达摩来仪，为若兜率二身垂降指副大士，故东洋副大士位居等觉，上以三观四运而为星耀。故独自诗云，独自经，其实离声明，一心三观容万品，荆棘丛林何处生？独自作，问我心中何所着？推简四运并无生，千端万绪何能复？况复三观本宗璎珞，补处大士金口倾城。故知一家教门，远秉佛经，赋予大士宛如福气。日僧最澄在德宗贞元末年804到中国来，最澄所传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中，天台法华宗相承师血脉谱在鸠摩罗什下北齐慧文前列入副大士，竟以副大士为天台宗列祖之一，望岳大辞典3981。可见8世纪后半，天台复兴中的江东，副大士被推崇到何等地步。从慧中出家，南游天台佛窟岩的遗泽，也崇仰于传说中的副大士，这就是佛窟学。宋僧传卷10遗泽传大正50768下说，善属文始受道于中山，续集荣祖师文3卷，为宝志士题24章，南游副大士遗风序，又无声等义。凡所著述，词理灿然。其他歌诗数10篇，皆行于世。遗泽自己的作品传入日本的至正大师将来目录858中有无声义2卷佛窟还原集、3卷佛窟集1卷。传教大师岳州录805中无声义仅1卷。2卷本可能经过弟子的补充。在遗泽的著作名称中，可看出与副大士的关系。副大士传有还原诗12首，遗泽有还原集。又副大士的独自诗推简四运并无声，本愿正无声，遗泽有无声义。遗泽的禅学与传说中的副大士最为一致的是妙神说，如宗镜录卷9大正4846一下说，副大士称为妙神，亦云妙识。遗泽的无声义一再地说到妙神、妙识，如宗镜录卷8大正48459下说，无声义云，今云持心犹如虚空者，非是断空，尔时犹有妙神，
即有妙识思虑。经言，若实在二法，则有喜悦；若实在实际无二法中，则无喜悦。实际即是法性、空性，实即是妙神，故知实际中含有妙神也。华严经性起品，作10种譬喻，名法身佛有心。大师言，虽有妙神，神性不生，与如一体。譬如灵还是水，与水一体，水亦有灵性。若无灵性者，含结灵则不现。如中亦有妙神，性同如，清净则现，不净不复可现。乃至如施主性复，复性身内密不得，身外密不得，中间密不得，当知复性是空，而非是断空之空，以复性中含有诸男女。故言性空，亦于虚空，佛性是空，诸佛法身不空。六宗净录卷39大正48650上说，无生亦云，若无有妙神，一向空寂者，则不应有佛出世说法度人。故知本地有妙神，不空不断。狮子吼云，佛性者名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智慧，智慧即是妙神。复大士说，妙神、妙识，一则也一再说非有，妙神不可。在譬喻中，并引复性、谓喻，更可见关系的密切。一则与传说为复大士说的妙神、妙识，就是微妙的心，神是心的别名。如正道子的《神不灭论》洪明集卷4，范缜作《神灭论》，萧琛与曹思文都作《南神灭论》。梁武帝也是达成下《神灭论》洪明集卷9。梁武帝曾立神明成佛义洪明集卷9。大乘玄论卷3传说古来对正因佛性的解释有11家。第6师以真神为正因佛性，若无真神，那得成真佛。依嘉祥集藏说真神等，并以心识为正因，大正4535下36上。所以一则的妙神也是江东固有的，但就名词就知道是中国老庄话，而不是依经论名句而说的了。这是通俗的，特别是在家学佛者所常用的。傅大士的寄颂传说在民间，契合于以玄理见长的江东人士，深合江东人的口味。所以一则的佛窟学在形式上欢喜用玄学的术语，内容上更与玄学相融合。一则是江东禅学更玄学化的一人，而并不只是他一人。如有物先天的本于老子的有物混成先天的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是玄学。无论玄学者怎么解说，这是道体的开展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一说。太极生两仪，而四象、八卦又是一说。道在天地万物以前，天地万物坏了，而道体不变。这种思想，严格的说，是不属于佛法的。然有物先天的能为万物主，正传颂民间，被看作最深彻的禅学。
夷则的误入就是这种玄学化的禅学。与夷则同时有马谡弟子，马谡被称为马祖，后人误以为马大师，所以传灯录做到夷弟子龙牙原唱，如宗敬录卷98大正48945下说，龙牙和尚云：道是众生体性，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灭。换作随流之性，常无变异动静，与虚空齐等。换作世间相常住，一名第一义空，一名本寂，一名心王，一名真如解脱，一名菩提涅盘。百千亿号，皆是假名，虽有多名而无多体。会多名而同一体，会万亿而归一心。若识自家本心，换作归根的指。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坏时，此性不灭，与南方宗旨的行灭而性不灭说相近，但南方宗旨约个人说，正与传说的傅大士宋义去相合。牛头中心的禅学，玄学化的程度更深，形成广义的江东禅学，而逐渐融化于曹溪南宗之中。这里要说到两部论，一现存敦煌本的无心论，斯坦因本5619号一卷，作是菩提达摩志。这部论假设和尚与弟子二人的问答，以阐明无心，题材与觉观论相同。这是一部牛头禅的作品，从无心而引入真心，如大正851269下说，虽复无心，善能觉了诸法实相，具真般若，三身自在，应用无方，原作防。夫无心者即真心也，真心者即无心也。问曰：今于心中作若未修行？答曰：但于一切事上觉了无心，即是修行，更不别有修行。故知无心即一切寂灭，寂灭即无心也。说到这里，弟子忽然大悟，于是而名无心，乃谓颂曰：可说是无心名，如大正851269下1270上说，心神相寂，无色无形，睹之不见，听之无声，似暗非暗，似明不明，舍之不灭，取之无声。大即破周沙界，小即毛结不停，烦恼混之，浮浊涅盘尘之不清。真如本无分别，能变，原作变，有情无情。收之一切不立，散之普遍含灵。妙神非之所测，正觉，原作密，绝于修行。灭则不见其坏，原作怀，生则不见其成。大道记号无相，万象咬号无名。如斯运用自在，总是无心之经。寄颂是相当玄学化的，从无心而真心，又说到妙神无心之经与夷则即傅大士说相合。如以无心论为夷则所传，我想也是不妨的。二、宝藏论传说为僧肇所造。僧肇384414是罗什门下杰出者所作的肇论，内含4篇论文，是应当时以老庄来通佛法，是难得的作品，
第四，涅槃无明论，以九折十眼推论那言说所不及的涅槃，玄学气味重了一点。在江东，特别是三论宗发扬，关河古义、僧肇与肇论更受到当时的推重。也许为了这样，宝藏论被托为僧肇所作。宝藏论分三品，不但应用玄学，如离为等，简直是离佛法的陈说而自成一家。开端坊老子大正45143中说：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真色无形，真空无名。无名名之父，无色色之母，为万物之根源，作天地之太祖。禅者造了个动听的故事，僧肇是被杀的。死前7日写了这部《宝藏论》，临死说计，将头领白刃，犹如斩春风，这都与事实不合。宝藏论不但是玄学化的，佛法的成分太稀薄了。然而玄与禅融合了的禅者，却非常欣赏这部论。日僧元贞来中国，在大中年间853、855，在福月台温并浙西等传的经籍中，有《宝藏论》一卷，赵公作与佛窟学的还原集、佛窟集、无生义同时传入日本。宝藏论就是一则那个时代、那个区域的作品。第二节洪州宗与石头宗。曹溪门下在南方的有洪州与石头。会昌以前，石头系没有受到教界的重视，那时的禅风影响，可见是并不太大的。宗密以牛头与石头为同属，泯绝无忌宗，即使是不完全正确，也一定是石头下的门风，有被人误认为近于牛头的可能。从禅宗的登史来看，石头门下与洪州门下的往来极其亲密，与洪州宗旨应有密切的关系。大概的说，石头是慧能门下，与牛头有深切的契合与发展的一流。禅者的见解，慧能的禅是即心是佛，见性成佛，而且是直了直指的。坛经主体是一般的开法，是说明的，使人理会到当下是佛。在告诉持弟子时，却大正48343中说：无教汝说法，不失本宗。举3科法门，动用36对，出没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于性相。若有人问法，出与尽双，皆取法对，来去相因，就近二法尽除。一切法都是对待的，相依而立的假名，所以出没即离两边，只是引发学人去误入自信。这是后代禅者与人问答开示的根本原则。用此方法以指示即心是佛，见性成佛的曹溪宗旨，石头与洪州没有太大的差别。然洪州重于性在作用，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说：起心动念，弹指顷刻，扬眉顺目，缘物作，扬善因，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第二主宰。续14279。
石头门下也曾应用这一方便，但当下就是，而到底并不就是，这是石头门下所着重的，如传灯录说，石头西迁，大颠出参石头，石头问师曰：那个是汝心？师曰：言语者是，便被喝出。今旬日，师却问曰：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石头曰：除却扬眉动目将心来。师曰：无心可将来。石头曰：原来有心，何言无心？无心尽同报。师言下大悟，大正51312下313上。潮州大颠，多见10倍，只认扬眉动目，一语一墨，墨头印可以为心调，此时未了。大正51313上。洞山良价，阿那个是舍利主人公。僧曰：剑指对刺，现在应对的就是。师曰：苦哉！苦哉！今时人力皆如此，只认得驴前马后，将为自已。佛法评审，此之是也。客中辩主尚未分，如何辩得主中主？大正51323上。玄沙师辈有一般坐神床和尚，称为善知识。问着，便动身动手，点点吐舌等事。更有一般便说，昭昭灵灵，灵台至性，能见能闻，向五蕴生田里做主宰。嫩魔位之士，大传人，大正51345上。大颠、良价、师辈的话，都是针对当时洪州下的禅风而说的。洞山的悟道记最能表示这一意思，如传灯录卷15，大正51321下说：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的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嫩魔会，方得气如如。代表南方传统的以江东为中心的牛头禅，从8世纪初以来，对曹溪南宗就发生重大的影响。不但在江南，神会曾与牛头宠禅师、牛头元禅师相问答，中国师与常州森林觉的问答。大历3年768，径山法清印照进京，牛头学者还远远的到中原来呢。牛头的禅要是道本虚空，无心合道，这对江南的洪州与石头起什么影响呢？另一问题是，唐代的道士们使黄氏与李耳连了宗。黄氏是老子的子孙，当然要负起荣宗耀祖、光扬道教的任务，所以道教也越来越发达。禅师们可以不管这个，但如何是道？佛与道，道与禅这一类问题，却不能拒绝人不问。这在曹溪门下，洪州与石头到底怎样处理呢？先说洪州宗，道一说，平常心是道，如传灯录卷28，大正51440上说：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为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烦无胜。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皆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
云何言心地法门？道一弟子南泉普愿，也为赵州从审说，平常心是道，大正51276下。南泉弟子长沙招贤，也为人说，平常心是道，要眠即眠，要坐即坐，大正51275上。道一弟子慧海也说，心真者与莫总真，会道者行住坐卧是道，大正51443中。平常心是道，是洪州宗的重要意见，与即心是佛一样，直指当前心本自如，约心地说，保持了曹溪禅，也可说是佛法的特色。说到无心，如神秀说离念，神会说无念，都有否定的无心或心空的意味，但解说不一致。牛头以为道本虚空，一切法事如幻如化，心也如幻如化，本来无一物。道本来这样，所以用心不合于道，无心可用，忘情才泯绝无记而契合于道。洪州宗直指人心，即心即佛，当体现成，所以说触类是道而任心。在理路上与无心说是不同的。无心合道的主张，绝观弃守，无修无证。而传灯录卷5传南岳怀让的问答，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大正51240下，还不必谈无修无证。道义还重于即心即佛，而到了弟子手中，百丈怀海已承认绝观弃守的信心名，传为僧璨所作了。道一弟子而来自浙江、福建的，对牛头禅就自然的会给予适当的会通。大珠慧海是建州（今福建建瓯县）人，出家及弘法于岳州（今浙江绍兴县）的大云寺。他极力阐扬即心是佛，本着自家宝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的见地，而说老僧无心可用，无道可修，大正51445中。道一的再传弟子黄檗希运也是闽人，他从当下即是，不用别求，你意即乖的意思，而将即心与无心更明确地统一起来。如传灯录卷9大正51271中272上说，世人闻道诸佛皆传心法，将谓心上别有一法可证可取，遂将心密心。不知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不可将心更求于心，历千万劫中无的日，不如当下无心，便是本法。诸佛菩萨与一切蠢动众生同大涅槃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一念离真，皆为妄想。不可以心更求于心，不可以佛更求于佛，不可以法更求于法。故修道人直下无心莫弃，拟心即刹，以心传心，此为正见。洪州宗在即心是佛的原则上会通了无心说，没有失却自家的立场。再说石头宗，石头溪谦传有著名的参同契，名称与道教为国阳的参同契同名，而思想受道传为僧肇所作的《涅盘无名论》
的影响。如祖堂集说，石头西迁，独僧照涅盘无名论，见中云会万物以成己者，其为圣人乎？乃叹曰：圣人无己，弥所不己。法生无相，谁云自他？缘见虚照于其间，万象体玄而自现。尽至真一，孰谓去来？至哉斯语也！传说西迁是因此启发而着参同契的。参同契大正51459中说，主土大先心，东西密相附，人根有立顿，道无南北阻。诚言虚会事，勿自立规矩。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景白深玄人，光阴莫虚度。石头以为西土传来的新传就是道，人根立顿似乎有点差别，而秘传的道是没有南北的。那时正是神会与神秀门下进行南宗、北宗的抗争时代。诚言虚会宗，勿自立规矩，是要学者随说而会，新传的宗不要争着自立门户。这是针对南北，也可能不满洪州与菏泽门下。参同契不说佛，不说法，而说是道。南方佛法本来受到玄学的影响，而把禅学看作玄学，称参禅位参玄，似乎石头是第一人。石头的禅当然受到曹溪南宗的启发，直说即心即佛。然在石头与弟子们的问答中，表现出道化的特色，如《传灯录》卷14大正51309下说：问如何是禅？师曰路专。又问如何是道？师曰木头。禅与道是同样看待的。说是路专木头，这可说是无意为化截断对方的意识补度，而实暗示了道魔所不在，那里没有道禅。这所以道不只是从自家身心去体会，而要处世而真，也就是触目会道。这一接引误入的态度是僧肇的、牛头的，不是曹溪的。禅与道的统一处理，石头是在曹溪与牛头的中间进行沟通的工作。石头系在传到洞山良价807、869，法门有了进步，如《宋僧传》卷13本纪传大正50786中说，咸通之初，禅宗兴盛，风起于大为也。至如石头、药山，其名请顿。会洞山领悟，高其石头，往来请益，学同诸寺。洞山起初参洪州门下的南泉普院、尾山灵佑等。后来参石头弟子云言谭胜，问无情说法。谭胜没有为他说，后来笃隐而大悟，自认谭胜为师。洞山的禅是出入于洪州，石头近于牛头而进一步的。洞山依牛头的无心合道而作颂。大正51452下说，道无心合人，人无心合道，欲识各众义，一老一不老。这一无心合道即应与洞山的悟道记如上以相对应。
洞山是从道全体的立场来看自己，从自己去误入于道的。这里的两个无心，可说言同义别。道无心何人，是说道体魔所不在。道变身心，并没有要何人而自然何人的。人呢，虽本来无事，而虚妄如幻，自己与道隔碍了。所以要无心，忘却这一切，才与道相契合。然而，人就是道，并不等于道全体，因为是一老一不老。这正是悟道记所说的，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这是对牛头道辩有情、无情，无情本来合道说有与并的进一步发展。洞山的弟子居顿、师前都谈论道与合道。居顿所作的颂18首，充分发挥了无心合道的思想。牛头宗立，道本虚空。石头的在传家山善会说，无法本是道，道无一法，无佛可成，无道可得，无法可舍。大正51324上。时是善道说，若不与他作对，一事也无。所以祖师云，本来无一物，大正51316中。祖师指慧能，本来无一物，与一般通行的坛经相合，这是合于牛头宗义的。到洞山进一步的说，师有时垂语云，直道本来无一物，犹未消得他波带子，大正51322下。洞山是出入于洪州，石头近于牛头，而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是会稽，今浙江绍兴县人，这里本来是牛头宗的化区。早年出来参学，以无情说法问谭胜。无情说法正是从道变无情，无情有性，无情成佛而来的问题。牛头宗的主张是神会、淮海、惠海、曹溪门下所不能同意的。问题在曹溪门下，何则与洪州上乘如来藏禅，切从自己身心下手，而不是形而上学本体论的。依佛法误入时，是不可说有差别的。在进修的过程中，可能没有就近，而到底可以就近的。圆满成佛，平等平等。在最清净平等法界中，亦多无碍，相即相入，而绝不是一老一不老，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的。严格说来，这是玄学化如道化的佛法。到后来，禅宗互相融入，而临济宗与曹洞宗始终表现其特色。这不只是代表洪州与石头，更代表东山与牛头两大禅系。在禅宗的发展中，牛头宗消失了，而它的特质还是存在的，存在于曹溪门下，以新的姿态、石头系的禅法而出现。会昌以后，融合的倾向加深，洪州下也更深一层中国南宗化了。禅者的风格，禅者的皆以学众，或表示自己的见地，或互相勘验，都不能不有所表示。然误入的内容，却是说不得、表示不到的。无可表示中的方便表示，黄梅门下所传是密作用、易导、易传，
只是问意，也是方便之一。到曹溪门下，直指直视，多方面发展，造成不同的禅风。不同的方式、作风与区域的个性有关，也与师门的传统有关。先说最引人注目的洪州宗主流所用的粗暴作风。洪州道义开始应用打、踏、喝、如传灯录、大正卷51说。僧问如何是西来意？师便答，乃云：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246中。问马祖如何是西来祖师意？祖曰：低声近前来。师便近前，祖答一国云：六耳不同谋，来日来。248上。问马祖如何是西来的意？祖乃当胸踏道。师大悟，起来，抚掌呵呵大笑。262下。百丈谓众云：佛法不是小事。老僧习在猛马大师一喝，直得3日耳聋眼黑。249下。老师对弟子喝几声，打几下，没有什么稀奇，慧能也曾打过神会。但在禅门中，这一作风被证明了对于截断弟子的意识不度，引发学者的误入，是非常有效的，于是普遍的应用起来。说到打，老师打弟子，同参互打，那是平常事。弟子打老师，如黄渤打百丈，打得百丈盈盈大笑。强化起来，如道一的弟子龟宗杀蛇，南拳斩猫；道一在传赵州的一在放火，紫湖的夜喊捉贼。见人就用叉叉的，用棒把大家赶出去的。邓颖峰推着车子前进，硬是一直去，把老师道一的脚碾伤了。这种作风，在一般人看来太粗生、粗行沙门。的确，这如狮子狂吼、摄人心魄的作风，充满了强烈的力量。在后来的宗派中，这是最有力的一派。使用这一作风的洪州主流，后来成为临济宗。临济一玄866簇，用棒用喝，喝佛骂祖，喝形成不同的作用，而临济应用，如郑州临济会照禅师语录大正47504上说，临济一玄，师问僧，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巨的金毛狮子，有时一喝如炭干引草，有时一喝不做一喝用，汝作魔生会。这是禅宗的一流，不是非此不可的。石头门下就不大应用。道一的弟子、淮海的弟子也部分不应用这一作风。注意这一事实，发现了这是与区域性有关，代表着北方之强。如南岳怀让荆州安康经陕西安康县，洪州道一汉州经四川广汉县，归宗至长不明。南泉普院郑州新郑经河南开封县，百丈淮海福州长乐经福建长乐县，为山林右福州长溪经福建霞浦县，黄檗西运闽黄檗山经福建福清县，赵州从省曹州经山东曹县，
紫狐狸宗禅州今河北清丰县，仰山会稽韶州怀化今广东省，临济义玄曹州今山东省曹县。从到1740顷开始，经百丈淮海到黄渤西运，卒于大中年847、859、100年，都是以江西为中心地而弘扬，所以也被称江西宗。主要的禅师多数是北方人，为山与仰山，出生于福建及广东，成立的为仰宗，亲切绵密，就没有大打大喝的作风。百丈与黄渤是福建人，在师门的传统中也应用这一作略，但比归宗、南泉、赵州、临济要平和多了。从这一区域的意义去看，石头门下的大禅师都是出身于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如清源勤思及州今江西吉安县，石头西迁端州高要今广东高要县，天皇道雾州东阳今浙江东阳县，丹霞天然不明。药山为兖绛州今山西新绛县，龙潭重信主公今湖北江陵县，道无缘至豫章海昏今江西永修县，云岩潭圣钟灵建昌今江西永修县，德川宣鉴剑南今四川省，洞山梁架会稽今浙江绍兴县，雪峰义存泉州南安今福建南安县，曹山本纪泉州莆田今福建莆田县，玄沙师备福州丙县今福建临森县，云门文偃姑苏嘉兴今浙江嘉兴县，罗汉会称长山今浙江长山县，清凉文艺余杭今浙江余杭县，永明延寿余杭今浙江余杭县。石头下的主要禅师都是长江流域以南的，禅风温和，即使是孤高峻拔，也不会粗暴，这代表着南方的风格。例外的是，药山是山西人，但他17岁就在广东潮阳出家，可见少小就熏沐于南方精神中了。还有德山宣鉴，作风与临济相近。从来有人怀疑石头下不应有这样的人物，因而相信天皇道悟，德山的师祖是道一的门下。如知道德山是剑南人，与道一大同乡，那在洪州禅风极盛的时节，有此作风，是不足为奇的了。曹溪门下在江南的石头与洪州，尽管互相往来，而禅风不同，隐隐地存有区域性的关系。洪州与石头门下的作风，都是无可表示中的方便表示。除上所说的打、喝而外，主要的还是语言。不过所使用的语言是反诘的、暗示的、意在言外的，或是无意味话，都不宜一言取义。此外，是身体动作的表示，如以手托出，用手指拨虚空，前进又后退，向左右向右走，身体绕一个圈子，站起、坐下、放下脚、礼拜等，都可以用作表示。附带物件的，如拿起斧子、放下斧子、把拄杖丢向后面，头上的栗子、脚下的鞋子，信手拈来，都可以应用。日常的生活中，
如种菜、除草、采茶、吃饭、泡茶，一切的日常生活都可以用为当前表达的方法。这些可说是石头与洪州门下共通的方便。另有一特殊的，那就是原香是以图香来表示的。在禅者的问答中，向虚空画一圆香，或画在地上，或身体绕一圆圈，是当时极普遍的，以此来表示自悟的境地。但专在这方面发展而大成的是仰山会记，如人天眼目卷3大正4832一下322上说，原相之作始于南阳中国师，以受释者单元，元成称记传于仰山。仰山清于单元处，受97种原香，或化此香，乃纵意；或化香，乃夺意；或化香，乃肯意；或化灵香，乃许他人相见意。才有原香，便有宾主、生杀、纵夺、机关、眼目、引线、全食，乃是入、禅、密、加、交、垂手，或闲暇诗资变难，互换机锋，只贵当人大用现前矣。原香是以原形为本的种种符号，作为无可表示的表示，成为外人所不解的一种符号语言。单元真印与仰山会记间的关涉，应为9世纪初蔚为仰宗的特色。图案化的符号，曹洞宗也是有的。洞山立五位君臣，曹山本纪840901作五位君臣图，五图也是原香为灵和泽宗的宗密780841，在禅元珠全集都序卷下之2也曾有多种原相，其中表示真如的灵，表示阿离实的大正48413中下，显然是周濂溪所传的无极与太极图的前身。世界是语言，全表的世界，尽管不用正面说明的语文，用暗示等语言，或用动作，或用原香来表示，久了还是语言一样的符号，只是暧昧而不明确的符号。在禅宗世界里，这实在是秘密公开的隐语。后代的禅者又在这些语句、动作、原香中揣摩、理会、解说，形成玄学化的禅理。然而，说也说的，理会也理会的，只是离生死不得。对直了顿悟的曹溪禅来说，这实在是并不理想的。第3节从对立到南宗统一，宗与宗的对立。唐代禅宗各派的先后兴起，不免有对立抗衡的情势。其中，牛头宗起来与东山宗对立，有区域的历史传统，不失为道义的对立。同属于东山门下，又有南宗与北宗、菏泽宗与洪州宗的对立，如禅元珠全集都序所说，南能北秀，水火之嫌，菏泽洪州，参商之系，大正4840中。南北的对立，还是为了法门的顿渐不同，而菏泽与洪州的参商就不免俗化了。洪州宗与菏泽宗在慢教与尊教、处类释道与继之止体，当然也有法门上的差别，
然表现为真执的重心却是法统问题。神会到中原来，在北宗独盛的情况下，开拓南宗的划区。神会去世时，762到1石头的禅风已在南方非常兴盛了。神会门下推神会为7祖，为了维护神会法系的正统性，约在780-800年间进承坛经传宗。在师资传授时，附一卷坛经，以证明为南宗弟子。坛经说无坛经秉承，即非南宗弟子也。未得秉承者，虽说顿教法，未知根本，终不免正。这就是坛经传宗菏泽门下维护法系的手法。然唐顺宗805就与道一弟子如满问答。接着道一的弟子怀辉808-815为宽809-817大义都在宪宗元和年间奉诏到京里来。这对中原的菏泽门下所受的威胁多大？与洪州的参商之系就这样的严重起来。为处后所作兴福寺大义禅师碑铭，就评及神会门下位习图弥真，举止变体，进承坛经传宗，优劣详以全唐文卷715。然洪州门下在东南的可能是扬州，今江苏江都县，在801顷传出了题为《金陵沙门会巨传》的双峰山曹侯西宝林传10卷。这部书将传说中的祖统改定为28祖，并以传法纪为证明。这一法统是6祖慧能、南岳怀让、马祖道一，这是以洪州系为曹溪正统的。菏泽神会当然被看作旁支了。宝林传的内容论史时，并不比坛经传宗为可信赖些，但对于洪州宗的正统性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道义与西迁，同时在江南弘禅，彼此间还能互相尊重，学者们也往来参学，门下也还能保持这种良好风气。当时还没有严格的继承制度，菏泽门下创出的坛经传宗正受到洪州门下的反对，师资间的法统继承或不免传说不一。道悟门下有龙潭崇信，后来传出云门与法眼宗。惟眼门下有云岩坛圣，后来传出曹洞宗。道悟与惟眼的法系问题关系重大，成为洪州与石头门下争夺的重心。天皇道悟748-807宋僧传卷10，荆州天皇寺道悟传是根据符载荆州城东天皇寺道悟禅师碑的。如僧传大正50769上中说，投进山国一禅师，道悟理足史毕，密授宗要与语言处11中诸，身心豁然，真妄皆浅，断诸一致，无畏自在，直见佛性，终无资灵，夫情五载，随意应可，比其法语论诸丛林，欲归宝所，一道图之乖错，故众有资访，会其真宗。建中初，义中灵马大师。2年秋，叶石头上士，语系
自径山底横越，凡3玉折降矣。至此，即造复习玉，引人运经，两虚其心，相与吻合。白月映太阳齐照，红河注大海一味。根果成熟，名称普文。道悟在径山国义禅师门下，已直见佛性了。为了已有乖错，所以又参访马大师与石头。经两处的虚心咨访，结果是相与吻合，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道悟是得法于径山，而再度印证于道义与石头的。宋僧传卷9，石头西迁传，引流科约820所传碑，石头的门人中就有道悟大正50764上。这可见石头门下早已以道悟为继承石头的门人了。传灯录卷14续天皇道悟的参学，这样大正51309下310上说，首页径山国义禅师受心法，服勤5载。唐大历中底中林造马大师重印前解，法无一说。附注2下，乃叶石头谦大师。师从此顿悟，于前2折降言下有所得心，庆担其机。传灯录所叙事迹与宋僧传大致相同。说到参学，径山所受的与马大师法无一说，也与宋僧传相合。但在参见石头后，从此顿悟，显然以道悟为从石头的悟，专属石头门下了。然在早期的传说中，道悟也被传说为道一的门下，如全德于约791传，唐故洪州开元40门道义禅师塔名列弟子11人，其中就有道悟全唐文卷501。元和中806、820常侍归灯传南岳怀让禅师碑所列在传弟子中也有道悟。宗密传中华禅门师资承袭图，洪州道一下列弟子6人，第1位就是江陵悟，并著兼秉径山。道悟为道义门下，也是很早就这么说了。天皇道悟属于石头门下，还是洪州门下，早就有了一说。等到祖堂集952传灯录1004问世，决定天皇道悟为石头门下，那云门宗与法眼宗就属于石头了，这是洪州门下所不愿意的。于是洪州下灵济宗的达官谭隐989、1060及五家宗派灵济宗下黄龙系的觉范慧弘1071、1128作灵间录，都引用邱玄素的天王四道悟碑。他们以为在荆州天皇四道悟以外，同一地方、同一时代，另有一位天王四道悟是道一弟子，而龙潭崇信是天王四道悟的弟子。照达官与觉范的意见，你们认为天皇四道悟是石头门下，那就作为石头门下好了。但龙潭崇信是天王四道悟弟子，所以崇信以下流出的云门与法眼，还是属于洪州系统的。邱玄素所传天王四道悟碑，一般都认为是伪传的。灵济门下的做法
可说弄巧成拙。伪作不能为人所接受，反而引起天皇道物属于石头系统的看法。其实，依福载碑、宋僧传及洪州与菏泽门下的早期传说，足以充分证明与道义有关，不能说专属石头门下。好在牛头宗衰落了，否则生于婺州东阳（今浙江金华县）的道物与牛头宗的关系正深着呢。药山惟演约745-828，宋僧传、祖堂集、传灯录都说惟演是石头西迁的弟子，并传有与石头的问答。全唐文卷536有唐生、李周药山惟演大师碑铭，以惟演为道一弟子，与石头无关。碑中说到的崇敬大德、心善宽敬、嵩山弘，都是无可稽考的，唐生也名不见实传。所说清净道1-20年，也与事实不合，这又是一篇脱名的伪作。临济宗下的大会宗稿1085-1163，在《世宗正居士及释永宁郡夫人书》中，举惟演参石头不悟、参马祖道一儿的悟的因缘，大正47904上907中，与唐生碑的意趣相合。药山惟演、潮州大颠、百丈怀海，都是从南岳怀让门人、潮州神、或作、会、赵出家的三人，又都先后到南岳来受戒。百丈受戒后，先到泸州（今安徽合肥县）伏察寺月藏经，后来亲近道一，成为洪州门下第一人。大颠与惟演受戒以后，就在南岳亲近石头，也就成了石头的门人。惟演当时有参见道义可能性的，但伪造碑文，到底不足为惧。众流会归于曹溪。在宗派的分化中，有对立，也就有汇合。即心即佛、见性成佛的南宗，已融入牛头禅中。牛头的江东风味，也深深地融入曹溪的流派。融合总是汇入一强大的学派。元和10年815柳宗元传四世大鉴禅师碑说，凡言禅，皆本曹溪。大鉴去世106年，凡至广布而以铭文者，以10数。那时离曹溪慧能的入灭不过100年，而禅者已到了非曹溪不足以谈禅的程度。曹溪禅的发展却有不可抗衡的力量。金武宗845灭法，曹溪禅成为唯一盛行的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在中原，神秀的北宗、神会的菏泽宗一直在对立中。东山门下而传入剑南、四川的，原有果郎宣实与资州智深二系。宣实宗宗密晚年820-840，只知道是五祖下分出，而不得知秉承师资招募，显然已经衰落了。智深一系也在不断地倾向于曹溪。如表：菏泽神会慈州智如，圣寿为中大云道元，归封宗密。南引敬重神会东京神照，敬重无香。德纯智深，德纯处济宝堂无著。
洪州道一。智深609-702是弘忍的10弟子之一，是兼有文字性的禅师。在资州（今四川资中县）得淳寺30多年，曾受则天帝的礼请。智深的弟子处纪665-732，俗称唐和尚，继承智深的法统，大正51184中下。处纪唐和尚的弟子有净重无相、洪州道一、南岳澄远。无相684-762，俗称金和尚，移化到益州（今成都县）的净重寺，形式上继承处纪的法统，而实质是变了。如《历代法宝记》大正51185上中说：无意无念莫忘，无意是界，无念是定，莫忘是慧，此3句语即是总持门。金和尚所以不隐身，唐二和尚说处，每常坐下教戒真言，我达摩祖师所传，此3句语是总持门。净重宗的无意无念莫忘上两曾经指出，这是与坛经的无念无意无着，莫起狂妄相同。无相的禅法就多少接近曹溪了。另一弟子到一宗密座，一州长嵩山马，如宋僧传卷10到一传大正50766上说：道一，姓马氏，汉州人也。宣法于资州唐和尚，受具于渝州元律师。宗密传说到一世金和尚弟子，如《圆觉经大书钞》卷3之下序14279说，见南沙门道遗俗姓马，是金和尚弟子。高洁至道，随处坐禅，久住今南明月山。后因寻礼甚机，至让和尚处。论量宗域，真难治理。礼不及让，又知传依复法，曹溪未离，便依之修行。道一709-788的出家年代，应为唐和尚时。道一为南岳门下最卓越的大禅师，虽从处纪出家，而不再是处纪的法系了。右弟子南岳弥陀寺澄远712-802依吕温，南岳弥陀寺澄远和尚碑，出世蜀郡唐禅师，全唐文卷630，知道也是处纪的弟子，但澄远别从玉泉会争去了。处纪的门下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人才外流，法门逐渐衰落。净重无相门下有净重神会720-794，俗姓时继承了魔香的法统，宋僧传卷9有传。右宝堂无著714-774，就是禅门师资承习图中的理了法。无著本是老安的再传弟子，也曾从金和尚受缘，成为形式上的继承者。而无著自己从六祖慧能弟子太原自在和尚出家，尊曹溪慧能为六祖，根本否认了至深以来的传承，宣称达摩祖师宗徒禅法，不将一字教来，莫传心印，是无念之意，不动不寂，说顿悟之门，无意无念。大正51180下195下，实为曹溪门下的一派，历代法宝记就是这一派的灯始。
敬重无相，多少还保有自身以来的传统，称敬重宗。此下就逐渐衰落了。裴修传归峰禅师碑名并序，全唐文卷743说：菏泽传慈州如传荆南张，张传遂州元，又传东京赵，元传归峰大师。大师于菏泽为5世，于达摩为11世。这是菏泽宗一系，归峰宗密的法统谱系。这位荆南章，法名为忠，又名南印，如《圆觉经略书钞》卷4说，慈州法官寺智如和尚，俗姓王。慈州门下成都府圣寿寺为忠和尚，俗姓张，一号南印，序15131。白居易所传，唐东都奉国寺禅德大师赵公塔名并序，也说学心法于为忠法师，忠义名南印，全唐文卷678。为忠就是南印，是菏泽神会的再传，宗密的师祖。宋僧传卷11，为忠传付于伏牛山自在传中。有关师资相承，这样大正50772中说，成都府元和圣寿寺是南印，姓张氏，名物之姓，受益无厌的曹溪生子，无以为政，见敬重寺会师，所谓洛基之景，着以增言，玉竹之龙，行而破案。南印层的曹溪的身法，硬是从慈州智如得来，却没有人为他印证。敬重神会为他印证，在一般来说，南印可说继承敬重神会的法统，然宗密没有说起敬重神会。南印的弟子，东京奉国寺神照的木塔，建在菏泽神会旧塔的旁边。这可见南印为忠以来，早就专承曹溪门下菏泽的法统，而终止了自身以来敬重寺的关系。上来一系列的叙述，充分看出了自身系的人才外流，不断地消失在曹溪禅的法统中。大势所趋，不是谁所能左右得了的。在江南、石头、洪州、牛头的忽然隆盛的时代，彼此间都互通英问，学者们也往来参访。然对牛头宗来说，好景不长，在兴盛的表面开始衰落了。这就是在相互参访中，来的还要回去，而去了的却不再回来。如嘉山如会744-823宋僧传卷11有传。如会是大历8年，指国义禅师门下，后归大济法集大正50773中。伏牛山自在741-821宋僧传卷11有传。自在是投径山出家的，后来诸方参学，从南康到义禅师法席，玄解真宗大正5077以下。这2位或从径山法亲出家，或从径山及国医修学，但都成为道一的弟子。丹霞天然739-824如宋僧传卷11天然传大正50773中说，夜见石头禅师，默而食之，乃公直窜，凡3年，10岁落世，出家。造江西大忌讳，既以言诱之，
应达雅正，大计甚奇之。次居天台华鼎3年，又理国仪大师。天然是从石头出家的，中间参大济道一，末后才来参径山。传灯录卷14，以天然为石头的门人，大正51310中下。还有西唐智藏735-814，如宋僧传卷10道一传，大正50766下说，8岁从师，到去高邈，随大济移居公山。后谒径山国义禅师，与其谈论周旋，人皆改观。属元荣禄寺，恭请大济居府，藏乃回郡。天然与智藏是先从石头到义参学，而后来参礼径山的。但这2位都回到了石头与道一的门下。反之，芙蓉太玉747-826，如宋僧传卷11太玉传，大正50773下说，年才一季，志在出家，乃离牛头山中禅师而失事焉。虽名了一尘，而具足万行。寻礼道场，摄心禁欲。虽智能通达，不假因师，而应可证明，必从先觉。遂谒洪州原作景大济禅师，笃香而乐达法身，刹那而顿成大道。太玉是会中的弟子，智能通达，不假因师，只是求印证而已。结果太玉成为道一弟子。天皇道录748-807，如上曾论及，他是投径山国义禅师直见佛性的。建中初，义中灵马大师2年秋谒石头上士。虽然两虚其心，都相与吻合。大正50769上下也只是求印证而已，但被看作石头的门人。宗密还知道他兼秉径山，以后却成为洪州与石头的争夺人物。如上阳所引述，丹霞天然与西唐智藏初学曹溪禅，后来才参学牛头。太玉与道悟都初学牛头，后来才来参曹溪门下，但结果都成为曹溪禅的传承者。来了的还要回去，去参学的就不再回来。这一情形在牛头宗盛时，慧中、玄素、法清的门下就流露了衰落的气象。再下去，牛头与鹤林没有卓越的禅师，而径山竟不能延续其法脉。道义门下，如越州慧海、婺州林默、明州法常、杭州齐安、常州太玉等，虽还没有直到润州、南京、镇江等来，而江东禅风已面目一新，归于曹溪的南宗了。达摩禅，南天竺一成宗，不适于南方的虚玄文弱，转入北方，才逐渐孕育成长。在大唐统一时代，移入南方，融摄南方精神，分化对立，成为多种的宗派，最后又统一于曹溪。在回归于曹溪的过程中，剑南的智深系、江东的牛头系消失在曹溪的法系中最为显著。北宗与菏泽宗、金会昌法南、中原衰落而衰落了。
禅宗成为洪州与石头二大系的天下。洪州系以江西为中心，禅风强毅，活跃在江南而显出北人的特色。会昌以后，洪州宗的主流为养由南方人创立，迅速消失在石头系统中，移入北方。如临济义玄在郑州（今河北正定县）、新化存蒋及南苑会余都在魏府（今河北大名县），而南方几乎全属于石头门下。二大南宗的分化可说是适应南北而自成二系。切实点说，石头门下呈现达摩禅的面目，而有极浓的牛头东南血统的血脉。这也难怪宗密以牛头石头为同一宗本了。